新历1773年，一束流光从天而降。此时还没有人想到，这束流光将会成为第2次战争的起点，而这流光被后世称为辉煌陨落。 好黑，意识越来越模糊。原来死是这种感觉吗？然后在我意识即将消散的时候，无数漆黑的长枪从金石中喷涌而出，那漆黑的枪像黑曜石一样，好耀眼。很久以后。 据居住在奥斯洛地区的居民说，那天在碧渊的峡谷中突然出现的冲天光亮，其光耀在白天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幡然醒悟，一切的相遇都是有原因的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协助调查这种事情，瞎子不能轻易接手。一个人到这种冷得要死的地方，感觉被人耍了。就是这家伙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昨天晚上这块水晶从天而降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天灾降临，当时好大声，感觉整个房子都要塌了。你说这家伙会不会是天上借来的？ 不好说，不过我老头子活这么久，还没听说过这么稀罕的东西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村民在这里啊？难道是来看热闹的？那人在干什么？喂，负责调查的人还没到呢。我就是来调。让我出去。 刚刚是什么？快跑啊！有怪物啊！黑神种甲三型炎，这种东西怎么会在寒冷的地区出现？又来了，这种奇怪的心率加速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大家快跑！这些怪物是……就在抬头的瞬间，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被凝固了。那是一场单纯的杀戮。 村民们被数十只怪物吞噬，场景无比惨烈。由于事发突然，在场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全部成为了怪物的食粮。原来是做梦啊！ 真可怕！你醒了？啊！你是谁？这正是我要问你的，请您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刚才感受到的心跳声，就是这个女孩吗？被整个刺穿了。肉体修复并进行人格扫描，开始。精神固定，修复损毁人格，再注生命框架，确认生命迹象复苏，修复成功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你救了我。等等，你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了吧？你可是精灵啊！ 为什么会跑到人间界？应该住在天上界，知不知道？我都忘记了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不知道我来自哪里。你还是说点别的吧，这套台词10几年前就没人用了。那我应该说些什么？比如，我是怎么回到自己家的？哦，我救了你，村民们给我指了路，把我和你一起送了回来。 你就这么照样过世的回来了？这下岂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精灵了吗？听着，
把你帽子戴好了，绝对不能让人看到你那倒霉的耳朵，知道吗？依林，醒了吗？我进来啦。怎么办？别人看见我和精灵在一起就不得了了。柜子，不行，鞋柜根本不可能。椅子下面，我是脑残吗？所有地方都没法藏下一个人，回京之计只有这样了。我猜你差不多该醒了，给你带了点吃的过来，没事吧？萨雷大神，你这是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冷，多盖几床被子。没想到这种能冻死人的地方会出现那种怪物。北边的卡利安村大半个村子都毁了，东西我先放这儿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谢谢萨雷大神。人走了，你出来吧。好啦，继续刚才的话题，身上有没有带着什么东西可以验证身份的那种？应该有吧，我找找。这儿有个徽章。哇，天上的东西就是不一样。出什么事了？这是徽章的启动程式。为什么？希尔弗大人是谁？你为什么要背叛伟大的至高神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难道是有什么隐情吗？是他。隐情倒是谈不上，至于背叛2个字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自然会明白。既然如此，希尔弗大人，恕我无礼。第3特殊战队队长拉法尔，现在奉至高神之神谕，讨伐叛徒希尔弗，如有反抗，亦可就地正法。能让我拔剑的精灵，纵观天上界也没有几个。从这点上来说，倒是值得称赞呢，拉法尔。为什么不像杀了那几个把守门的精灵一样杀了我？至高神的神谕是绝对的，只要留我的命在，今后你再也不会有安宁生活可以享受了。希尔弗老师，从今以后，你我2人就是仇敌，我一定会遵从至高神的命令，抓住你。刚刚看到的那些是徽章中的信息。这个徽章是以向持有精灵发送脑内投影来达到传送信息的目的。可是，为什么这徽章对你也会产生反应？你是白痴吗？明明是你的东西，却反问我。好吧，这件事就无所谓了。但是我要说另一件。如你所见，我的任务就是寻找并捉拿叛徒希尔弗。按照你们人类的信条，是不是受人之恩必当涌泉相报？是这样没错。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帮助我完成使命，就当是报答救命之恩。在人类的世界里，我行动多有不便，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你协助。好吧，总不能放你这么大张旗鼓的跑了吧？那么，在报恩开始之前，请问你的名字是？我叫依林。先说好，报恩是肯定会报恩的，但是我不敢保证不拖你后腿啊，只能尽力而为。没关系，你能帮忙我就很高兴了。我叫拉法尔，希望合作愉快。你不是要找那个什么希尔弗吗？现在闻来闻去是怎么回事？而且还要到这么危险的地方。希尔弗的叛徒希尔弗所经之处会留下零星风元素气息，但是气息太微弱，很难实体化，所以要依靠嗅觉判断。啊，吓死了！原来不是瞎走啊，还以为咱们得抛硬币呢。硬币是什么？硬币就是你们精灵买东西不付钱吗？买东西？从别人那里拿吗？我们都是用自己的东西来交换。这么原始，难怪你们的行为让人这么难以理解。难以理解？连出门的时候偷看人家换衣服，
现在又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我。实在抱歉，在精灵人眼里，人类并没有男女之分。除了耳朵，精灵和人类长得不是很像吗？精灵里没有女性吗？精灵不穿内衣吗？你们精灵真变态！不要把圣洁的女性精灵和你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类相提并论，好不好？傲慢自大的家伙，怪不得被神域传为敌人。那边有东西过来了。一神种加3仙圆盘，明明没有食物，这些家伙为什么还会在这里出现？不管怎样，该做的还是要做的。面对送上门的自己，可没有理由白白放过。没想到你还带着这种东西。是啊，采药总会遇到危险，用来防身的。上了，我过去。解决一只，剩回另外一只。那只小的已经解决掉了吗？尴尬了，本想露一手，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虽然没看到他的战斗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秒杀吧。他一个人的战斗力就如此强悍，更何况那个要找的叛徒还在他之上。看来这次出门前途堪忧啊。对了，我之前让你帮忙装的东西呢？把我那……好的。你这家伙装东西就不会有正常一点的方法吗？不要全往下扔啊！算了，谁让我答应你一块出来找人呢？你要做什么？这些怪物身上一般都会有不错的出产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拨到些值钱的东西。这样的话，咱们你那个装铁拳头的箱子为什么不一起放在我这里？很重吧？还要自己背着吗？习惯了。而且这样遇到状况可以迅速应对，也不是很重啦，就是大了点。你很习惯一个人做这些事啊？是啊，我从小就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了。可是你们人类不是都有父亲、母亲之类的亲人吗？你没有？曾经有，但是他们都不在了。是我唐突了，按照你们人类的礼仪，好像不该提这种事情，不好意思。没事了。没想到你一个精灵对人类的事情知道的还不少嘛。没什么，只是想聊聊而已。别说这些了，来看看这儿。没想到能从那家伙身上剥到这么完整的蜕，看来一段时间内都不愁吃喝了。蜕是什么？就是刚刚那个大怪物甲壳和肉之间的一层薄膜，因为生长方式不一样，分布都很零碎，所以像这么大一张完整的很罕见了。剥了其他生物的身体组织，居然这么开心，你们人类有点残忍啊！少来，你们精灵不吃东西吗？我只要吃些植物，喝点水就可以了。只要有风，我就可以通过风元素补充能量。切，本质还不是一样的，不靠外界补给就活不下去。总之，咱们绕路去一趟坎帕城，把蜕卖掉，顺便打听下消息。打听什么？那个希尔弗只要在人间界行动，总会留下痕迹，说不定恰好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啊。这里是？这儿是奥斯洛地区的中型城镇之一，坎帕城。人好多啊！你们人类居然可以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生存？你有什么疑问吗？并没有什么疑问，只不过有些不适应。坎帕城只是奥斯洛地区的一个中型城镇，到了平原地带还会有更大、更热闹的城市呢。这样啊？看你这反应，难不成你是密集恐惧症患者？密聚症那是什么？就是对密集排列相对较小的物体很敏感，会引发身体各种不适，比如头晕、恶心之类的。那倒没有，我只是感到不可思议。那你们精灵不是这样的居住形式吗？我们都住在接近自然的地方，树上、水边、草丛，
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领地，大家都有各自的隐秘空间。这种方式不就是野生动物划分地盘吗？人类的言辞可以这么粗俗吗？这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就算你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那个人斗篷脚上的纹饰，难道是？没想到你小子跑得挺快啊，有点脚底抹油的本事。不过，想要在我眼皮子底下逃走，你还得练个10年8年的。都说了让你别跑，一点都不配合。那人还挺厉害的。我们得赶紧把推卖掉，然后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这坎帕城很快就会出乱子，而且刚刚那个扔石头的，恐怕他活不过明天了。你说那个男人会死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说明白？好奇心太强不是什么好事。认真的态度是精灵的基本素质。好吧，败给你了。等卖的东西出来，咱们边走边说。好。站住！哪来的土包子？佣兵商会的大门也是你们这种人能开的吗？我听说每个城市的佣兵商会都会收购野外打怪的收获，难道坎帕城不是这样吗？你一个连商会会长都没有的小妞，能有什么？灰神退，够资格进去吗？刚刚你抬手是想做什么？你要知道，你刚才的行为很可能会引来一场骚乱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就算是为了维持暂时的合作关系，拜托你今后安分一点儿。我去买东西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。记住，不要再惹事了。至高神说，人类都是卑鄙的、无耻的、肮脏的。若有一天与人类相遇，应立即将其诛杀。人类都是不可信任的。哎呀，这些年已经很少见这么纯净完整的灰神退了。多少钱？我只要现金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不打算领取佣兵卡吗？只要现金的话，可是只给你30%价钱，很吃亏的。不用，现金就好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请收好，这是您的金币。小妹妹，如果你要考取佣兵徽章，请一定要选择我们诺兰佣兵商会哦。我们的收费和抽成最公道了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们洛兰和柔服商会、重阳商会相比，也没好到哪去。要是……啊，是他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请你把这2个碍事的东西拿开，好不好？你，不是叫你等我出来吗？你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已经走出大门还浑然不知，你脑子在想什么？的确是在想事情了。这些暂且不提，来讲讲你为什么给那个男人下那种定论的事情吧。好吧，在人类社会中，有种人以专门抢夺财物，甚至取人性命为生，这种人被称作强盗。这些人中实力最强大的是一个名为飙风的强盗团，自飙风成立之日起，便四处为恶。军队与佣兵商会多次围剿，却无法将其根除。他们虽然很强大，但是也只是割据一方的低头势力。直到10年前，飙风之中发生内讧，最后一个名为莉莉·米尔曼的女人成为首领。从此，强盗团的分团开始在整个大陆蔓延。之前那个男人抓住的那个家伙，就是飙风的人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飙风那些家伙就会找到这坎帕城。情况不容乐观，所以要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原来如此，你是要躲避灾祸，所以要一走了之。不然该怎么办？留下当英雄？你要知道，就算是飙风的分团，至少也会有几百人。凭这城市的人口数量，难道还不能抵抗一个盗贼团？就算不行的话，不是还有那个佣兵商会在？那里难道没有能抵抗强盗的人？没有用，佣兵是拿钱才办事儿，没有钱是不会出手的。我父亲死去的那场收潮里，有一个佣兵团就在村里借宿，可他们眼睁睁看着村子被毁了大半。贪婪、残忍，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吗？至高神所言不虚。喂，你还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感觉有点可惜。别想太多，我能认出飙风的徽记，
坎帕城里的人也能认出，他们敢招惹，就说明他们有办法对付。至于结果如何，就只能看造化了。这样看来，你要做什么？似乎是你担心的东西要来了。真是有趣，没想到有人胆敢阻拦飙风的去路。飙风，他们竟然是从西面过来。你不是想避开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吗？为什么现在和他们碰面了？他们走的路线，我怎么知道？总之，赶快逃跑了！哈哈哈！逃跑了，逃跑了！你们以为自己的脚程比我们的马还快吗？嘿嘿嘿，男的杀掉，女的给大家集体享用一下。享用是什么意思？是要吃掉吗？别问那么多，现在逃命要紧。你干什么？面对敌人，不逃跑是我的原则。让对面这些家伙自求多福吧。那小子准备做什么？好像是要射箭。区区一个弓箭手，能把咱们怎么样？黑曜石一样漆黑的墙，你居然能一下子杀死这么多人？有什么不对吗？他们不死就是我们死了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是只要把他们交给城镇卫兵，没用的。你也说过，这个强盗团无恶不作，如果不杀掉他们，还会有下一批来这个城镇找麻烦，你我性命亦是堪忧。就算把他们交给城镇卫兵，你能保证不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飙风来吗？你取走退士不就是这样？有时生存是要通过伤害其他生物才能继续，更何况这些本就是罪大恶极之人。惠斯、哈克、艾德，全灭！他们不是来接应德尔吗？怎么会死在这里？都是中箭，而且一击毙命。听说弑天强盗团找来一个强力外援，剑术超群，能以一敌百。可是最新情报上，那个外援应该在千里之外的尤里亚城附近才对。不管怎么说，要赶快回去报告。这个时候能找到栗鼠收集的果实，真是好运。哎，依琳，你不吃吗？人类也是需要补充食物的吧？我不饿。还是在想那些强盗的事情吗？就算再人渣，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啊！到底都是善恶有报的结果，自作孽不可活，说的不就是这种人吗？咱们还算是做好事了呢。既然已经是强盗了，死了就死了嘛。拉法尔说的没错。那些强盗根本不值得可怜，但是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方便一下。我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？力量还没有恢复，只是用了下拟色，就要用食物来补充能量。依琳的实力还未可知，他这性格真怕是自身难保啊。希尔弗，你跑到人间界来做什么？为什么会背叛至高神？所以，至高神的话是我们必须遵从的守则。如果有迷惘，就想一想神谕。如果至高神说错了呢？我们也要遵从吗？至高神是绝对不会错的。是啊，至高神是不会错的，这也是你教给我的。方便的是，要是能就此甩开他就好了。固然他说的没错，但是杀人这种事是无法被原谅的。唉，剑灵都是这种冷酷无情的吗？过会再回去吧。方便需要跑这么远吗？去方便还带着箱子，一路上连脚印都不知道隐藏。你们人类要是都这么蠢就好了，为什么要中途离开？你答应我会帮我找到希尔弗的。我很害怕呀，那么轻易就夺走他人性命，对你来说也许很正常，但是我做不到啊。就算对方是恶人，我也没办法下决心杀人，所以你的结论就是远离我，
眼不见为净，总比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在一起，整天提心吊胆的强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飙风的那些人是你干掉的。你是？你们这是吵架了？是你。你刚刚说飙风是被我们干掉的，何以见得？难道仅凭我们的对话？当然不会这么简单，只是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臆断出来的。飙风的所有人都是被一击致命，而且周围并没有激烈战斗的痕迹，说明他们对干掉自己的人并没有戒心，疏于防范才吃了大亏。再加上血路难行，干掉他们的人必走不远，或是要在野外宿营。当然，光凭这些也不能断定一定是你们所为，所以我就稍微用了下诈语。没错，因为一个少年和一个小姐姐，这样的组合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啊。思维清晰，反应迅速，很优秀的人类。他如果成为我和依林的帮手，无疑是如虎添翼。所以，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是飙风强盗团吗？是的，不过被你们抢先了一步。按照佣兵联合协会的规定，行业外的人在不知情下搞定既定任务，也可以分到赏金。你们两个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，不如随我一起回城里。我对赏金不感兴趣。哦，那么你有其他的目的？人类有句话叫做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”。人类？什么意思？等等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拉这个拿长剑的家伙入伙。什么？你开始并没有说还要……你不是说整天提心吊胆吗？既然这样，再加一个人可能会好些吧。等一下，我不是……不用这么大惊小怪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，不是吗？我说，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？内讧吗？而且话里有话，似乎还有我在内。而且拉那个使长剑的人入伙这种话，还当着我的面说出来。没差啊，一会儿就是合作关系了。可是你凭什么认为我一定会和你签契约？这个嘛，那么就来决一胜负吧。你好，我是精灵，风之精灵拉法尔。精灵？这还真是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呢。别动手啊！好好说话不行吗？喂喂，精灵小哥，出手的速度很快嘛。不过很可惜，想要击败我，你还要再锻炼些年才行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身手敏捷，反应迅速，很好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喂喂，我虽然不讨厌用抢的，不过对着男人说这种话，可是让人反胃啊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治他们两个？我是常见的，可是拉法尔毕竟救过我。可是他是精灵啊！光明神说，精灵都是敌人。哦，真是让人惊讶，精灵的身世竟然如此之犀利，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嘿，还是那句话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说话不要总这么让人反胃，好不好？不过呢，仅仅是这种程度，还不足以说服你吧？让我看看你能否扛得住接下来的攻击吧，尤拉纳斯的家伙！喂喂，开玩笑吧？之前你没说还有升级战？好快，简直像明星一样，这不是越来越有趣了吗？没想到你们能找到栗鼠的囤粮洞，就连我这个老手都没发现。凑巧而已，本来是要计划吃树枝和血团的，所以，依林，你愿意留下来吗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们现在当然是一个团队啊。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请讲。你已经知道拉法尔是精灵，为什么还选择和他同行呢？因为我败给他了呗。这个原因太过敷衍了吧？跟随强大的人有什么不对的吗？
可是，光明神说，在我看来，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神之类的东西。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选择，不要因为对方是精灵就扭曲了真实。说了这么多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？啊，抱歉，一时兴起，我叫盖尔拉格纳，是个自由佣兵。自由佣兵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固定所属商会的闲散佣兵，但是有些人因为能力过人，商会也会将其纳入到名单之内，属于编外人员。没错，说起来，我来到这里不小心听到你们吵架，也是因为工作原因。工作？难道是跟白天在街上抓飙风的人有关？没错，前几天我在野外救了一个遇劫的商队，商队的主人对我感激不尽，又请求我找回他在坎帕城外被劫走的女儿。所以他的女儿是被飙风劫走的？不，那只是以此为借口骗我接下那个不可能的任务。不可能的任务？那时我正好要来坎帕城附近找人，因此同意接下他的任务，并且与他在外面直接定了契约。谁知道他的任务是消灭整个飙风强盗团。什么？消灭整个飙风？这怎么可能？所以说，我上当了。刚刚还理直气壮的说相信自己来着。后来在商会看了任务榜，才知道他发布的是5星级任务，没有完成之前，商会不会允许我再接其他任务。怎么突然有种拉这种家伙入伙是判断失误的感觉？算了，反正也不指望他们有什么大作用，只要能带路就行了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引擎运作的声音。这个时候，在这种地方会出现引擎的声音，难道是之前飙风那些人的援兵？黑骑士大人，他们的尸体就在前面不远处。这地方我们都熟的不能再熟，先锋小队会在这里被杀。罢了，死了也是他们自己无能，用不着咱们去收尸。四散搜索，不用理会那些死人，把周围所有行人的痕迹收集分析，看看凶手可能去了哪个方向。大人，兰斯不是说是赤天干的吗？怎么还查什么？大人做什么事，轮得到你质疑吗？听命令就行了。行了，赫少，亚恩一向没脑子，你何必跟他打口头官司？是，大人。我总感觉那些人并没有足源。什么？要是那样，就弄死他们！大人，您是否发现了什么不妥？这次的事绝不是弑天的人做的，蓝斯说全是一剑毙命。如果是他们干的，先锋小队不会死得这么舒服。只怕是有人要对付我们，不管是谁，碾碎他们。等一下，我跑不动了。我从刚刚开始就有个问题想问，为什么你们2个要拉着我逃跑？明明是你们2个拉着我跑的。不要说笑了好不好？引擎的声音时隐时现，但是一直没中断过。再不想办法，就要被他们抓住杀掉啊！我倒是无所谓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他们的水平之前已经领教过了，那种程度的废物，以我的战斗力来说，灭掉他们绰绰有余。别把杀人说得像切菜呀！精灵都这么冷血吗？小姐姐，这既不是冷血，也和精灵身份没有关系。如果我有机会，我也想杀光飙风的人。你大概只从传闻中听过飙风的残暴，而我曾经亲眼见过飙风肆虐的情形。一个近100人的村庄，一夜化成灰烬，鸡犬不留。你以为我为什么明知这次的任务是个陷阱，却还愿意继续下去？就是因为飙风必须死。其实我心里也明白，像飙风这样的强盗团死有余辜，只是现在可不是你在小村子里的时候，外面多的是一言不合喊打喊杀的，心软的人往往死得最早。来了。有人胆大包天的碰了我们飙风的人，想必是你们吧？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手段。
不，是小哥胜了。刚才那么嚣张，其实也不过如此。看来还是……这声音是……我有点事情，你们先离开。等下！没想到对手竟然是个懦夫，见势不狠，马上逃跑。干掉那俩人！我的神呐，他们竟然有这么多人！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只有一件事。跑啊！保命要紧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飘风的人越来越近了。老鼠和树丛里跑，复杂的地形会限制他们的机动力。喂，没事吧？我的胳膊发麻，动不了。这是石浆水。石浆水是飙风最出名的毒药，中毒的人会逐渐变得跟石头一样硬。不管怎么样，也要等到躲过追击之后才能去找解药。这之前，只能看你的造化了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喂，小姐姐，你怎么样？石浆水的毒解除了。不用担心，那个女孩的毒我已经解了。是你把那姑娘叫醒，那些人很快会找到这里，赶快跟我走。咱们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，还要走多久？快了，前面就到了。你之前不是抓到他了？怎么他会跑掉，又出现在这里救我们？拉法那个家伙说什么不怕，要1人灭强盗团，结果把我们扔在包围圈里自己跑了，害我们像老鼠一样在地下钻。再见到他，一定要给他。到了。刚刚的风里的确感到了希尔弗的气息，怎么又消失了呢？那个方向似乎是坎帕城，希尔弗怎么可能会进入人类城？何况之前在城中，我也没感觉到他的气息，不会是因为受伤，感知能力出了问题吧？救命！衣柜竟然是地道的出口啊！我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。就到这里吧，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。出了院子，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。等等，先把话说清楚。你到底……这里是坎帕城？没错，这里正是坎帕城。我们出去之后走了那么久，现在走了几个地道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些地道其实是坎帕城用来应付战乱的吧？而且每个城市的地道都只会有几个人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。反正我救了你们，我欠的债也还清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以后即使相见，咱们也只是陌生人。他走了，咱们现在怎么解散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咱们的队伍现在解散。为什么？和我定契约的是拉法尔，不是你。现在小哥不知去向，所以没有和你同行的理由。原来你和那个精灵一样，没有利用价值就顺手扔掉，而且后会无期。抱歉，小姐姐，有些事不能把外人牵扯在内。还好他没走远，这家伙既然是飙风的人，为什么要救我们？他拐弯了，消失了。哼，又被这小子溜了。很
高明的手法，而且和小哥很像，加上最初机关的秘密通道，看来有些事需要打听一下。原来是使者大人，在下失礼了。里面讲，城主大人正在休息。有了。他居然先我一步来通知密道外泄，看来不用我多事了。仔细想想，其实刚刚不应该那么冲动就走掉的，搞得要是再见面，会很尴尬。怎么办？拉法尔，拉法尔，站住！不要跑啊！你这胆小鬼！不见了，奇怪，刚才明明看到。拉法尔，不行了，地势越来越……哇，终于吃饱了。我娜威布莱德一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。说吧，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不要客气。喂，你这样死盯着，难道是因为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刚刚都没发现，原来我的恩人是个小帅哥呀！帅哥哥，帅哥哥，让我做你的腿部挂件吧。人美温柔，听话能打哦，带上我你绝对不会吃亏的，怎么样？你真的想报答我？我只有一个问题，盾上的洞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对手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一个剑术大师。这块盾虽然不是什么稀有金属打造的，不过强度也相当高，但是在那个人的剑面前，就像纸一样被射穿了。要不是我身手敏捷，险些连我也被射穿了，好不甘心。从手法看，的确是精灵的剑法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些剑孔上感应不到希尔弗的气息呢？难道是我的判断有误？喂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难道对我的盾很感兴趣吗？你刚刚打斗的地方在哪里？坎帕城吗？坎帕城？不，我是从诺言卡拉山口过来的。那是哪里？诺言卡拉山像一条龙，蜿蜒曲折地坐落在这片大地上。我们那时从龙尾过来，山口就是龙头，出了山口对面就是坎帕城。可惜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人，卑鄙地在山口伏击我们。话说，帅哥，你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啊？看来还是得回坎帕城看看才行。我从刚才就想问，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？我不说了吗？我要报答你的救命大恩呢。不需要，你离我远点就可以了。听着，小帅哥，你救了我，那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什么？不，我是说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再说，你忍心扔下我吗？忍心？总之我跟定你了。小帅哥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是我眼花了吗？后背上出现了风翅膀，这下就可以甩掉他。喂，上面呢？这气息，难道？小帅哥别着急，有我。从来没有人这样爱抚我的脸。果然，这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她不是应该和那个使大剑的在一起吗？喂，看上面！走吧，过去看看。好厉害！他们是什么人？把那个女人从半空中扔下来，他们有什么目的？那个纹饰是妖风。帅哥，这些家伙不是人呐，他们都是钱呐！妖风的人可是通缉榜的常驻组织的，可惜都被你射死了，不然赏金还能翻好几倍。你误会了，
他们没死，只是昏过去了。听说你们人类很不喜欢一击毙命，所以我只射伤了他们。什么叫你们人类？说的好像你不是似的。没错，我的确不是人啊。我认为我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了。这声音是……没想到你看起来性格挺严肃的，还会说冷笑话。耳朵？难道你真的是？原来精灵真的存在啊！我一直以为是在骗人的。没错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消灭我吗？不行，不可以！你的意思是你在昏厥状态下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就是听到了。你怎么会被装在袋子里？还有，那个使大剑的在哪？走了，我和他分道扬镳了。你们男人都是混蛋。你们的对话在我听起来信息量好大呀！我刚刚就想问，这个大姐姐是谁？你好，我叫娜娜威布莱德，叫我娜娜就好了。因为刚刚小帅哥救了我，所以我要报答他。至于小帅哥的精灵身份呢，我就假装不知道好了。这样啊，我叫依琳，请多指教。放心啦，小依，有大姐姐我在，你和小帅哥的安全就算是有保障喽。这么有信心？当然，大姐姐我当初可是圣骑士学院里的精英学生嘞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女圣骑士呢。嘿嘿，羡慕吧？你们两个可以安静一下了吧？说正事，我现在要到坎帕城去，那里应该会有我要找的人的线索。啊，还要回去？没错，按照现在情况来看，你应该已经成为飙风的目标之一了。不管你想不想回去，那里都会成为某种契机。啊！赏金要逃跑！被我看中的猎物，没有一个能逃脱的。你刚刚那一下要是没击中他，该多好！有人！那样的话，你们两个今天也就不用死了。很帅嘛，最近总能碰到帅哥。算了，看在帅哥的份上，留你们个全尸好了。没想到死人妖还有两下子呢。彼此，男人婆也很厉害嘛。看来想要干掉那个帅哥，先要干掉你这个男人婆才行。不用回头，继续进攻。多谢，小帅哥最好了，有你在，就能拿下这个死人妖了。啊，他们俩倒是配合得很开心。怎么看来，我好像是多余的一样？小依，停止你的攻击，不然我就杀了这个女人！你看清楚啊！这女人现在可是人质，我只要手动一动，她就没命了。拉凡尔，难道你真的要？小帅哥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只是试试运气，没想到被我赌赢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认为攻击背翅膀的刚刚那个人不会放手不管，必然会以救人优先。这么说的话，小依刚才不是很危险？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好险，那个人竟然能在被牵制住的前提下，瞬间移动到剑的攻击轨迹前。啊！小依在那边。小依，她怎么样啊？没事，只是昏过去了。还好，到手的赏金飞了，下次再见到她，用她。不然，你这女人，莫名其妙的冲过来想要干什么？难道是飙风的人？
大个子，看你长得挺英俊的，没想到对女星一点都不温柔，求你把我摔的。大姐，讲点道理好不好？见面二话没说，就拿剑往人身上招呼，我要不是反应及时，就被你戳死。再说，我也只是泄了你的攻击，就这么点擦伤还不知足？哼！卡帕，从刚才就坐在这里吃来吃去的，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你还吃什么吃？你说跑就跑，我们差点被那些死盗贼杀掉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连这么一点道义都不讲，还是人吗？话说，你最后一句说的有歧义，我本来就不是人类。别拦着我！我要弄死这个该死的精灵！小姐姐，冷静，冷静！小哥，你做的的确过分了。要是没有我，小姐姐现在早就死在那些山贼手里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也没比他强多少，你们俩没一个好东西。其实，我是去拿新铸的剑了。少废话！莫名其妙被那些该死的山贼盯上，成了他们的目标不说，现在连家都不能回了。你就算找不到那个什么希尔弗，还能回天上。你回托不成，还有商会管你。你们都有可以回去的地方，那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难道我将来的人生就要在躲避追杀中度过，最后死于非命，或是客死他乡吗？算了，事到如今，说什么也都没用了。也许我的人生注定就是这么的不幸。小姨，不要这么沮丧嘛，姐姐让你精神一下。没看出来啊，小姨你年纪不大，却相当有料哎。怎么样，冷静多了吧？来，放松心情听我说，不是回不了家吗？没关系，咱们两个以后就吃定它了。啊，吃烧烤吗？还是水煮？哎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两个就抱定他这条大腿，拖累他拖到死。更何况他害得你有家难回，就得负责任，不是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哎呀，都已经这个时候了，管这么多干嘛？还有你姐姐我呢，放宽心吧，漫长的旅途才刚刚开始。娜娜姐，她神神叨叨的做什么呢？也许在感觉未来吧。要走了吗？咱们要去哪儿？坎帕城。怎么又去坎帕城？我总觉得一去那里就没好事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为什么来到这儿？不是来找人的吗？线索就在坎帕城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没用之前那个神秘兮兮的掌人法术，也没在城里打听过。如果你要报恩的话，跟上就行了。反正你也无处可去了，不是吗？有点不对劲，今天的卫兵数量明显比平时的多。也许是在防备飙风。平常只是走个过场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飙风每次行动都很秘密，一般受害地区在事发后才会有反应。可是他们这次对坎帕城的行动已经被咱们搅了好几次呀。这个嘛，不管怎么样，坎帕城是一定要进的。话虽如此，不过硬闯可不行，我们需要一些手段。城主大人何必这么紧张呢？我又不是第一次来。黑骑士，你怎么能光天化日进城来呢？这与咱们当初的约定不符吧？约定？你要是事事如约而行，我的手下也不会损失惨重吧？直说吧，最近坎帕城的佣兵工会是不是来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？佣兵工会？坎帕城的佣兵工会一向是边缘地带，哪有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？老大，一定是这老家伙要对我们不利。这话说的没有道理。如果想害你们，我就不会在与飙风对抗20年后，又选择与你们合作了。没错，城主可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。
我进城可不是听这些废话的。咱们说正事吧，卡纳德城主，我希望你接下来配合我们。父亲，我们真的要帮他们？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步，只能将错就错下去。不过，我们翻身的机会在后边。喂，大姐，这就是你想出来的手段？没错。没错什么没错？我这种装扮，一眼就能看出不对劲来，好不好？放心，我自有办法，你别紧张就是了。下，你们几个立禀检查。这位帅哥，我们是城主的客人，给个面子，检查就免了吧，好不好？客人，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这种命令，而且，这位女士，你看起来有些奇怪啊。喂，被怀疑了，你不是说有办法吗？这么完美的化妆都会被识破吗？那么扎眼的装扮，只有白痴才看不出来。别说那些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有机可乘。非礼呀！你们这些卫兵简直就是流氓，借检查为由非礼我。人家还是大姑娘，被你们这么一搞，要嫁不出去了。我不管了，我要到城主那里去告状了。小一、小帅哥，跟着大个子往城里跑。喂，不要这么激动了，等等我们！我说他们就这么进城了？傻站着看什么看？这明摆着就是要蒙混过关，这里面一定有古怪，还不赶快追！来人，跟我一起追那几个女人，等到城主那里，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们已经跑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去了，赶快追！找不到啊！那几个家伙就跟消失在空气里了一样。少废话，找不到人，咱们都得完蛋。还不赶快继续找！没想到你这大个子居然还有泼妇的潜质。少来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想出这种主意？开始说不是直接进城，但我感觉这比直接进城还傻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我们是进来了。那些卫兵现在只会搜寻4个女人，咱们换了衣服，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小哥，你是不是有兄弟，或者说族人在坎帕城？你知道什么？还是遇到什么人了？前2天有人在这里暗中狙杀我，幸好我及时察觉，勉强接住了那个人的剑，而且那个杀手的感觉跟你很像。要知道我的事，为什么不来问我呢？希尔弗，明知自己不是对手，还要追过来，我应该称赞你勇气可嘉，还是嘲笑你自不量力呢？叛徒，今天就要让你接受审罚！顺口就擒吧！真让我感到意外，你居然比上次交手时更弱。这么轻易就被看穿了，果然面对这种等级的对手，耍花招是没有意义的。只有把全部力量集中一点，以一击决定胜负。终于要全力应战了吗？不过可惜，始终是以卵击石。真是遗憾，以你的能力是无法击败我这个叛徒的。既然如此，不如……说大话的同时，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身后？竟然直接用手就挡住了我的剑！明明没有那么强的实力，还要螳臂挡车。人类都是笨蛋吗？我现在的目标只有拉法尔一个，优先解决掉他就好了。大个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来帮忙！大姐，你嗓门还真是够大，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。哦，你看起来不是寻常之人。前2天承蒙阁下弓箭招待，择日不如撞日，阁下的剑面一并复还吧。算了，稍微给你们点颜色，让你们知难而退也就是。没想到人类居然能接下我的攻击，这是今天第2击，不过到此为止了。
同一天中意外不会出现第3次。喂，这家伙要做什么？估计是要放什么必杀技，难道就没有什么对策吗？全连了我曾经的得意弟子。圣光，是光明神，光明神不会看着他的信徒被精灵残杀。光明神，希尔夫消失了，莫名其妙的出现，然后莫名其妙的消失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谁知道？他上次偷袭我也是这样。喂，拉法尔，你没事了吗？刚刚依琳说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圣光，那种感觉好熟悉。就好像我曾经沐浴了3次的至高神的神赐之恩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那种感觉并不是相似可以形容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拉法尔，醒醒啊，拉法尔！还好，回过神来了，万幸你没事儿。我没事，倒是你们，如果继续跟着我的话，有可能会死了。还以为你要说什么，你忘了我们之间的契约还没有履行完毕了吗？我骑士学院娜娜姐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，再说和死亡擦肩而过，早就是家常便饭了耶。现在除了跟着你，我还能去哪儿？身后跟着整个飙风呢？这样啊，那么我会尽力让你们活到最后的。他笑了，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哎。先别说这些，找地方把衣服换了才是正事。身为一个佣兵骑士，你的空间袋里不是应该多装点药品或者食物吗？装一堆衣服是个什么鬼？男人不懂少说话。拉法尔的衣服看起来和之前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精灵的衣服就是羽化后的皮肤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，是因为身体状况没有改变。原来是这样。等等，皮肤。小哥，你原来一直都是裸体的吗？呀，小帅哥好大胆啊！不要说这么污的话题了，还是快去找个落脚的地方吧。有时候真的搞不懂人类的思维。接下来我们该到哪里去落脚呢？盖尔来坎帕有一段日子了，对这里应该很熟悉吧？实话实说，现在想在坎帕找一个安全的落脚点很困难。哎，咱们虽然进到城内，但是也等于身处险地。这和找落脚点有什么必然联系？我一直怀疑，坎帕城有人跟飙风勾结。啊，这么说，咱们只要找到落脚点，就等于暴露行踪了。不错。可是，坎帕虽然地处偏远，可怎么也算是边缘这里的中心，怎么会？那又怎么样？有的人也许可以坚持底线，但有的人为了钱，什么都可以不要。说到底，还是利益决定一切。没错，今天那城门的守卫分明就是冲着咱们来的。可守卫只有城主府可以指挥，难道说是城主有问题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不仅有村子被飙风洗劫，每次都是坎帕出手救人，可是一次都没有救成功过吧？无论怎么说，我不会相信的，除非让我看到证据。会让你看到的。等等，我们当务之急不是要先去找个落脚点吗？这我明白，不过目前的情况的确……对了，有个地方，就算是城主让人全城搜索，也不见得会搜那里。真有这种地方？相信我，咱们走吧。小姐姐对那里可能还有点印象。啊，我吗？那个是……
搜索全城也不会搜到的地方，原来是这里。没错，在坎帕大概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。可是小贼当初跟你说2清呢，咱们这样找来，真的好吗？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是你们？谁让你们来这儿的？是你，你成功了。啊，逃跑了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跑是跑出来了，但是现在该怎么办？看样子，他们几个是赖在那里了。我要不要？德尔，你没死？是，德尔，你没死？是你，兰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切，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怎么搞的？你们小队的人全死了不说，还莫名其妙给飙风惹来个难缠的对手。难缠的对手？我怎么会招惹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来。黑骑士大人一定想听听你的辩解。看来只好那么办了。好简陋啊，这里能住人吗？唉，屋子这么小，晚上可怎么挤啊？有地方歇脚就可以了吧，不要要求那么多。说的也对，这里比别处更安全一点，毕竟这里有……嘘，有秘密哦，快告诉我是什么事？咱们可是一个团队哦，你们2个怎么能有个人的小秘密呢？先不要闹了，我有点事要问你，这是什么？树叶。这片树叶是刚刚从天而降阻止了希尔福的东西。说起来，当时确实看到空中有个什么东西在发光，原来就是这个。那么，你们之前提到的圣光到底是什么？圣光就是光明神的神赐之恩啊！神赐之恩，在光明神的子民陷入重重危难之时，光明神总会适时到来，并赐予他的子民以生机。可是，既然光明神说精灵是邪恶的存在，为什么今天的圣光会救你呢？没错，这正是最不和谐的地方。我甚至没有感觉到是什么人扔出了这片救命的树叶。难道真的是什么光明神？不对，这世上唯一的神就是至高神，我不能被邪魔歪道迷惑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咱们听到的光明神的旨意都是光明教会散布的，谁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光明神下有光明教会，光明教会底下又有各大分会，分会之下又有散会，有等级就有利益，有利益就有猫腻。是吗？我还一直想去光明教会的圣都市看看呢，在我们所有人心里，那里都是圣地。圣都啊，那里是猫腻最多的地方，不过大多数人都看不到。这么说，坎帕城里有光明教会的分会或散会，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？应该没有啊，这么偏远的小地方，光明教会的人怎么会看得上？不是说了吗？这树叶是光明神的恩赐，既然是神赐，跟教会的人有什么关系？终于把你们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给找到了。看你们这回往哪里跑！老规矩，我数3个数，不束手就擒，我们就一起冲进去。没想到我居然抽中了下签，算了，勉为其难吧。那个，让娜娜姐一个人去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愿赌服输呗。不要闹了，很危险的好不好？门口带队叫骂的那个家伙叫做亚恩，臂力奇大，是飙风黑骑士的得力战士。不过嘛，那家伙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头脑简单，以大姐的能力胜之有余。哼，竟然派个女人应战，看来大人真是多虑了。这样的家伙不用带这么多人来，我一个人就能全部搞定了。你就是那个叫什么亚恩的家伙？没错，本大人今天要把你们几个一网打尽，赶快投降，省得我费事。哦，看起来还真是被小瞧了呢。
怎么可能？这女人竟然连铠甲都……那个白痴竟然送上门让人家打！娜娜姐好厉害！那是气罡术。那是什么？是骑士战斗训练中的一种辅助技术，融合了武术中的呼吸法和魔法中的硬化术二者之长，能够在有效提高身体部位的硬度的同时，不产生负面作用。难怪一脚能踢碎那家伙的铠甲。虽然我知道大姐一定不会说，但是这种打法嘛，不免让男人感到胯下一紧。喂，大个子，他们的队长已经被我搞定了，出来清扫战场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几个杂兵还是应付得了的。小哥和小姐姐在屋里稍等片刻，马上就好。我说，你还真等着吗？外面打成一锅粥了，还不赶快去帮忙？目前只有你最没资格说这话哦，因为你总是被飙风袭击的那个，而且这么多人反而会让我暴露身份，引来更大麻烦。照这样看，出去帮忙的应该是你才对吧？我之前也击败过一只灰神种，那个应该是幼体吧，没什么战斗力的。竟然这么小瞧我，今天就让你知道，我也是练过拳术。盖尔，你难道把他们都……全部都是轻伤加……姐，刚刚和希尔夫战斗时，不得已消耗了本就不多的灵力，还好有他们在。灵力恢复需要时间，但愿这些家伙知难而退，能暂时罢手。亚恩这家伙就是典型的有勇无谋。什么？险些坏了大人的事，还好有我殿后。他这种白痴尚且不提，恐怕接下来的人你们就搞不定了。这些人是坎帕城的守城兵，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和正规武装力量抗衡吗？还是投降吧。怎么样，小姐姐，我说对了吧？这些守城兵这时候出现，充分证明坎帕的上层人物和飙风有勾结。杀了他们！看来今天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，也不知道娜娜大人的厉害。那是这些，有点意思。大姐要动真格的，那我也得拿出点实力来了，看看这些守城兵到底有多强的战斗力。没想到那两个家伙如此厉害，看起来那些守城兵一时伤不了他们。不过这两就另当别论了。只要搞定他们，那两个主力瞬间就会瓦解。你把我拉回这屋里是要做什么？救你啊！不然被弩箭射死怎么办？躲弩箭，竟然跑到这么窄小的地方，你没有常识吗？少说废话，把之前存在你那里的东西给我。好吧。这乱七八糟的感觉倒是挺亲切。喂，妹子，你以为躲到屋里就没事了？你们这样被干掉只是时间。确实，逃来逃去的都已经腻了，是时候该换换口味了。哼，换上了武器而已，虚张声势的我见得多了。是吗？那就试试看吧。我倒要看看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能耐。弓弩队，齐射准备。魔装弹，常规弹头装填，扩散模式。看来还真是小瞧了你呢。之前被追得跑来跑去，没想到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人。哪里，老实人被欺负急了，也是要反击的。更何况看见你这种家伙，就有种莫名的怒火要发泄一下。哎呀，巧了，我看见比我年龄小的也是心中不忿，恨不得撕烂他的脸呢。为什么盖尔要选择这里落脚？还说没人能找到这里，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？我的屋子，真相全完了。
本以为不用我自己出手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帝岭他们面对如此数量的敌人，落败是迟早的事。唯有使用这个了。菲利西亚，以天上界灵树奥港古银哈尔的枝干为材料，并辅以稀有矿材梨渊石锻造而成，所射出的灵力足以。总算是逃过一劫，吓死我了！没想到小哥还能玩出这么暴力的攻击方式。不用担心，这个攻击附带敌我识别，不会伤到你们的。小帅哥有这样的战斗力，下次早点拿出来，害得我还得启动一次这玩意儿。既然这么厉害，刚刚开打时怎么不见你动手？考验啊！你把这次战斗当做对你们的考验就好。小姐姐就不要跟小哥计较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坎帕。守城兵都成了彪风的手下，恐怕这城里没有安全之地了。我要找的人还在这里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小哥还真是固执，幸好战斗被小哥一下制止了，不然再打下去，屋子就被拆碎了。屋子毁了不要紧，要紧的是里面的密道，要是被彪风的人知道了，就不得了了。那个人难道是德尔？这么长时间不见回信，难道事情有变？应该不会。就算亚恩失手，后面还有赫莎，难道他们两人还对付不了？幸好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他们两个。一群废物，这么多人居然搞不定几个人。其余人集合！彪风，彪风，彪风！父亲，彪风的人也太嚣张了，之前咱们还是合作，现在又算什么？不要急躁，塔博。咱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忍耐二字，你却跟上他们，说不定有用你之处。是，总有一天要让他们知道这坎帕城是谁。总有一天要让他们知道这坎帕城是谁的地盘。我说，你为什么还要带着这个半死的家伙一块跑？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，总之这家伙不能死。信号弹是刚才战斗的方向。看来刚才挨了小帅哥剑的人还有没死透的。不是吧？那种下雨一样的密度竟然……这话说的，你背的不就是一个吗？好险，还好及时察觉。这是怎么了？看来不是中箭倒下的，但是小哥的状态感觉从放出箭雨以后就不对劲，一路跑过来连话都没说过。别找了，后面追过来了。拿好。啥？反正你也已经背着那个家伙，没法出手战斗了，多一个也无所谓，而且他也不重，战斗交给我和娜娜姐，你就专心做搬运工好了。哇，小一好帅！倒是很有道理，不过我一个大男人不去战斗，感觉有点儿……不要瞧不起女人。那么，娜娜姐，没问题。见鬼，都跑到树林里还追得这么紧，说不定听小哥的留在城里是上策。那样早就挂掉了吧？对了，娜娜姐，你的骑士之心呢？刚刚一直没看你发动。不要指望这玩意儿了，这东西不是什么骑士之心，而且再次启动需要3天时间。要是强行启动，估计我现在瞬间就挂掉了。不是骑士之心，刻成这么明显的东西，会是假的？喂，想个办法甩开他们才对吧？那家伙好像动了哎！可恶，却被你们毁了。塔博少爷，那几个人已经突破了东门，彪风的人正在树林里搜寻下落，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。那么，塔博少爷，您是打算帮卡纳德城主对付彪风？
帮谁？那就看谁能带给咱们的好处大了。呵呵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总算塔博少爷没有被所谓的父子之情蒙蔽。放心，我既然答应艾欧巴领主帮他得到坎帕城，就绝不会反悔。塔博少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领主大人只有蜜露小姐一个女儿，等你们结了婚，以后这坎帕城不还是您的？这种鬼话，难道我会相信？城主之上还有领主，领主之后还有国王，国王之中又以大陆霸主为尊。只要我的实力能越来越强大，现在送出一个小小坎帕城算什么？咱们该怎么办？等他醒过来，还是逃走？他们在这！妖风追过来了，抓住他们！塔博少爷，前面就是飙风的人，已经在战斗中了。咦，是他？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那家伙。看到那个背长刀的高个子没有？干掉他扛着的那个人。哦，领主大人只让我们帮您做3件事，确定要？我很确定，快去。很荣幸为您效劳。喂，事情不妙，这下彻底被包围了。咱们到底是要……可惜，差一点就得手了，没想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抢飙风的猎物，不想要命了吗？哎呀呀，不愧是黑骑士大人，差点就要了我的命呢。请您放心，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，只不过鹿死谁手就要看谁抢先一步了。喂喂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飙风追杀咱们，刚刚那个不知道是谁的家伙也来追杀咱们，然后他们之间又开始互撕。八成他们2伙人都把咱们当成猎物了，然后现在在争夺狩猎权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看情况想跑很困难，论打的话，人数又不占优势，还是静观其变的好。等于没说。那个是有点意思。传令，变更作战计划，咱们掩护那几个家伙逃走。老大，塔博少爷不是说咱们是领主的人，与那小子何干？上，拦住飙风的人！就知道这些人来者不善，也好，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能耐。他们这算是掩护咱们逃脱吗？不管算不算，先逃了再说。盖尔，好巧！这算是掩护咱们逃脱吗？不管算不算，先逃了再说。盖尔，好狡猾！小一，你忘了，大个子可是自由佣兵，脚下抹油的本事大得很。老大，那几个人已经跑远了。很好，咱们的任务完成了，不用和飙风的人死磕，撤！可恶！这群混账，坏了我的好事！整个飙风竟然抓不到区区几个人，简直一语扫地！大人，对不起，大人，我不用道歉了，去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白骑士，让他在整个奥斯陆冰原带发下通缉令。如果今晚追不到那几个人，那就让整个奥斯陆成为围捕他们的大王。咱们这是往哪个方向走？应该是西边。那不是到了噬天的势力范围了？放心，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是飙风和噬天的范围交界处。
理论来说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了。除非世天要和飙风撕破脸，要不然……那是什么东西？世天。我说，刚打完还要打吗？跟这些人不用废话，直接动手就好了。喂喂，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死啊！终于完了吗？这么大的声音，时间长了会死人的。头好疼啊！我说前面是人吧，这下相信了吧？这几个家伙胆子倒是真大，不知道世天的名号吗？也许是飙风的人。怎么会？他们跟咱们好歹也是划清界限，这个时候能跑到这里来，还是小心为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个时间在这里要做什么？我们只是无辜的路人而已，是被飙风的人追杀，不得已才跑到这里。被飙风追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放心，这东西无毒无害，很安全，只是检查一下而已。检查？是啊，你们声称不是飙风的人，就得证明一下。但是有女人在，我们不能挨个搜身，所以这种方法最方便。没想到强盗里也有绅士，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那个女人身上有石浆水的痕迹，右边那个趴着的人身上除了有液态的石浆水，还有解药。石浆水是飙风的独有毒药，你们说自己不是飙风的人，这点又作何解释？等一下，这都是误会。我就说直接动手吧，白浪费口舌。好吧，大姐，你赢了。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。几个人就当做是诛灭飙风的开胃菜好了，动手！哈哈哈哈！来了。喂，大敌当前，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当然是我们不用再打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他们想不想放咱们的问题，而是……飙风，探子还在这里，消息是什么时候传过去的？头，怎么办？是迎击还是先收拾这几个探子？优先迎击飙风的人，探子一会儿再说。上！世天的多组战车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还来势汹汹，这一定跟逃跑中的那几个家伙有关。这个杂鱼竟然能搬动世天的人，真是有点小瞧他们了。不管怎样，拦路的都是敌人。他们两伙人打得好热闹，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。看来咱们暂时被抛弃了。那么，趁他们还没明白过来，咱们赶快开溜。没错，快走！别跑！你们几个打得这么混乱，还能看见我们偷跑？别废话了，先跑再说。丛林能有效阻挡骑兵和多族战车的行击效率。天上不是还有飙风的飞行兵吗？还是小心为妙。看情况，那些人应该一时半会儿追不到这里，先休息一会儿好了。这个提议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夜里逃跑疲惫感比平时要明显的多呀。安全只是暂时的，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，更何况德尔和小哥都昏迷不醒，还是要赶快考虑下一步的对策。想不出来啊，还是先从这里出去再说吧。怎么了，小一？奇怪啊，沿途我零星扔了几个染色球，但是现在一点反馈都没有，说明咱们已经把飙风和世天的人甩到反馈范围之外了呗。不，
小姐姐这一提醒，似乎有点不对劲儿。就算战车和骑兵受地形限制，无法搜索咱们，但是步行单位呢？还有偶尔掠过的飙风飞行兵呢？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。这地方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不好的预感？你说的难道是鬼？不要说出来呀，好可怕！猜中了。趁机欺负女孩子很有意思吗？抱歉，但是有一说一，这片森林的确有古怪。古怪？也许是黑夜导致的心理作用吧。黑暗和未知都会导致内心恐惧感升级。不，我说的是这些树就好像是活的一样。别逗了，树当然是活的，要是死掉就是木产了。啊，看来我没表达清楚，我所说的活着，并不是指植物，而是说这些树拥有动物型生命体征。动物型？你是说这些东西就像装死的动物一样？大致是这个意思。胡说！奥斯洛地区根本没听说过有这种活着的树啊！唉，话说在前，小姐姐，这次可不是吓唬你。你们不觉得刚刚飙风和噬天的人消失以后，这森林里就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咱们吗？确实灵性有过几次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被目光舔舐身体一样。大姐你居然还有这种经历，真是人不可貌。欺负完小姨也就罢了，竟然连老娘也敢调戏啊！这是好奇嘛？我过去还是见习骑士时，仰慕者众多，所以经常能感受到无数目光扫来扫去。原来是这样，好可惜呀！可惜什么？找死是吧？唉，真怀念家里的热水和床。看来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从这森林里出去。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？现在最优先事项就是找个合适的地方露宿。你这家伙今天废话怎么这么多？为了缓解一下气氛嘛。拉法尔，你没事了？他们两个胡闹的声音太大，把我吵醒了。吵醒？你一直在睡觉？我们费尽周折把半死的你救出来，你现在跟我说你这一路都是在睡觉？养精蓄锐才能更好的战斗，不是吗？而且一路过来，你们也都把麻烦解决掉了。那还真是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算了，醒过来就好。我们还是找个地方歇歇吧，折腾到现在了都。确实啊，我好想喝口水，吃口热饭。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。再往前走会儿，那有条河，希望能找到新鲜的食物吧。喂，你们俩就这么走了？这家伙理所当然就给我背了。小哥怎么也这样？等等我！见鬼！为什么是我来生火？我可是佣兵，一名伟大的自由佣兵。能不能停止你的抱怨？我还是见习骑士呢，不照样该打杂的活？拜托，至少等到我们到了真正安全的地方再吵好吗？想吵就让他们吵吧。人类本就是喜欢争吵、暴力和烈刑的种族。今天白天休息，傍晚出发。如果他们要把休息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争吵上，那随便。拉法尔，究竟怎么了？为什么一觉醒来，你又变成了刚见面时的讨厌样子？你不是救过我吗？我几乎以为精灵不是像传说中那样冷血无情了。为什么？人类，哼！至高神说，人类是卑劣的种族，凡见到他们的精灵，都应该将其消灭。为了完成使命，我还是得与他们和平共处。说实话，他们还算是不错的合作伙伴，但是依旧不能放松警惕。天上界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？虽然只是离开了几天，但是真的很怀念。
之前的原来是生命之树的叶子，本该第一时间就认出的。难道在人间界这么几天，我就被愚蠢的人类同化了？拉法尔，你来看看，德尔情况有点不妙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？他的情况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帮过我们呀，他救过我跟伊莲，你能救他的吧？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你受雇于我，应该听从我的指挥，所以我没有理由救他。没错，大个子，你也是在大陆上行走不少时候了，应该不会是这么天真的人吧？没有人应该无偿帮助另一个人。好吧，你们说，要怎样才肯帮忙救人？我的队伍人已经够多了，这个人的死活与我无关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感觉你很关心他的死活？他救过我和盖尔，用的是坎帕城的逃生密道。伊琳，闭嘴！哦，看来他的身份不简单啊。我希望这件事不要再被提起。给你，我的储物空间里偶尔也是会装一些救命药品的，算你欠我个人情吧。快点吧，等你把人救好了，我们再启程。你不是说傍晚出发？我改变主意了。又要回坎帕城吗？现在恐怕那些追杀咱们的人……不，在回坎帕城之前，我要去另一个地方。我要去刚来人间界的第一站。妈呀，伊琳，你怎么带的路？我来奥斯洛这么多次，怎么从来没遇到过今天这种见鬼的风雪？这能怪我吗？还不是拉法尔说要尽快找到他当初来的峡谷。这片冰雪原是唯一的进路，走其他的路线要走上好几天，而且还要经过那2个强盗团的地界。冰雪原，这不是著名的找死之处吗？传说这里是整个大陆最冷的地方。不止如此，还有人说那些可怕的怪物灰神种就是在冰雪原的某处进行繁衍的。怎么越来越有一种即将踏入死亡陷阱的感觉？放心吧，正常情况下那些怪物是不会在这个季节出现的。正常情况听起来就像是在立 flag 一样。果然不出所料。还好有心理准备，听说这东西身上有好多宝物，很值钱呢。不如让我们……还要多久？看吧，有这个变态精灵在，根本没什么危险嘛。好吧，你赢了。从这里走过绕过去，再走不远就是你从天而降的地方。很好，走吧。拉法尔究竟是哪个级别呢？哪个级别？比如骑士，按实力分为见习骑士、初级骑士、红心骑士、圣心骑士、光明骑士。这个不好说，谁能知道精灵的实力怎么划分等级呢？他之前好像很虚弱，现在又这么轻松，一箭就射死灰神种甲兽。要是能跟他打一场就好了，我肯定能评估出他的实力等级。他是精灵啊，而且听他说话的语气，他只是来人间界执行任务的。对于人间界来说，他就是个过客，评估实力有什么用？你就没想过他执行的任务是什么吗？万一是毁掉人间界呢？一个精灵毁掉人间界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光明神的神迹已经在大陆上渐渐消失，如果这时候像传说一样，精灵攻击大陆……放心吧，其实人间界一直都有精灵存在，神传中所说的战争不是没有出现。一直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已经走的影子都看不到了，咱们还是快点追上去吧。喂，说清楚啊！至高神的神谕是让我追捕叛徒希尔弗，可是希尔弗曾是我的老师，
我该怎么？一定是有什么启示是被我忽略的。果然，时间久了，希尔弗当初留下的元素气息已经不见了。可是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。有了，就是这个。喂，小帅哥，介意告诉我们你在找什么吗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？哼，明明就是有什么好吧？你说过咱们是一个队伍吧？这样遮遮掩掩，真的好吗？你究竟找到了什么？德尔，你没事了吗？还是先看看你们这个人类同伴怎么样了吧。是，走。是。盖尔拉格纳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你明知道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现在把我弄到这里来，后面怎么办？这个嘛，当时完全是情势所迫嘛，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。哎呀，看你身体多虚弱呀！这次要不是娜娜的极品药丸，你就死定了。快别说话了，先养好伤才是最重要的。千万别说什么谢不谢的，你父亲当初也救过我一命呢。你认识他父亲？那当初在坎帕城门，你们两个是在演戏了？帕城门，你看到了？当时盖尔在追德尔，和我擦肩而过，之后用石头砍中德尔，才将他抓住。怪不得我和盖尔被飙风追杀时，他会突然冒出来救了我们。这件事不会被太多人知道吧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为什么你们都这种表情？小一，你没说错什么，只不过说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。娜娜姐，这家伙显然是个卧底，谁派的，为什么派的，暂且不问。总之，他是有目的的潜入飙风，而这个家伙呢，显然知道那奸细小子的底。不过呢，现在他们都想隐藏事实，把别人都当白痴，也不知道谁比较白痴一点。哦，对了，这还有个把别人都当傻瓜的，你们还真是一路人。那个，我觉得娜娜姐说的对，我们应该好好谈。没必要，我是队长，你们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被我选中的队员，其他的事情根本无关紧要。好吧，队长大人，您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再回坎帕城。什么？你疯了吗？绝对不行！你们要做的就是听从我的命令。就算你要找的人还留在城里，你根本也打不过他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非要回去？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叛徒希尔弗受了轻伤，所经之处会留下零星的风元素气息。好不容易接近了他，我不能失去他的踪迹。想送死你尽管去好了，本小姐不伺候了。娜娜姐，当初我是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再加上看你脸长得还不错，才跟着你的。在坎帕城胡闹了一通，我也算是救了你一次了吧。现在你的脸本小姐已经看腻了，所以再见。喂，有话能不能好好说呀？真要散伙呀？散不散得我说了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大概你当时战意正酣，没留意到所谓的契约，就是这。好了，这回契约成立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回坎帕城吧。混蛋！谁让你定了什么鬼契约了？随便做出这种事，就算你是帅哥也不能原谅。要我认可你的契约，哼，那就打一场吧，赢了才有可能让我承认。好疼，好疼！小一，怎么了？伤口裂开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每次精灵到人间界执行任务，都是用这种契约控制人类的，怎么？小一，你怎么样？大概是我低估了你的实力，给你的精神力不足以压制你吧。
不过没关系，这次我一定完全压制你。拉法尔，剑石气化，怎么会？难道说伊犁其实是精灵？拉法尔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不对，他若是精灵，在人间界不可能活到这么大，何况那个契约是没办法下在精灵身上的。拉法尔，你想就这么看着他死吗？拉法尔，急什么？尖叫能解决问题吗？这次和刚才不会一样了。伤口愈合了。小叶，你怎么样？你好累，出了什么事儿？你不记得了？我只记得好像被放在火上烧，好热，差点被烧死了。是吗？你脱。脱什么？衣服。我刚刚跟你签署从属契约，却差点把你弄死，被逼无奈，只好改成平等契约。你为什么会排斥从属契约呢？两个可能：一，你是精灵；二，你身上有东西。你这种平凡人怎么也不可能是精灵的，所以肯定是你身上有什么特别东西。让你脱衣服是为了检查你到底藏了什么我一直没能察觉的圣物。你们慢慢吵吧，最好晚点再发现我的消失。这种地方居然还有死人！喂，我说你，德尔，这不是德尔吗？怎么会倒在这里？还有呼吸，先救人要紧。这。你不会是对小姨有什么非分之想吧？我对他？别开玩笑了，我可是精灵。又是这个说法，你敢不敢不找借口？精灵什么的，跟人类还不是一个样。若是精灵，根本就不会误会我的动机，只有内心肮脏的人类才会。可以了，既然大家决定结成一个队伍，是人是精灵有什么问题吗？能不能就事论事啊？我承认人类中有污秽的存在，可是精灵真的就都那么高洁吗？我们都不是精灵，说不定精灵的确没有这种性别的概念呢。干嘛？我说的是实话。那好，你们继续吵，最好能把附近村子人都招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中间有个精灵才好呢。对了，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时间太久。这个峡谷避风，我们村的人打猎回来，经常会到这里来歇脚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一说到实质问题，就要找地方安顿，结果每次扎营之后，还不是什么也没讨论出来。那个叫德尔的小贼呢？一定是在我们说话时溜走了。我去追他回来。如果他把拉法尔是精灵的事说出去，咱们所有人都完了。等一下，不用追了，他早走远了，而且我可以保证，他不会乱说话。原来如此，不用去追那个人，他的气息去向与坎帕城相反的方向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等等，走可以，但是先把情况说清楚。你这个该死的契约是什么鬼东西？契约？这绿色的光是什么东西？很疼！拉法尔，你做了什么？快住手！这就是从属契约中上位者的力量。想解除契约，可以，要么你们乖乖帮我完成任务，要么杀了我。小叶，娜娜姐，来，我拉你上来。对了，娜娜姐，
你为什么要跟着拉法尔啊？开始我跟着他，只是因为我体内的暗伤还没有好。可是现在受了伤，你不会以为他救了我，我就真的会把自己卖给他当小弟吧？可是你还说，小易好天真呐，怎么别人说什么你全都相信啊？我可是乌衣波城里有名的钱串子，没钱的事轻易我是不会干的。可是我一点也没察觉出来啊！如果什么都被你察觉出来，那我早不知道死过几百次了。怎么，觉得我不是你心里那个豪爽姐姐了？幻想破灭了？没有，我也不是天真小女孩，只是最近跟着你们东跑西跑，不小心对陌生人的警惕心降低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不知不觉就开始信任你们了呢。不管是你、盖尔，还是拉法尔。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娜娜姐知道拉法尔是精灵，为什么还一直跟着他不放呢？嘿，小一，我今天已经够多嘴了，别想再套我话喽。你说拉法尔他们有秘密，我看你的秘密也不少嘛。一个个不是装神秘，就是当哑巴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说话。奇怪，明明看他来到这里。喂，拉法尔，你在搞什么鬼？我就知道，你就一定会跟过来。那么，马上出发吧。等等，去哪儿？嘘，小点声，别让他们听到。怎么，怕我对你心怀不轨？怎么会？盖尔不是说精灵没有性别概念的吗？精灵有性别，人类所说的生殖，精灵没有这种肮脏的行为。谁问你这些？我只是奇怪，你这样鬼鬼祟祟的拉我去哪里？我怀疑这附近……算了，总之你跟……可是你又定契约又威胁，现在就把娜娜姐他们扔下不管了？放心，事情还没完，我不会丢下他们的。快走，错过时间就得再等一天。你能不能别老是叫个不停？那你能不能别老挑这种地方走？这种地方，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啊。况且，并不是我挑选了这条路，而是他指引我走了这条路。我刚才就想问你了，这是什么？你看到了？唉，之前在峡谷，你的动作那么明显，谁看不到？不就是一颗种子吗？干什么神神秘秘的？娜娜他们一定没有发现我捡起的是这粒种子。看来你的不同不是因为生气啊？难道你果然是精灵？你干嘛？算了，现在不是纠结你血统的时候。搞什么？每次说话都说一半，你刚刚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这口气怎么好像期待我刚刚做点什么一样？你胡说！放心吧，精灵不允许有你们这种人类的感情。至高神说，人类的虚伪懦弱的情感是一切恶的源泉，精灵应该鄙视他们，摒弃他们。什么？那个什么至高神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神谕是绝对的，不容置疑。切！你过来看一下。看什么？这里应该有一条通路让我们继续走才对，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呢？你不是本事很大吗？当初闭着眼睛站一会儿，就能找到你要找的人。刚刚是什么？从咱们刚刚进入山壁前的树林，我的力量忽然完全消失了。他没看见。哦，
不得我们跟了这么久，你都没有发现。你们，你刚才的话我们都听到了。没有精灵的力量，你应该跟人类差不多哟。你说过，解除契约的办法之一就是杀了你。现在我跟盖尔2对1，能不能干掉你呢？可恶！我现在根本没办法召唤精灵弓，只凭肉身力量的话，对付娜娜没问题。至于盖尔，依琳在做什么？我怎么觉得她有点不对劲儿啊？这种脉动感，跟当初发现拉斐尔的时候好像啊。这是水。这个影子是生命之树，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还以为要被溺死。世界树，生命之树，给予我们生命的源头啊！终于。你醒了？这是哪里？出了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只是我似乎受到了召唤，而你们被牵扯了进来。召唤？你是精灵，在人间界能受到什么？好熟悉，只是我见到的大树是活的。生机勃勃，活力洋溢，周围有花有草，还有数不清的小动物。什么时候？在哪里？在梦里见到的。听说人类的梦都是胡思乱想产生的，没有实际意义。梦嘛，能有什么实际意义？不，精灵的梦大多数是真相的预示。也许这真相来自过去，也许这真相来自未来。说起来，我来到人间界，反倒经常梦见生命之树。这预示着什么呢？只是因为我今天会在这里见到这棵枯死的大树吗？拉法尔，你……这是种子在发光。拉法尔，那边！4片树叶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树？娜娜姐，盖尔，还以为你们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哈哈，怎么会？我们的命啊，大得很。那且不论，你为什么知道这是生命之树？再者，那是我们精灵的母树，怎么可能来到人间界？当初精灵移居天上界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批弃子，他们没有被带走，而是被遗弃。当初精灵移居天上界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批弃子，他们没有被带走，而是被遗弃在了人间界。这不可能，我们精灵不可能这么残忍。我说的是事实。传说那些精灵离开生命之树的庇护，几乎全体死亡，而那些濒死的精灵为了自救，重新培育了一棵生命之树。这不可能，是生命之树孕育了精灵，不是精灵种出了生命之树。我明白了，我梦中见到的就是培育这棵树的过程。一群人穿着戴帽子的黑衣斗篷，很忙。后来这棵大树就出现了，我们4个来到这里，这棵刚刚还枯死的大树就长出了4片新叶，说不定，哼，摘下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叶子，我来了！嘿嘿。
看你能怎么？娜娜姐，没事，生命之树不会伤人的。真要是死了，只能算他倒霉。娜娜姐是因为你才会掉到这儿的，你怎么说这种话？好了，你们能不能等出去再吵？放心，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事呢。如果这棵真的是生命之树的话，你的意思是？大叔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记得我们掉进洞里之后，看见了一棵树。娜娜姐去抓那些树叶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很奇怪的光。回过神来，已经在这个奇怪的地方了。话说回来，这些水晶球一样的东西，到底是……刚才那一瞬间，看到的是滴水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但又一时回忆不起来。拉法尔，你在搞什么？依琳虽然昏倒了，怎么也叫不醒，可你也不能干脆射死他呀！你在说什么？他不是已经醒了吗？啊？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刚刚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了地下城，还有水里有人。你真的看到了？什么意思？你在怀疑我欺骗你吗？明明我们4个都被这里的这棵生命之树所承认，可是娜娜和盖尔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看来假的就是假的。这棵生命之树与真正的母亲树再相像，也不可能是真的。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之前经历的一切是在做梦吗？如假包换的石头，咱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，万一一会儿又把咱们掉下去。妖风，藏起来，快！你没事吧？我有什么事？之前你不是说精灵能力用不了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不然刚刚我怎么能用精灵剑唤醒你呢？嘘，还不住嘴！不想要命了？这2个人类居然把我给护在后面，真有意思。是把我当成同伴呢，还是没发现我恢复了呢？得让他们知道，精灵可没那么弱。说法！我去，你不是没有精灵的力量了吗？怎么还能这么转？咱们从山腹中出来之后，这里对我的禁制好像忽然就消失了。这么说，一切都是因为下面的那棵大树了？那棵树难道真的是传说中弃精灵的母亲树？只有天上界才拥有精灵的生命之树，只有这种才配称为母亲树。请不要随便使用这个神圣的称谓。快看，那几个强盗还活着耶！不是你说不能随便杀人吗？莫非我留下他们性命倒错了？拉法尔，好神奇！你居然没说人类是如何伪善，如何卑劣，你居然会替人劝！你们2个好像在说什么我跟盖尔不知道的事，有内幕哦。没什么，不过这几个强盗要怎么办？当然是换钱啦。要知道，一个飙风强盗可是等于不少。可是咱们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换赏金呢？这个……对啊，离这里最近的拥有佣兵工会的城市就是坎帕城。难道去坎帕城换？可是
总不能把这几个家伙放了吧？这可都是钱呢。钱嘛，不算什么，只要你能帮我完成任务，我保证会给你很多钱。真的？这几个人毕竟是小喽啰，赏金能有多少？精灵的东西在人间界可是有市无价的。好，你这个大腿我抱定了。队长，以后你指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娜娜小姐，之前你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现在你这态度也变得太快了吧？好歹我对钱的态度一直没变过，总比你一直和稀泥，这只精灵对人忽冷忽热强多了。说的简直让人无言以对。拉斐尔也是奇怪，对我们的态度忽冷忽热的。他对其他精灵也是这个态度吗？脾气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。刚刚这棵枯树引领我看到的东西，到底是真是假？还有依琳，他为什么会跟我一样得到大树的引领呢？他都看到了什么？慢慢我都会弄清楚的。所有事情就是这样，白骑士大人，请您。连这几个人都处理不了，我看黑骑士也别出去丢人现眼了。可是这次实在是……我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？是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谁给他们的胆子来找飙风的茬？我看他们是活腻歪了。来人！是。你带人去坎帕城，把黑骑士那里肃清。先等一下，黑骑士大人的意思是让您在整个奥斯洛冰原带发下通缉令。哼，还惦记着你那什么黑骑士大人？你可要搞清楚点，这冰原大陆的分团是我说了算，你对他倒是够忠心。可惜呀，在飙风里，忠心从来就不是值得称道的品质。让黑骑士去纠结坎帕城那个弹丸之地吧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有点不妥。有什么妥不妥的？真能端掉飙风这个分团的话，咱们收获小不了。唉，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碰到德尔。他在坎帕城里向飙风的人告密，咱们救他之后又逃走，想他干什么？其实德尔和你猜的一样，他确实是卧底。德尔实际是坎帕城城主卡纳德的人。这有什么？不是说那个城主跟飙风有来往吗？不，城主并不是真想向飙风认输，他是想彻底铲除飙风，才派人。飙风会怎样，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我只关心那几个人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应该是真的吧？他们说的情况跟我在这里了解的一些东西是吻合的。何况那3个小贼虽然被放了，但是你肯定在他们身上做手脚了吧？他们说的若是假话，那正好，咱们把他们再抓回来，想办法换钱。但愿吧。你能力恢复了吗？怎么不用之前的那招找人？元素气息有停留时间限制，时间一长就追踪不到了。那就是说你现在追不到那个要杀你的人了。太好了，那个什么至高神让你执行这个任务，就是欺人太甚嘛。实力差距这么大，也不多派个帮手，离谱到家了。住嘴！不许对至高神不敬。至高神如此决定，必然是有原因的，否则怎么会助我们脱险？搞没搞错呀？我是在为你打抱不平。你这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快看，飙风有动静。等等，这些人怎么不走了？要是发现咱们就麻烦了。被发现了，有意思。白骑士大人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咱们的人现在留在分团的多吗？不多。最近黑骑士一直在外面乱跑，分团的事都是大人您在处理，咱们的人大多被派出去了。那就好，走吧。天黑之前赶到噬天驻地。那个女人看过来的时候，目光如此锐利，我真以为她发现我们了。她的确发现了我们。哎呀，不可能！如果她发现了，怎么可能不过来查看？这会不会是个陷阱？陷阱？你看，那3个小贼
莫名其妙就出现在咱们身边，然后轻易就被抓住了。哦，有道理哎。听说飙风的人都是硬骨头，那3个家伙却那么容易就招供了。而且就那么巧吗？你急于寻找的线索，正好就被他们说了出来。所以，你们认为这是个圈套，为的就是把我们引过来？女人的想象力真丰富。咱们遇到那3个飙风的人，根本就是意外。他们怎么给咱们设陷阱？那现在这个发现我们的人，为什么会如此简单放过我们？也许跟飙风内部的派系有关吧。至高神说，有人的地方就是贪婪、破坏与战争。像飙风这样一个几乎遍布大陆的团体，怎么可能和谐？又来了，说到人类的恶行，我就格外的兴奋。将来别让我发现你们精灵的弱点。哼！刚刚那个女人的打扮，应该是飙风中的白骑士。哦，我以前也听过，飙风的每一处分团都是由黑白骑士共同领导。据说黑骑士主外，掌杀戮劫掠；白骑士主内，管内政财务。可是有一件事你一定不知道，所有的白骑士都是女人。不可能！有几个女人愿意加入强盗团？又有几个女人能在强盗团里坐上掌权的位置？小一，你这种想法可不对哦。你忘了，飙风的头就是一个女人呢。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跑题了。听说冰原分团的黑白骑士不和，我想白骑士刚刚放过我们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这么说，现在山寨里应该留的都是黑骑士的人了。光猜是没用的，进去就知道了。怎么进？我们之前不是都转了一圈了？这里围得跟铁桶一样。不，有一个可以进去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？是风，风告诉我了一切。那你说可以进去的地方在哪里？跟我来。进入山寨的入口就在后面。啊！见鬼，这破地方要通到哪里去啊？这还真不好说。不好说是什么意思啊？通常这种密道的出口都会在隐秘的地方，比如密室、卧室等等。这里这个样子，怎么看都不太可能是通往卧室的吧？通向监牢还差不多。以强盗们的非人类思维，说不定还真是通向监牢的。那我们还真是自投罗网了。干嘛都这样看着我？听说在人间界有一种人人都讨厌的东西，叫乌鸦嘴，你肯定就是了。我只是想开个玩笑，活跃一下气氛。你这么害怕干什么？当初见到怪兽都敢一个人冲上去呢。怪兽跟这些可怕的东西不是一个概念啊！别怕，是假的。通道里的风告诉我了，这里除了我们几个，没有其他活人。怎么可能？这样的密道怎么会是死路？还好什么都没有。有好多人私下传说，每个飙风的山寨里都有一条隐秘的逃生之路，看来果然是胡说的。嘘，有声音。救命啊！有人！不对啊，这里除了我们几个，应该没有其他活人。你不要胡说，墙后面明明有人在说话，还有这通道里哪里有风？只要你能呼吸的地方，都有风元素的存在。你们人类可能会说谎，但是风不会。风说这里没有活的生物，就一定没有。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推开土墙看看不就清楚了？等等，我以后面试。好吧，就当我啥都没说过。刚刚的呻吟声怎么没有了？感觉后面好像有很危险的东西。你要干嘛？自然是看看里面有什么。
这是传说中的地狱之花。没想到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房间，更没想到这地方这么诡异。这地方连个灯都没有吗？大白天把窗户拉上干什么？赶快拉上！那个东西在。嘘，不好，有人来了！喂，你怎么样？你在跟谁说话？原路返回，快！白骑士不在，我们总要守好基地才是。来人，进去看看是谁闯入了白骑士的房间。慢着，克莎，白骑士大人的房间好像不在你可以巡查的范围内。哈哈，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还忙着操心锦衣玉食的主子。雪灵，你还真是条好狗啊！没有白骑士大人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进他的屋子。我们刚刚可是亲耳听到这屋子里有惨叫声，你就不怕有外人闯入了白骑士的房间？那有什么？白骑士大人的屋子哪天没有几次尖叫声传出来？总之，这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白骑士大人的屋子哪天没有几次尖叫声传出来？总之，这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赶快把花里的那个人拉出来！这是坎帕城的城主卡纳德。哦，爸爸，你在看什么？感觉有些不对劲，那些藤蔓的攻击竟然如此简单就停止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地震！爸爸，你看花坛！刚刚是什么声音？好像第一次听到。是那个叫声引起的地震吗？我还以为山寨要塌了。雪灵，刚刚那个可怕的叫声你也听到了吧？这可不是平时经常出现的惨叫。我现在怀疑有外人闯入了白骑士的房间。你若再阻拦我，就是不把白骑士的安危放在心上。别做梦了，你以为白骑士大人和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吗？这道机关门防的就是内贼，只要一启动，连我都只能在屋内进行开关。若是想开门，等白骑士大人一回来，我马上把你的请求转达给他，好不好？其他的事情你就别管了。切，人模狗样，整天就知道舔白骑士臭脚，早晚我会搞清楚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阴谋。没想到竟然成功了！刚刚我查看的时候，那东西明明已经死了，怎么忽然又活了呢？无论如何，现在总是成功了。白骑士大人的心血没有白费，夜长梦多，得尽快通知大人才行。白骑士大人，希望之花培育成功，希望之花培育成功，希望之花。希望之花，哼，人类还真是愚蠢，怪不得我会闻到这股讨厌的味道。原来人间界竟然真的有人在养这种东西。这上面似乎还有拉法尔的气息，看来拉法尔跟放出这只鸽子的人距离不远了。拉法尔，但愿你别蠢的去挑战地狱之花，死后无法回到生命之树身边，可是经历了最悲惨的命运了。我去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地道的门被藤蔓堵住了。
没想到这种传说中的邪恶生物，居然在人间界被培育成功了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样下去我们肯定……救命啊！拉法尔！小伊！可恶！似乎我们俩的行动有点多余了。怎么样，能站稳吗？还好。不得不说，很奇怪啊，这花好像有自己的思维，连抓我们都知道先找个人质当诱饵。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，也许只有祈祷。他又活了！拉法尔！我去，不是吧？又来这手？也许和刚才一样，我们不帮忙，他自己也能解决。别说笑了，快想想办法呀！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的拉法尔就这么死掉的。骑士之心，有点意思，看来我也要拿出点实力来才行。娜娜姐，戴尔，伊琳，你当初可是伊莱亚村庄中最厉害的猎手。传说远古时期，这片大陆上只有大大小小的魔兽。不知何时，不知何故，大陆上出现了自称是神的生物。在神的推动下，这个世界诞生了许多种族。据说，最受神宠爱的3大种族联手，可以召唤来兹修佩德的一丝力量。兹修佩德，天地之心，他的一丝力量便能移山覆海。我们被拉法尔的光照住了。刻印徽章。这家伙竟然把徽章！哎呀，好恶心！啊！树藤都枯死了，看来这是彻底完蛋了。可恶！我说，既然你能对付这个怪东西，干嘛开始的时候不出手？拉法尔，是不是找到什么了？别吵！啊！有了。至高神，兹修佩德有反应了。好极了，让波波莱卡去执行下一步计划吧。是。兹修佩德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遮遮掩掩，一定有古怪。兹修佩德，难道是传说中的世界能源核？我倒是听过能源核的传说，据说神正是借助能源核的力量才创造出人类的。可是兹修佩德是什么？兹修佩德是能源核的名字，或者说，是精灵们赋予能源核的名字。能源核的名字在天上界属于禁术级的机密，你一个人类是怎么知道的？兹修佩德，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。什么？地上界关于能源核的传说多了去了，只是个名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对，
能源盒的名字是有什么？我懂了，一定是希尔弗这个叛徒泄露了天上界的秘密。可是我不是从那个希尔弗那里听到的呀。城主醒了，城主，你没事吧？好险，被喷上就完蛋了。快去看吧，有人假冒假的，救德尔，救德尔！我来试试。是谁让你们来这里找东西？为什么来？来找什么？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到这个地方寻找看起来不寻常的东西，而这个命令似乎是一个射箭高手怂恿白骑士下的命令。拉法尔，喂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精灵对人类的手段还没有失败过。我要找的东西一定在这里。啊？但是现在想办法撤退才是上策吧？没错，真城主死了，但是假城主还在。你们确定要回去吗？勾结已经这么明显了，还要当烂好人？你们确定要回去吗？勾结已经这么明显了，还要当烂好人？可是城里的人是无辜的呀，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卡纳德城主是假的。我不会冒险去救无关之人，更何况我是精灵，来这里只是为了执行任务。而且你们不要忘了与我定下的契约，如果你们要强行离开这里到那座城的话，就是这种后果。拉法尔，住手！泰尔和娜娜姐是我们的同伴，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？正因如此，我才不能看着你们去送死。而且你们跟着我也是因为各自的目的，不是吗？不然刚刚定下契约的时候，是契约力量最弱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没逃走呢？你们人类真的很奇怪，有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有时同情心泛滥成灾。你才是最奇怪的吧？怪不得光明神说精灵是人类的敌人。唉，有什么话一会再说吧。似乎有什么东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家伙不是已经爆掉了吗？失策。怎么了？思修佩德的力量让地狱之花重生了。来了！白骑士大人，出事了！什么？刚刚有飞鸽。没想到趁这个时候有老手混了进来。计划变更，走。大人请留步，分团正领马上就要赶来接您了。
传令，启航，追踪。这家伙似乎比刚刚爆掉的还要生龙活虎。刚才有那个什么佩德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们几个掩护。地面和墙已经被消失了，已经被干掉了。不要妄想了，这种程度，充其量就是阻止他的攻击速度而已。因为根茎没有被破坏，所以不能根除。这种花在天上界被称为恶之花，一旦出现就很难根除。它虽然形似植物，但却是像智慧生物一样有思维。刚刚爆掉的那个，他也很聪明吗？刚刚如果没有自修佩德的力量，你以为还能赢吗？也正因为这样，地狱之花才能重生。自修佩德的力量来源于能源核，可以创世的能量。它可以消灭地狱之花，也能够让地下原本蛰伏的花根疯狂生长。没错，正是如此。不过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话虽如此，不过在我看来，植物就是植物。所谓智慧都是骗人，只不过是在依照本能行动而已。娜娜，我的右手麻痹了。这难道是石浆水？石浆水。对了，你身上不是有当初德尔给他解石浆毒的药吗？用那个不就可以？不行。虽然症状和中了石浆水类似，但是不代表毒素类型也是一样的。解药的药理是以毒攻毒，它本身也是毒药。如果贸然用药，娜娜也许就会因身中负数毒而死。我不知道这花和你们说的石浆水是不是同一种毒，不过地狱之花的毒是无解的。你就那么希望娜娜姐死掉吗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当初这种花在天上界肆虐，为了剿灭它们，许多精灵都因为花毒无解而罹难。如果盖尔，你想救就动手吧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人间界有什么方法解开这毒，哪怕是垂死挣扎也要试一试啊！垂死挣扎吗？娜娜，当初你用自己的药救了德尔，而这颗解药是德尔的回报，成不成就看他了。白费力气，以人类的技术，怎么可能制作出？好难吃的药！成功了，太好了！为什么？花毒在天上界是绝对致死的，而精灵都没有掌握的制药技术，居然会被人类掌握。就算你这么问，我也没办法解答哎。药只是从德尔那里得到的而已。现在不应该是讨论解药来历的时候吧？你们看那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家伙在牺牲自己出手的随便，这下彻底逃不掉了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他来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跑了。很简单，再发动一次刚才的合击。啊！不要说的那么轻松好不好？再说我的这个动用一次就要休息好几天才能。没办法，要么孤注一掷攻击，要么直接认死。成功了！拉高尔，你的行动过于迟缓，至高神很不满意。波波莱卡，至高神为什么没有再给我传神谕？还有，
当初在越界时是谁偷袭了我？地狱之花在天上界都已经灭绝了，为何地上会有？人间界的生命树又是怎么回事？人间界的事，让他们人类自己去解决就好。追究太多对你没好处，快去找谢尔弗的踪迹吧。你该知道让至高神失望的精灵会受到怎样的惩罚。拉法尔，拉法尔，喂，你怎么了？你看，地狱之花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个通道，哎。没什么，花的根须既然已经消失，那么应该已经根除掉了，也没有别的通道可走，先从这里试试看吧。什么？要从这里走啊？希尔弗的气息就在这附近，从这里走，说不定能找到他。好吧，好吧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跟你走吧。啊，希望这次没什么奇怪的花了。有了。盒子，你要找的就是这东西。本来看到分团出事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主团交代。现在好了，你不就是现成的理由？出来了！看那边，是刚刚的城寨，原来已经出了这么远了吗？怎么之前进去的时候你没选在这里？怎么之前进去的时候你没选在这里，反而从那个骷髅山进去？这里之前大概被花的根茎占了吧？那时候风的元素告诉我，只能从那里进去。你说咱们之前进去的通道也是地狱之花搞出来的吗？那为什么一点花根的痕迹都没有？那时候的花还是活的呢。是啊，飙风的人是怎么做到在不惊动地狱之花的情况下，
从花根中开掘出一条通道的呢？难道他们已经能控制地狱之花？在陆地上移动的船。你就是精灵拉法尔吧？用这种方式和你见面有些唐突，望你见谅。不过别担心，我和你是一样的。哦了啦，原来你是被直接派遣下界的。哎，你是说希尔弗大人吗？同类就是好呀，见面就很亲近。不光亲近，尺寸也很大。这样啊，我明白了。不过，好可惜，真是很遗憾，难得遇到精灵，但是这么快就要分开了。我会送你们一段路程的。喂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你拒绝了他的什么提议吗？没什么，他想请我们4个和他联手对抗那个飙风。啊？那你为什么要拒绝呢？我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精灵血脉中那种天生的亲近感，所以我怀疑他另有所图。我总听说弑天的人神出鬼没，行动迅速，而且找不到痕迹。原来你们的基地设施是可以移动的。没办法，生存所迫，还被强加上强盗的名号。那么你们4位就先在这里休息，然后我们……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东西。明明是他，他出现了。啊！我还以为来的会是拉法尔，没想到是你。原来如此，你是……放开伊林！来了呀，拉法尔！没想到你居然会关心人类。希尔弗，看来有所误会啊。我关心的是你这个叛徒，不过我想你是不会束手就擒的吧？不会的话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只有全力一战。风之精灵拉法尔，奉至高神神谕，擒拿叛精灵希尔弗。拉法尔刚刚跑出去，一定是去找伊林了。刚刚那个身影是德尔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要管那些了，先找到拉法尔和伊林才是首要的。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无法战胜我的，还不准备放弃吗？这勇气可嘉，但是你的执着是你错了地方。不过还好，已经找到能代替你的人了。就在这里让你明白，所谓的至高神，也不是我所不知的。什么意思？代替我？难道说的是伊林？伊林到底是什么人？至于背叛二字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自然会明白。希尔弗，我这是在天上界，我这是在梦中。即使是梦，我也要抓住你。希尔弗！这是
精灵。刚才的梦是怎么回事？我当初明明是被希尔弗，那个从门中出现的精灵是谁？而且，飙风和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吗？啊，你终于醒了！昨天整个10天的人都睡死过去了，包括你们3个。还好大家都没事。所有人都进入昏睡状态，看来是希尔弗的手段。希尔弗，他来过了吗？难道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但是他的目标似乎是你。啊！就在我昏过去的一瞬间，看到他在你身上翻找着些什么东西。就算你这么说，可是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哎，而且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少。算了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出去吧，我脑子有些乱，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吧，好吧，水放在这里，我回自己房间了。真是，对待别人总是这种态度。你在天上界的人际、精灵际关系也很差劲吧？果然，这个叫伊琳的女人大有问题。希尔弗的睡眠术唯独对她不起作用，还有刚刚的梦。之前之所以能找回记忆，是因为至高神所赐的徽章，但是梦的内容却和徽章的记录有所出入。种种的不协调，都是在遇到伊琳之后慢慢显现的。对了，还好这个没被希尔弗发现。之前那颗至高神赐给我的绿色种子，吸收之后，我的力量恢复了一部分。不知道这颗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？检测起来倒是一样的。这颗种子是希尔弗从至高神那里偷拿的，还是说之前那颗种子也是希尔弗留下的？不过无论如何，能恢复力量总是好的。希尔弗，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都别想逃出我的手心。还有这个越来越让人觉得古怪的伊琳，我一定会搞清楚他所有的秘密。这么长时间，只找到了这个？是的，不过搜寻还在继续。如果找不到他，你们所有人……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雪灵，大人，希望之花没了，但是我留下了种子，就藏在我的面具里。可惜，地下的那些人魁没能及时带出来，不然我们就可以更快。做得好，雪灵。那些失败品有没有无所谓，重要的是种子，你爷爷会以你为傲的。大人，你可以安心的去了。处理掉。大人，就这么处死雪灵，万一被那边知道了……记住，雪灵是为了守护飙风山寨而死的。是。前往最近的飙风分团基地，休整再战，出发。奇怪，伊琳刚刚说10天的人都醒了，现在却只有他自己的房间里有亮光。这些人有问题，看来得先找到他们的头。这里是放置生命之树那间屋子，居然会有光亮，难道……精灵啊，自由的宠儿，这里是精灵的天地，我们自由飞翔。这是生命之树的洗礼，这怎么可能？明明只有至高神选中的精灵之子
才可以主持这样的仪式，而且面对的也应该是天上界的生命之树才对。谁？啊，暴露了！拉法尔，我知道刚才偷看的是你。你难道不好奇我一个精灵是如何在人间界生存的吗？要知道，人间界对精灵向来是很敌视的。把你的武器放下吧，让我们好好聊一聊，把之前没能说完的话都好好说清楚。这是以水为媒介，却能够燃烧物体的冰之焰，但是在他的身上却感受不到水元素。能够使用这种扭曲自然法则的高阶法士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不必在意我是谁，只要记得我们同出一源就好。而且，我只是想帮你完成你的任务。帮我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帮我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想带着跟我一样的精灵回到母亲树身边，这也是我们这些被抛弃的精灵们世世代代的愿望。你们？当初精灵与人类一场大战，最终的结果是分界而居。精灵占据了生长着生命之树的天上界，而人类则拥有了广袤的人间界。这个故事我知道，可有些事你不知道，这些事需要换个地方才能说。来吧，拉法尔，这是你第一次正式进这个房间吧？浮空桥被毁的时候，有很多精灵没能及时赶回天上界。据我所知，浮空桥只是传说，连接两界的是精灵通道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个通道应该只在天上界有入口吧？一个通道只有一个入口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至高神说，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。又是至高神，难道天上界的精灵都不会思考的吗？至高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信仰。至高神的旨意不容违背。明明对至高神有这么大意见，嘴上却说要帮我，你这个人还真是不值得信任呢。我会尽快离开。不行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怎么才能回到天上界，回到真正的母亲树身边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何从人间界回去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你完成任务后，会有精灵来接你。你该知道，不能回到母亲树身边，对于精灵是多么可怕的事。我们只是想要一个机会，可以给同类一次信任吗？睡得真香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就走了？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问清楚呢。你有什么事情想知道？那个正灵为什么要接咱们进去？谢尔弗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跟他做了一笔交易，所以他告诉我一条可能找到谢尔弗的线索。你就这么相信陌生人？他不是陌生人，是精灵。拉法尔，你这样追着谢尔弗有什么用？能抓到他吗？别忘了，他可是刚刚在小镇里把咱们打倒。抓不到也要抓，这是至高神的神谕。虽然我不知道至高神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，还有希尔弗，他如今变成这样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走了。是，跟你料想的一样。把你的幻术解除吧。哼，没想到你还挺厉害，拉法尔居然没看出破绽。那个拉法尔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干嘛要借着我绕这么大个圈子？那就要问他身边的那个人类了。敌人手里的武器，用好了，也能够给敌人巨大的伤害，但是他们的力量还是太弱小了，必须尽快成长起来才行。你最近好像有很多心事，出了什么事？从上次离开坎帕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。这样说起来，你也应该回去看看你父亲了。是啊，
况且当初我离开坎帕城是领了父亲的任务，如今事情搞砸了，我总得回去交代一下。哦，依我看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这里的飙风分团已经消失了。消失？怎么会？是啊，怎么会呢？你父亲身为坎帕城城主，将你这个亲生儿子扔到飙风当了足足3年小喽啰。可惜你们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飙风分团已经不见了，真是白吃苦头。正理啊，您这话我不太明白。卡纳德城主打算先吃掉飙风，再对付我们世天。他的计划我早就知道了。这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可是我上次前进来的时候……上次？糟了！别怕，我既然救了你，就不会反悔杀你。我们的目标都是想对付飙风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合作呢？别说那么好听，我还有父亲交给我的其他任务呢。我不会强迫你，等嘉岩城的事情结束了，再给我答复也不迟。喂，拉法，我们要往哪里走？根据世天的人所说，谢尔福应该在飙风的另一个分团附近。怎么又跟飙风扯上关系了？这不是正好吗？最好这一路过去，能把飙风分团都挑一遍。拉法，你不是有办法追踪谢尔福的踪迹吗？谢尔福的行踪，算了，先按世天的人提供的线索追查一下吧。谢尔福的行踪，算了，先按世天的人提供的线索追查一下吧。有问题。咱们前进的这个方向，前面应该会经过坎帕城吧？从城外绕过去。要不咱们进去看看？去那里干什么？让人再追一次？城里的卡纳德城主是假的，咱们应该去告诉塔波一声吧。与我无关。啊，我想起来一件事，坎帕的逃生通道跟地狱之花的花根在飙风下面流的地道很像的。贾城主应该是飙风的人，你说他当初会不会带了花种去坎帕城？好吧，就去看看你说的那个地道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坎帕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的天，碎的还真彻底。这是飙风做的，还是另有其人？我的村子会不会有危险？拉法，你发现了什么吗？看来被你们说中了。紫色的树叶，难道是？不可能啊！这叶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咱们不正是因为担心地狱之花才一定要来这儿吗？现在安心了，至少可以确定，坎帕城果然有地狱之花。你所说的不可能是什么意思？咱们进飙风时走的地道，应该是飙风的人开掘的，而灭除地狱之花后出现的那个四通八达的地道，则是花根消失后留下的。坎帕城应该也一样，这里的逃生通道流传已久，咱们跟德尔走的时候也没见到地狱之花，现在怎么会突然出现呢？这个问题先放一放，咱们还是先找找有没有生还者吧。成都毁成这样，还会留下活口吗？你也要过去吗？无论如何，去看看没什么坏处。城镇毁成这样，有人也早成尸体了，找什么生还者？你们怎么样都好，反正我是累死了，还是休息一下，就休息一小会儿，一小会儿。你们这些小子有时间欺负后辈学妹，还不如多训练训练自己的技术。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是的，学姐，不，前辈，那个就是号称高年级综合学历第1的娜娜学姐，好帅啊！下一位受勋者，娜娜布莱德。这是骑士之心的授予仪式。
失格者，失格者！综合学历第一的娜娜前辈，居然没能取得骑士之心。切，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整天好像比别人本事大。在咱们学院，只要老师们允许去考核的人，还没有过被骑士之心拒绝的呢。听说得不到骑士之心承认的人，不是力量不够，就是血统不纯。这个女人不会混有什么奇怪又卑劣的血统吧？住口啊！娜娜，醒醒！盖尔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没什么。你们找到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有找到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好在没跟你们一起傻找，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还有活人？不仅没有活人，连死人都没有，只有废墟。只有废墟？怎么又遇到这样的事？你说坎帕城可能不是被地狱之花毁掉的？你们翻垃圾的时候，我又仔细想了一下，得出这个结论。什么意思？说明一下。精灵对地狱之花天生有一份敏感，如果之前这里有活的地狱之花，咱们在城里几进几出，我不应该一点也没有感觉。那刚刚你在这里发现的那片叶子又怎么说呢？切，不是啊，什么嘛！坎帕城出现地狱之花的影子，飙风那里也有地狱之花。啊，你说希尔弗会不会也在找地狱之花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一直追着跑了？我们可以先找到目标地点，然后守株待兔啊！人间界的地狱之花，真。此事打算留在人间界吗？你的思维未免太跳跃了。你们说，如果不是地狱之花，那坎帕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怀疑方向？我能有什么方向？我刚来坎帕城不到1个月，根本什么事情都不了解。可惜啊，这次任务算砸手里了。不了解坎帕城，你认得城主卡纳德，能自由进出城主府，还知道城里的逃生通道，越说越觉得你很可疑。你跟这个坎帕城一定有什么秘密，被我说中了吧？解释！你笑什么呀？说的坎帕城好像是我的情人一样，我能力有限，可没办法把一座城市当情人。这种说法真是狡猾。娜娜姐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那怎么了？在想事情吗？娜娜姐，伊莲，拉法尔，赶快找东西把火扑灭！我刚刚都做了什么？伊莲，动作太慢，拉法尔，你的动作太慢了。不是说要来抓我吗？怎么，这就打算永远留在人间界当逃兵了吗？这声音是希尔弗。别太相信至高神了，听听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吧。我随时等着你的挑战。啊！伊莲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刚刚鬼上身一样，变成了那个希尔弗，没有印象了吗？啊！我变成了希尔弗，跟我过来。
果我现在要杀你呢？你到底要我说什么啊？还是不肯说吗？我根本不明白你在……下一次瞄准的就是心脏了。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是你自己放弃这次机会的，不要怪我。拉法尔，你疯了吗？这次想对小伊做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，让开。拉法尔，我们都不知道你跟伊林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你不能说清楚吗？如果你有质疑的话，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对付我呢？那样岂不是更有效？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，可经过这么多事，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朋友之间，正因如此，伊林现在的样子才更危险。小伊，你们根本不了解现在的情况有多严重，先在旁边稍微安静点吧。又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但是现在你们休息一下才是上策。好了，搅扰的人已经解决了，继续我们的事情吧。小伊，快跑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为了确定杀死对方，气功改剑的想法倒是很不错，不过很可惜，你的想法都已经被我看透了。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吗？拉法尔，我们之间的事何必扯上外人？希尔弗在伊林身体里。哦，自动开门，什么时候我的面子这么大？啊，尤先生。哦，是你？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？尤先生，雪玲。雪玲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他已经留在了分团旧址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是谁害死了他？尤先生，您还是别问了吧。总之，我一定会给雪玲报仇。说来也是黑骑士惹的祸。他在坎帕城不知招惹了什么人，追到了分团，打斗中分团化为废墟，而雪玲为了抢救您留下的宝物，打斗中分团化为废墟，而雪玲为了抢救您留下的宝物，被埋在了里面。黑骑士，坎帕城，我知道了，绝不会放过害死雪玲的人。提欧留下的宝物会是什么？利用伊林的身体出现2次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不是很想抓我吗？为什么不出手？还是说，你其实已经怀疑什么了？拉法尔，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？希尔弗大人，您最近怎么了？我很好啊，跟大多数精灵一样，按着至高神的命令去做每一件事。可是，我总觉得您最近行踪不定。最近波波莱卡也说，拉法尔，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多问。但是，你要是真想知道，可以去问至高神。终于忍不住了，至高神果然没说错。哦，你觉得自己能够阻止我吗？
希尔弗大人，服从至高神的命令是你教导我的哟。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你不会真的要和我动手吧？所以呢，想要利用剑的数量压制，想法不错，不过可惜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希尔弗大人，您这样做是犯规。身为一位精灵长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啊？哦，那么我应该怎样做呢？和你进行无意义的缠斗吗？那样的话，你要不要到神殿里来呢？啊，你明明知道我不可能进去的嘛！啊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失败了。希尔弗果然进去了，一定要在至高神前抓住他。是，明白，已经通知下去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哼哼，看来他们心都大了。去吧，继续你的任务。全天上界，追捕叛徒希尔弗，不允许他离开天上界。是。去看看拉法尔在哪里。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，他现在应该在。这是希尔弗干的吗？刚刚引我来这里的影子，难道真的是希尔弗？希尔弗是叛徒，一定要抓住叛徒。希尔弗，为什么你要背叛至高神？拉法尔，你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我奉至高神的命令，前来人间界追捕叛徒希尔弗。我知道我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我不会后退一步。为了至高神的神谕。竟然用废墟做掩体，为什么没有正面还击？我险些忘记了，这具身体还不能掌控风之元素。那么，拉法，把你的衣领还给你。这怎么回事？和刚刚伊林中箭的位置相同，传来阵痛感。难道当初我给他改动的契约出了问题？又莫名其妙的断片了。娜娜姐，戴尔，那个是拉法尔的契约。喂，现在是恢复了，还是说装不下去了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也许杀了你，我也会受伤。不过现在受伤，总比以后受治要好。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这一次没有掩体可以使用。怎么会？契约的反噬居然强到这种程度？是错觉吗？还是他固执了呀，拉法尔。但你们可不能就此停下，这个世界还需要有人来拯救。小一，手肘再后撤一点，吃的马上就好。拉法尔，你终于醒了。昨晚大家一样睡觉，早上起来叫你怎么叫都不行。昨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我好像忘了很重要的事情。睡糊涂了吧？咱们到
到了这里，只看到了废墟，后来就在这里休息了。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你们还在磨蹭什么？东西烤好了，快点来吃吧。奇怪，到底忘了什么事呢？算了，反正坎帕城已经是废墟，下面的逃生通道也看不成了，还是先做该做的事吧。咱们今晚就住在这儿。是啊，这里能遮风挡雨，而且门也是好的。切，把收拾屋子的工作交给我们2个女孩子做，一点男人的风度都没有。外墙的加固工作可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不是吗？你们吵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其他精灵都说来人间界执行任务很容易，怎么轮到我就这么麻烦？是我眼花了吗？刚刚是什么？啊，总算有地方可以歇歇脚了。今晚就住这个破屋吧。哎呀，这个门好紧啊，打不开。好难开呀！终于开了。哎呀，好疼啊！这下他们追不到了吧？唉，哦，那边有一大片破破烂烂的房子哎。去加盐城的事，等睡醒一觉再考虑好了。这间四面透风，不行，房顶都没有了，不行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间不错哎，就是它了。啊，总算有地方可以歇歇脚了。要先把门挪开。哎呀，这个门好紧！终于开了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小姑娘，还以为是哪个山贼派来的前哨。你们欺负我！从我一出来，所有人都欺负我！现在该怎么办？又哭又闹的小女孩可是很难搞定的。那么，为今之计只有……小姑娘就交给你们了，我们先去外面躲一躲。我去，把烫手的山芋扔给我们2个。算了。来吧，小妹妹，咱们来说说你为什么总被人欺负啊！不要再……这身衣服难道是小鬼身？娜娜姐，抱歉。
一闪一闪的。怎么回事？光团在移动？不是光团，是魔兽！喂，小鬼，为什么你一出现会招来这些东西？这些魔兽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就到地狱里去说吧。你们太过分了！爱丽丝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？要进来了！如果说从前没出过村子的伊林没有战斗意识，那还正常。可是你们两个，你们不是说都做过佣兵吗？别慌呀！还不是以前遇到的猪队友太多了，看我现在一看到有危险，第一反应就是逃。不要再聊天了好不好？出来帮个忙啊！我一个人怎么能解决这么多魔兽啊？我数1、2、3，咱们一起开始战斗。拖后腿的就找地方藏好，全力以赴，干掉这些虫子。总算是都解决了。咦，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昨晚不是很慌吗？怎么现在这么轻松？很简单啊，我趁你们在战斗的时候好好睡了一觉。这个时候居然还能睡得着，真是……一莲，你的肩膀是怎么了？小一，你受伤了啊？没事，只是皮外伤。你们也算是对我有救命之恩了。那我来回报你们一下好了。光明治愈术。伤口愈合了。好了，外伤已经没事了。至于你体内的毒，就得靠你自身化解了。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能把堕精灵造成的伤口治到这种地步，我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精灵是纯洁的存在，不可能会是这种恶心的垃圾。是堕精灵啦！艾尼斯这小鬼，那些响甲兽居然没把它撕碎吃掉，还让我失去了控制权。艾尼斯，你给我等着！圣女的位置一定是我的。接下来咱们怎么处理他？我倒是无所谓。那个，不要乱来啊！这荒郊野岭的，不正好抛尸吗？不要总说这种可怕的话好不好？我真的叫艾尼斯·法尼斯，光明圣殿的灵子。只不过，我马上就要成为圣女了。4个月后，我就会正式入住圣女宫殿。圣女宫殿是最接近光明剑的凡人之地，你怎么这么不情愿？因为一旦住进去，就再也不允许出来了，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当然是因为我曾经见过。无论怎样，这是圣殿与光明神的千年约定，必须遵守。所以，在被关起来之前，我想多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。姐姐，你一定会帮我的吧？好了好了，也只有小一会上你这种当。小鬼，你看到了，唯一会上你当的人，在我们的队伍里说话不算数。切，长老教的眼泪战术失灵了吗？切，长老教的眼泪战术失灵了吗？真是的，你们年纪都比我大这么多，让我骗一下能怎样？又不会害你们。看来软的不行了，那就来硬的吧。你们不满足我的条件，我就杀死你们。哼！而且别忘了，他可是精灵。哼！拜托，咱们是自由佣兵，现在杀了你也不是不行哟。的确是这样哎，不过别忘了，我可是即将成为圣女的人哦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们如果杀了我，神殿里的圣女石就会把我遇到的事全部反馈给长者们。
杀死灵子可是重罪，到时候你们在大陆上就会寸步难行。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听我的话啦？吉娜，吉娜，你在吗？吉娜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刚刚我好像看到有只老鼠。跟我来，塔波雅长者要见你。是。吉娜，别忘了你还不是圣女，你必须要打败艾尼斯。是。你要做什么？不要脱人家的衣服呀！你乱喊什么？你现在这样简直就是现眼包，这不明摆着出去送人头吗？有道理，可是我没有其他的衣服可以换啊。放心，跟衣服有关的，我这里应有尽有。说起来，咱们也好久没换衣服了，大家一起换吧。不好的预感。感觉怎么样，灵子大人？不知道教会的人看到了会作何感想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大概教会的人很难认出来吧？不光衣服，连发型都换了。拉法尔还是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妥吗？准备出发吧，去下一个城镇。感觉似乎比原来帅一点嘞。没想到艾尼斯要去的地方跟拉法尔要走的方向竟然是一致的。我才不想跟精灵有缘分。听说你们去坎帕城逛了一圈，就把城给铲平了，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哪里传出来的谣言？前几天我跑出来之前，光明圣殿刚刚接到了佣兵工会传来的最新消息，内容大概是说2男2女的4个恶人组团灭掉了坎帕城，光明圣殿正准备发布任务捉拿你们呢。4人组啊，跟咱们没关系吧？虽然人数一样，但肯定是他误会了。说起来，现在你们还敢跟我去嘉岩城，胆子还真大呀！现在嘉岩城肯定已经对你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呢。你既然以为我们是恶人组合，又发现了我是精灵，还敢跟我们同行？因为我可以感觉出你们是好人喽。不过我胆大胆小不重要，你们还是想想能不能平安进嘉岩城吧。这就是嘉岩城吗？走了好几天，终于到了。可奇怪，城门居然关着，现在可是上午哎。其实相比之下，我更注意那几张贴在城门旁边的东西。上面的字看不清楚，不过画像嘛，好像是你们4个。看来艾尼斯说的没错，咱们的确是要好好想想，怎么才能平安进城。等下，重点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几个被人栽赃陷害吗？先看看能不能进城。好巧。城门要关上了！拉法尔，有人要闯城门！放箭！放箭！拉法尔，你怎么样？小伊刚刚喊拉法尔的时机好危险，要没有盖尔砍断长矛，拉法尔已经被戳成蜂窝了。不，刚刚不是我想叫的，
为什么好像有另一个人在我身体里一样？为什么好像有另一个人在我身体里一样？哼，原来精灵也不过如此嘛。或者干脆想办法活捉他。要是能把一只精灵带回去，长者们肯定不会追究我逃家的责任了吧？光明神大人，我错了，我不敢在心里想坏主意，不要惩罚我！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？哼，有意思。难不成他们又是来找我们飙风麻烦的？难道是那些种子？如果是那样，麻烦就大了。喂，你们继续行进，我回去一趟。城主大人的命令是让你们2个人要跟我们一起去那个地方。你现在是想逃跑吗？你们管得还挺宽啊。好了，现在我可以回去了吧？说，为什么大白天的关城门？你们别得意，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。你还是老实一点吧，不回答的话，这家伙真的会杀人哦。有强盗！城主收到线报说，最近飙风要来西城。飙风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很好奇？娜娜姐，你干嘛老是下爱丽丝啊？好了，这个不是重点，咱们首要目的是进城吧。切，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一会儿不是还有卫兵要来吗？咱们别给他们添乱了，去树林躲躲吧。不要老针对一个小姑娘嘛，拉法尔又不介意她的身份，和平相处不好吗？我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啊！丑话说在前面，别太相信光明神殿的人。别看了，咱们再往里面走走。这里已经够远了，他们再怎么打也不会伤到咱们了吧？走吧，里面才能更安全。依琳姐姐，你怎么有点鬼鬼祟祟的？是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啊？爱丽丝，你不害怕吗？跟着我们这些奇怪的人和精灵一起上路。光明神说，不要怀疑你的朋友，因为他将是可以守护你背后的人。可是自从拉法尔来了，我就开始遇到奇怪的事情，比如我的身体总是被控制。我为什么会用总是啊？现在不是纠结这些字眼的时候。那你想我怎么做？杀掉拉法尔？不，我只是想问问你对于精灵的看法。我跟拉法尔出来，开始是因为他救了我，后来是因为我把他当朋友。可是仔细想想，我能帮他什么呢？他又为什么一直让我留下呢？还有刚刚好像被别人控制了我的身体。我要安静下来，一个人好好想想，拉法尔究竟是不是我的朋友？我要不要跟他继续同行？光明神的旨意是否要坚定不移地遵行？依琳姐姐，别乱说了。我觉得拉法尔很好呀，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精灵那么坏。也许当初坏精灵比较多，所以光明神只记载了坏精灵的事呢。说不定拉法尔是好精灵呢。可是拉法尔还救过我呢，我是想保护他，才要跟他同行的。你跟精灵是一伙的，我才不会把真实想法告诉你呢。想套我的话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似乎遇到2只迷路的小猫咪呢。白骑士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们不是想逃走吗？我来满足你们的愿望啊！我可以给你们帮忙哦。爱丽丝，现在马上我会跑到城门那边，去找拉法尔他们，我来拦住他。哎呀呀，好强的气场！不会让你过去的。不过呢，爱丽丝！哎呀呀，这下可没办法逃跑了。等等哦，等我把小丫头抓回来，再跟你玩。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掉，看来只能
拉法尔，救命！迎战！哇，比刚才人还多啊！拉法尔，依林有危险！小一，他那边怎么了？让下战友独自逃跑什么的，我仿佛见过这个画面。哼，你就算是喊破喉咙，也没人来救你哦。你就放弃。离依林远一点。哦，很有自信嘛。我要是偏不离开，你能怎么样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根本没注意到我身上的种子？早知道是这样，真不应该回来。啰啰嗦嗦，挟持人质还如此多话。你难道不管这女人的死活吗？散！气流缚，这是将气流变成绳索，用来拘束大型魔兽的招式。虽然年龄似乎有不同，但是你们明明长着同一张脸，为什么我只觉得他好像有点熟悉呢？你这么说，难道是在天上界见过吗？刚刚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我的记忆。先不管了，眼前的敌人要紧。那么接下来，刚刚的脸居然是面具，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吗？那个人相貌和依琳姐姐一样。我见过你吗？可恶！本来知道你们不是为了种子回来的，我已经想放过你们，既然给伤了我，早晚我会……真是愚蠢！逃跑之余，竟然没注意气流缚还在我手中。那个，他现在似乎没有反抗能力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你要做什么？没理由啊！这局暂时算你赢了。你想怎么对待我呢？杀了我吗？还是想做点其他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血都被吸干了，这些藤条人是有意识的吗？就像等待多时的狩猎者一样。刚刚生长速度那么凶猛，现在却停下了。好香啊，花香的味道。我怎么闻到的是腥味？真的好恶心，像是腐烂的东西。
又好像是铁锈的气味。这是腐败血液的腥臭吗？拉法，你干嘛去？啊，现在看到的景象，好熟悉啊！当初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把人当成培养基，种上希望之花的种子，用血喂养，失败了就换下一个。没想到现在，我自己成了培养基呢。白骑士大人，培养基仍然是在希望之花生长到一半的时候彻底死亡，与之前相比没有进展。可惜了，这次的培养基可是个难得的美女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我们是严格按照笔记进行的每一步，为什么总是失败？大人，您说是不是我们选的培养基有问题？培养基？培养基能有什么问题？个个都是新鲜有活力的。我就是觉得咱们之前选的培养基都太普通了，啊，要不要试试看强壮一点的人选，比如雇佣兵？哦，眼神左右闪烁，说吧，自作主张做了些什么？我抓了坎帕城主卡纳德。你有这个能耐吗？这提欧来了坎帕城吧？你有这个能耐吗？这提欧来了坎帕城吧？我很好奇，雪灵。提欧，你的爷爷或者奶奶？算了，他的性别不重要。他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孙女呢？下次再敢擅自行事，我直接用你种花，明白吗？是。不过，你刚才的说法可能有点道理。走吧，带我去看看我们尊敬的卡纳德城主。是。还有脚声，是从加盐城方向传来的。拉法尔那个混蛋呢？明明是他自己要打进城，结果现在就跑了。他在想什么呀？自己搞了事就溜，也不考虑考虑我们吗？这是加盐城全城备战的信号，我劝你们还是快跑吧，不然等着你们的将是地狱。好大的声音！是军队集体前进的脚步声。哟，这不是白骑士吗？放心，就算我们要跑，也要带上你。你说跑？我本来是要去加盐城。很遗憾，加盐城的人很野蛮，他们见到你不会听你解释，只会一刀砍过来。所以说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我这边也准备好了。拉法真是的，总是把事情搅得一团乱，然后就闪人。既然准备好，咱们继续往树林深处走，守城部队不会轻易找到咱们。奇怪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应该是这个方向啊。那边。别想跑！跑掉了。这家伙留下一枝一叶都可能死灰复燃，怎么才能？对了，这株地狱之花刚刚被催生不久，应该还带有元素的痕迹。有了，风元素碎片，难道是希尔弗？我该怎么办？地狱之花还是希尔弗？地狱之花不除灭，顶多人间界遭劫，应该危害不到天上界。希尔弗却是我的任务，但是现在的我，真的能抓住希尔弗吗？希望之花的种子已经回收完毕。波波莱卡，你做得很好。失败的实验品不应该流传出去。如果拉法尔发现这些，会不会追查下去？我怕那个傻孩子只会一门心思完成我的任务，不会有自己的想法。放心吧，你也一样，只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就好，不需要有疑问。是。
还有5个石子，拉法尔，你若是再找不到我，我可就要走了哟。最后一个了，看来他真的没机会了。希尔弗，总算找到你了，今天我一定要。哼，你要怎么样？着那些任务，至高神的命令不可违抗，这不是以前你一直教我们的吗？如果你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，我就没必要再给你机会了。领域，拉法尔，你心里一点疑问都没有吗？至高神为什么派你来完成这个不能完成的任务？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不杀你？地狱之花为什么出现在人间界？还有，你刚进入人间界的时候，记忆曾经出现过问题吧？是谁？为什么要对你动手脚？你难道一点都不想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吗？我现在只想抓住你。唉，真是傻孩子，你从小就是这么固执，真不知道这种性格到底是福还是祸。你和依琳都是开启新世界的钥匙，必须尽快成长起来，自己的命运只能自己改变。娜娜姐，怎么突然停下了？不对劲。你也发现了？总觉得有人一直在这里盯着我们，而且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不论鸟声、虫声、水声，还是追兵的声音，突然之间都消失了。不对，有人过来了。动手！复刻者，好久没见到了，原来还有活的呀！啊？什么？不过比较奇怪的是，这个女人，你们俩谁是本源者呢？按年龄看，应该是这个女人，但明明你的身上属于人类的生息更重，把她带走。啊！为什么是我呀？复刻者？那是什么？到底是因为我们被抓这些人，才发现了伊林的身份，或者他们是因为伊林才来抓我们呢？我早知道，在嘉阳城的军队出动后，慌不择路的你们一定会跑到这儿来。哈哈，这下谁都别想走了。欢迎来到地狱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什么都……不用担心，他们不会上来的。我看他根本就是看见你们不敢上来吧？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呀？精灵真可怕。到了，进去吧，我们只能带你到这里。依林，好久不见，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更没想到你居然会跟天上界的精灵扯上关系。
是谁？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？别靠过来！你是真的不记得，还是装的？难道是怕那个天上界的精灵发现你跟我们有关系吗？你再这样我要对你不客气了。你不觉得这间屋子很眼熟吗？你以前可是在这里住过很久哦。胡说！遇到拉斐尔之前，我根本就没离开过我住的村子。你确定吗？我当然，什么都确定不了，多可怜呢。那个拉法尔正在把你的生活引向深渊，但是我可以救你。拉法尔都做过什么？见过哪些人？把你知道的通通都告诉我吧。他蠢货精灵们想困住老娘，想得美！喂，搞不坏前你能不能先打个招呼？我们都差点被你搞死了。老娘这是在救人，救你们知道吗？喂，拿稳啊！有人也等我把艾尼斯找出来。我还不想死！艾尼斯，还好你还活着。咱们已经被精灵包围了，赶快把小鬼挖出来！我要再试试我的小可爱们。娜娜，正常一点啊！你是想赶在精灵之前先把咱们都弄死吗？少废话！咱们连武器都没有了，不用这个难道等死啊？喂，现在投降可以保你们活命，不然你们几个全部都要死在这里。这炸弹充其量就是拖延时间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也找不到别的道路可以逃走。出了什么事啊？大人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只是监禁室那里出了点小小的意外，马上就能处理好。那些抓回来的人都有大用处，别让他们死了。只有这3个人类，居然趁这个档口逃掉，真是大意了。来人，组织队伍去找那2个逃跑的人类，尤其是那个女性人类，一定要抓回来。这种地方居然能感知到元素的力量，没想到人间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精灵存在。这种地方居然能感知到元素的力量，没想到人间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精灵存在。但是，为什么跟之前在那座移动小镇上遇到的半精灵感觉完全不一样？他们是真正的精灵吗？我能感觉到依林就在里面，他为什么在这儿？跟这些精灵是什么关系？不管了，总之先找到依林再说。至于找到他后的下一个计划，先别管这个了。切，竟然埋伏在这么浅显的地方。拉法尔，初次见面，我的名字叫狄德利特。我不认识你。不要那么严肃嘛。来者即是客，我可是一发现你过来，就带着这么多人来迎接了，何不坐下聊聊呢？这种弓是天上界已经淘汰的款式。我知道许多你不知道的秘密呢，你不想听吗？说就可以了，不要靠这么近。比如说，你为什么来到人间？再比如说，你跟那个本源者的渊源。本源者？什么本源者？哈拉，你难道不是因为追踪他才找到这里来的吗？依林，你不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你想让这些问号围绕你一辈子吗？不需要，我的疑问我会自己处理。哎呀，还真是坚定呢。你似乎很爱笑，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的情绪很多样化呢？所以呢？你想说明什么？
难怪你们会被抛弃在人间界，现在的样子和天上界的正常精灵真是云泥之别。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，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天上界精灵才是可怜的小白鼠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自信过剩吗？你想想希尔弗，什么意思？你想说希尔弗是你的手下？别开玩笑了，你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。哎呀呀，他怎么会是我的手下？我说了，我们是朋友。他不会跟你这种精灵做朋友。你怎么知道我说出的真相不足以让他放下对地上界精灵的成见呢？对不起，我没办法相信你。看来谈崩了呢。放箭！据那个狄德利特所说，伊林就在这座城堡中无疑。但是这么多的房间，伊林藏在哪儿了呢？伊林，我要走了，你睡吧，最好永远不要记起来。等等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伊林，最好永远不要记起来。妈妈，别丢下我！剑幕如此密集，躲来躲去不是办法。但是这种地方哪里会有掩体暂避？光，这是城堡。这城堡好像至高神所在的神殿。人间界的谜似乎越来越多了呢。既然如此，这是……没想到城堡内部会是这个样子。阶梯虽然蜿蜒曲折，但看起来似乎是一条路。重要的是，伊林的气息好像一下子变浓了呢。哪怕以前他在我身边的时候，也没有这么浓过。有趣。就让我看看路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吧。狄德利特大人，不好了，那个外来的。你说什么？切！没想到居然这么轻易就被发现。只要在大自然里，没人是我们精灵的对手，你还能往哪儿跑呢？这就是尽头了吗？里面会有什么呢？伊林，拉法尔！没想到真的能在这里找到你，居然跟人间界的精灵有渊源。你身上到底藏有多少秘密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才想起一些事，并且从今以后，我想做你的忠实战友，你相信吗？哦，这样啊，这是好事啊。拉法尔的种种反应都在我的预料之内，倒是希尔弗，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看了他。看来我得做点什么了，不能让一个小小的希尔弗影响整个计划。去叫温蒂尼过来。至高神，您有何吩咐？温蒂尼，我说过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不必拘谨。不，我并不是拘谨，我只是每次能见到您都很激动。是啊，没有精灵能够经常见到我，你是一个，波波莱卡是另一个，所以我希望你们都不会让我失望。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，您的命令就是我的愿望。
谁在里面？哎呀呀，不愧是精灵长，居然这么轻易就发现了我。达雷斯，谁准许你随便进我家的？精灵长别这么冷淡嘛，我经常这样进别的精灵的家呀。其他精灵是其他精灵，我是我。再说，你是火精灵，不属于我这个水精灵长的管辖范围。你来到底有什么事？那个，其实我只是想问一下，拉法尔怎么不见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是风精灵，同样不归我管。再说，你问他做什么？我记得你们的感情没那么好。我打听过，没有精灵知道是谁接受了追捕叛徒希尔弗的任务。加上拉法尔不知去向，所以我猜测拉法尔就是接受任务的精灵。就算是他又怎么样？没有任何精灵可以质疑至高神的决定，就算是我也不可以。拉法尔，听我说，首领，他们就在上面，他们跑不掉的。哦，首领居然亲自带队，你的话晚点再说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抓紧我就好。喂！你要做什么？依琳，不要！啊！救命！还以为会摔成肉饼。拉法尔，那边。那边？为什么？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那里。好吧，听你的。做好紧急降落的准备，翅膀要消失了。还真是紧急降落，一点准备时间都没有。不能躺着，剩下的路要跑着过去才行。切，还是那么不懂得照顾女性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野兽吗？小心！吃人就吃人嘛，叫什么嘛？等下把那些精灵都引来了怎么办？那些精灵追上来了，那就赶快朝山的方向跑。感觉越来越清晰了，好像是……果然，熟悉的不能再熟悉。娜娜姐，你们怎么了？还是我来吧。立竿见影。拉法尔，你个混蛋！知不知道我们因为你吃了多少苦头啊？我今天一定……要打架可以，不过我看这里的守卫马上就要把援兵找来了，敌手再多我都能离开。你呢？哼，临阵脱逃害我们陷入陷阱，现在又来充好人。喂，先不要吵了，优先逃走才是上策。手脚都被捆麻了，咱们现在从哪里逃走？逃走？被捆被吊还挨打，这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，所以我决定要带走点火晶石，弥补我受伤的心灵。首先要找到之前那个洞窟才行。这里到处都是精灵，不想着怎么逃走，居然还想拿走火晶石，哎，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发财了！我救出拼死拿回火晶石是合算的。哇，金闪闪的好耀眼！我们好不容易混进了嘉恩城，你得时刻记得把帽子戴上。被发现也没关系，到时他可以逃跑呗。我们好不容易混进了嘉恩城，你得时刻记得把帽子戴上。被发现也没关系，到时他可以逃跑呗。不好意思，纠正一下，应该是战术性转移。精灵的事怎么能叫跑呢？这里离精灵的那个聚集地不远，也许拉法尔被发现也不会有事呢。我到这里来，并不是因为离精灵聚集地近，
而是因为这里有希尔弗的气息。你还要找希尔弗？当然，这是我的任务，也是我的使命。但是以你的实力，并不是他的对手。希尔弗还是我的老师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，只要我能掌控菲利西亚，就有机会打败他。放心，我追踪希尔弗的气息，是不想丢失他的踪迹，而不是想送死。收房钱5金币。可是早上住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交过了。那会儿是我们老板看你们风尘仆仆很可怜，现在这是另外的价钱。滚！想坑我娜娜威布莱德？把你们老板叫来，我都要看看他是什么个算法。娜娜，真的是你？你是奥法？一转眼，你已经离开3年了，你的样子没怎么变，我却不一样了。你们的事已经跟我没关系了，我现在有新的队友。上次听说你被抛在了坎帕城附近的山谷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以为我就在原地等死了？我们累了，要休息。那个，娜娜姐，你朋友啊？朋友？哼，不过是过去认识的人罢了。娜娜姐，我以前听过许多你的传说呢。传说啊，那是最经不起考证的东西。娜娜，怎么不去玩？明天可又要出任务了，今天是最后的休息时间。想安静的坐一会儿。这可跟我听说的那个大大咧咧的娜娜威布莱德一点也不一样。受虐狂啊！帮我拿饮料过来。遵命。娜娜大人，你要的饮料。娜娜，喂，你怎么样？快醒醒！傻瓜，这么担心我啊？不愧是传说中彪悍的娜娜姐，居然主动追男生，结局一定是2个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结果要是大团圆，我还会在这里吗？对啊，既然不是幸福结局，那后来又怎样了呢？那简直是一段孽缘。几年前，在一次出任务途中，奥法向我求婚，天真的我认为这家伙是可以依靠的对象，便答应了他。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哎，女孩子不都是这样的吗？要真是这样就好了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命运这东西还真是爱开玩笑。订婚后没有几天，我们2个到集市上挑选婚礼用品时，出现了意外。一辆失控的马车在集市中横冲直撞，行人四散奔逃。我和奥法冲向那辆马车，准备制服受惊的马，并解救车内的人。2个人出手，结果必然是成功的吧？那是当然，不过问题出在接下来。马车内的少女名叫马琳，从衣着谈吐来看，似乎是贵族出身。因为感激奥法的救命之恩，她邀请奥法和我到她家中做客。啊，这个情况，难道是那个被帅气强壮的男性搭救，从而产生好感？你为什么突然插嘴？马琳小姐是城主家的大小姐，她说要请谁，现在卫兵肯定已经到你们住的地方去了。旁边的小贩如是说。果不其然，回到客栈时，贵宾已经等在门口了。马琳小姐有请，2位请吧。我隐约感觉有什么不对，但是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，只好和奥法一同赴约。吃个饭表示感谢嘛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吧？要真是这样就好了。到达之后，奥法不由自主发出赞叹，不愧是城主府。众仆人夹道欢迎，那场景说是迎接同级别贵族也不为过。宴客厅内，马琳早已摆下宴席，等候我们的到来。我好像没听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目前为止，的确是没什么不对的。城主并不在府内，因此只有马琳和我俩聊天用餐。马琳很热情，不断向我敬酒，而我则不得不回应，以至于频频干杯。在连饮数十杯后，我终于趴倒在桌上。娜娜姐居然不胜酒力，主要是酒好，而且又没掺水。但是喝醉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个嘛，
马林则说：“娜娜小姐，麻烦你给你们的佣兵小队带个口信，奥法已经不需要再跟那个三流小队混生计了。”这故事转折也太快了吧！有点意思。战术失败，为了表示惩罚，我当时就打断了他的腿。虽然有点凶残，不过这才像是娜娜姐你的作风啊！所以那家伙变成现在这样，缺胳膊少腿的样子，都是你动的手？那倒不是，我也没缺德到这种程度，说不定是这渣男又见异思迁，被别的大侠审判了呗。不对。来之前已经让人向佣兵工会报谢，马上就会有接任务的小队前来绞杀你们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不要走了。你要做什么？少废话！绑架是怎么回事？任务是怎么回事？说！喂，手下留情啊！烟雾！怎么突然间这么浓的烟雾？艾尼斯！怎么了？盖尔，你喊什么？不好！刚刚有人从我肩上把艾尼斯抢走了。什么？被人抢走？刚刚看到一个匆匆逃走的人影，肩上还扛着什么东西，大概就是他干的。难道是卫兵前来抢人吗？不，看轮廓，大概就是那个奥法。昨晚刚进城，我就想办法把消息传递出来了，为什么现在你们才来？
因为原来如此，看来你什么也不知道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你什么也不知道。既然这样，让你们城主来神殿找我。你们嘉岩城的神殿应该还在吧？他们可能要追上来了，就麻烦各位抵挡一下吧。喂，你可是有名的自由佣兵，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人把你手上的人抢走？大概是因为艾尼斯是主动跟那个奥法走的吧？什么？我一直就觉得昏迷的艾尼斯心跳有点不太对，原来不是我的错觉吗？只有我没有发现他的破绽吗？我就说神殿出来的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也没发现。你们几个，我们还在呢，你们这是不把我们嘉岩城卫队放在眼里吗？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就算我们真的有什么错，也要佣兵工会出面。浑身开始发软，难道白烟不仅仅是为了遮挡我们的视线？白烟有问题，我好像也……算了，没想到啊，我们竟然在这里又见面了。若不是你们坎帕城早已是本少爷的囊中之物，今天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，你们必须付出代价。这个人是谁？我，坎帕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成为一片废墟？你是谁？竟然敢直呼本少爷名字！算了，这些小事都不重要，还是想想你们会怎么死吧。口气不小，不担心自己的命吗？哦呀呀，还好有备而来。我去，这么多人！这可都是在佣兵工会领了任务的高手，不知道你们能撑多久。哦呀，好意外，居然还有一个阵亡的人。爸爸，你居然没事？速战速决，数量虽多，但不足为惧，只不过需要另外一种战术。妈呀，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力量还在不断流失，那白烟居然连精灵都可以影响到。在我丧失战斗力之前，一定得把事情解决。哼，虚张声势。区区一个弓箭手，居然想和如此数量的对手作战！干掉这几个人！伟大的光明神，希望您助我看穿世上邪恶，助我顺利完成任务。光明神大人，您是在给我回应吗？这个好眼熟啊，我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？算了，先解决嘉岩城的事再说。我可不能输给杰娜那个女人。就在这里吧。接下来需要……光明神的神刺！伤口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光明神的神刺怎么会伤害我？明明塔波雅长者说我是最适合成为圣女的灵子，可是自从我打算来嘉岩城，事情似乎就开始脱离掌控。我必须要补问一下，我越来越感觉这嘉岩城是个不祥之地。吉娜，怎么这么着急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我有点肚子疼，想回去休息一下。先走一步啦。吉娜这家伙越来越古怪了。拉米尼亚大人，拉米尼亚大人。吉娜，今天并不是联络的日子，有什么急事让你呼唤我？拉米尼亚大人，当初您说后续对付艾尼斯的事由您接手，所以我才在响甲兽幼体失控后没再出手。可是，
我刚换不久的水晶球，在占卜爱尼斯结局时又裂了，这说明爱尼斯不仅没死，而且力量一点也没减弱。当初我们的交易是我帮你当上圣女，你替我播散种子，我保证这个爱尼斯不会破坏我们的交易。可是我的老师说，没什么可是，下次不要随便违背规矩，否则我的合作者完全可以换掉。拉米尼亚大人，拉米尼亚大人，人间界的人越来越蠢了，尤其是这个吉娜，诡异的密室，来历不明的交易者，他居然这么轻易就把我当成可信任的人。人类越愚蠢，不是越有利于您的计划吗？至高神大人，兹修佩德又出现反应了。人类越愚蠢，不是越有利于您的计划吗？至高神大人，兹修佩德又出现反应了。我明白了，去看看吧。如果兹修佩德的反应足够强烈，我们散播的种子也该逐步引发了。我应该找机会去看看拉法尔。这地方还是这么寒冷，不过能感知到拉法尔的元素碎片。空气中的元素很稀薄，看来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那么，我说，你这怪物来凑什么热闹？去死吧！哼。还以为是什么有实力的怪物，没想到这么弱，这种水平也敢偷袭。不过，这种怪物的强度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高了。如果说这里的怪物都是这个级别的话，或许是人间界出了什么变故。看来还是需要尽快找到拉法尔。希望人间界的变化不会对拉法尔的任务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。怪物！哼，真不想被偷袭者这么说。算了，反正你也会和这些人一样。好久不见，哈勃少爷。提欧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真是白瞎了给你这么多好东西。可是迷梦筒对那个人不起作用。上次在坎帕城遇到你时，我留了你一命，这次可没那种好事了。火焰弹！哼，有点本事，不过到此为止了。没有了光明神的恩赐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光明神的恩赐，为什么又提到这个？当初在坎帕城，我昏迷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接招吧！找到了！一路跟着元素碎片跑来跑去，没想到他居然在这个小城里。要赶快和他会合，免得多生是非。这次
可没有光明神庇佑你了。哼，我说过的吧，这次就没那么好。人呢？可恶，让他逃掉了。拉法尔的元素气息越来越强了。好疼，走路怎么不看人啊？拉法尔，哦，是你啊！你跟人类混的时间太长了吧？一点精灵的高贵都没有了。他们都是完成任务的关键。关键？就这3个灰头土脸的人类？当然，不然我也不会在刚刚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还要救他们出来。居然还有人类能让你如此狼狈！他们有秘密武器，甚至可以让我受到影响。之前我差点因为轻视这些人类而付出代价。那你现在带着这一堆废品，打算怎么办？我总觉得这里有希尔弗的线索，只是我们刚刚进城不久，还没能找到。你想留下来？人类倒是好说，可是现在……往那边看看，他跑不远。那些人是来找你的？看来是了。先离开这里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。怕成这个样子，区区几个人类而已，看我来打发他们吧。我倒要看看几个人类到底有多大。我倒要看看几个人类到底有多大。一定要找到那几个人。喂，先别走，听我说。我知道哪里可以藏身，咱们精灵在人间界还是有秘密据点的。好烦啊！长者们总是说光明神的恩赐遍布整个大陆，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，遇到嘉岩城里这种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办啊？这里的神殿除了祈祷室，其他都成危房了。冰子，嘉岩城的城主说想见你。见我？就说我很忙，神殿不收拾出来，没有时间会客。是。烦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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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你说的秘密据点？是啊，其实，有人类要杀人灭口吗？等等，这个人还欠我们一个解释。那个拉法尔，我可以解释。盖尔和娜娜都说过，光明神殿的人最会说谎。他们3个明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可是昏迷前还是在惦记着你。多费唇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不如当机立断。喂，拉法尔，那个女人，她……依琳，恢复了吗？咦，她这是怎么了？等等，那个方向是……不行，快停下！再往前走就是大殿了。他好像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哎。嘉岩城城主可能就在大殿里，你们现在还是全城通缉的状态啊！难道是你吗，希尔弗？一言不发便要开战吗？那个东西怎么会在他身上？不行，拉法尔，快住手！喂，拉法尔！一时疏忽，居然忘了契约还在。不过还好，他暂时不能行动了。万幸万幸，我还以为你真要下杀手。你在说什么？如果要杀他，刚刚在城里怎么会救他？倒是你，刚刚让我住手，是暗地里有什么计划了？
说吧，你们在想什么？不，我那个，我拉法尔，他又站起来了！怎么可能？明明已经确实击倒了。所以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不是很有把握的吗？过来了！不会被击倒已经很棘手了，更何况还有契约存在。糟糕，他们这么打下去，迟早会被人发现。玲子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不能开门！什么事都没有。奥法，你给我好好守在前面，明白吗？我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向神殿长者回复。我还好走了。被击倒又站起来，这样下去简直是没完没了。拉法尔，想办法限制住他的行动，后面的交给我。做得好。这就是你的方法，像捉鸟一样。好使不就得了？那个依琳姐姐没事吧？呵，这儿暂时没你的事，乖乖闭嘴，不要讲话，回头再好好跟你唠。真的说不出话来了。长者给我的护身灵气为什么不管用啊？厉害了呀，拉法尔！你在人间界认识的人，貌似都不一般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比如那个女人，她怎么会有这个？被扣住那个女人，又怎么会同样受到影响？这个东西对伊林有影响。这么说，伊林这次变故跟希尔弗无关。为什么你会想到希尔弗？他现在在哪里还不知道呢？可是当初他曾经是指希尔弗？你遇到他了，为什么没抓住他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，我在人间界的遭遇还是不要全告诉波波莱卡的好。没什么，我是想说，以前娜娜也用过这个吊坠的力量，为什么那时候伊林没受到影响呢？看来我要给你讲讲这个东西的来历了。资修佩德，世界能源核。据说神正是借助它的力量，才创造出人类和此方世界。1000年前，人类与精灵的混世之战，后来精灵退守天上界，并带走了资修佩德。可是他们带走的资修佩德并不完整，这个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碎片。拉法尔，我不得不说你的运气真好，在人间界随便拉一个人，竟然就和资修佩德有关。奇怪，那时候引来资修佩德力量的明明是我的徽章。不过，那个被扣住的女人怎么看都很弱，居然也会跟资修佩德有关联呢？搞不明白。你到人间界来，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拉法尔，你这是生气了？我有许多事情想问清楚，比如，先让他把资修佩德的事说完呗。咦，禁言术失效似乎快了点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以前在拉法尔身上没有这种感觉，可是在这个女人身上，能感受到人类与精灵间天生的能力差距。接着说资修佩德吧。其实我刚才已经说的差不多了。传说中资修佩德有几块碎片遗失在人间界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究竟有几块碎片在人间界？这几块碎片都在哪里？你们来人间界是为了找碎片吗？为什么要找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精灵会不知道？光明神明明说是被你们藏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谁藏起来了？我说光明神说你们……不，
我什么都没说。看来在精灵身边说话得小心了。整齐密集的脚步声，应该是城内的卫兵。哼，小妹妹，看来需要你出去把外面的人打发一下啦。灵子大人，城主带着卫兵前来了，一定要见您一面。我收拾一下就来。奥法，你先招呼一下城主。外人都走了，拉法尔，按照规定，我是不应该干涉你的任务的。可是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，不是吗？至高神一定也知道吧？难道是至高神让你来的？他不信任我吗？身为精灵，永远不要质疑至高神。这句应该深刻进灵魂的话，你已经忘了吗？那你就告诉我，希尔弗为什么会叛变？我不知道，而且就算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所有精灵都应该遵从至高神的神谕。希尔弗曾经是我的导师，我想知道原因。那你为什么不亲自问问希尔弗呢？我不相信你在人间界没有见过他。你明明知道我不是希尔弗的对手，可你已经接受了任务，拉法尔，你必须完成它。你要尽快变强，强到足以捉住你曾经的老师。差点就把正事忘了。我这次来是为了提醒你，别太相信人类了，他们都是满口谎言、自私自利的生物。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插手。还有，走之前把别人的东西留下。别人的东西？你是说这个吗？别傻了，自修佩德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精灵的，一丝一毫都不属于人类。而且你找到了自修佩德的碎片，至高神一定很开心，说不定他会因此把你提前召回天上界。抓捕希尔弗的苦差事，他也会派给其他精灵。我的任务，我自己会完成。我会亲自解开我心里越来越多的问号，每一个，不论是关于人间界还是天上界。又出现反应了呢。本来只想抓住希尔弗那个叛徒，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之喜。看来很快就能让你完满了。可笑，拉法尔，自大也要有个限度。我虽然没当过你的老师，可却比你早出任务许多年。况且以你的现状和我开战，可是极度不利哦。如果知道打不过就退，那我干嘛还苦苦追踪希尔弗？好快！我离开这天上界短短的时间，你能力又强了。不管我有没有变强，也不管你有没有变弱，反正你一直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过呢，我这次来不是以打击你为目的的，我可是好心来给你通风报信的。走之前我只出手一次，你是要我跟你打，还是帮你对付外面的人？这次先饶了你，下次见面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慌了，快开门！听到没有？住手！灵子大人，城主，你的手下3番5次在这里大吵大嚷，成何体统？难不成嘉岩城的待客之道就是这样？灵子大人不要生气，我们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嘛。要知道，嘉岩城的光明分殿已经很久没有等到光明神殿的人来了，谁知道后院藏着些什么呢？不劳城主大人费心，有光明神的庇护，我相信没人敢来神殿找事。为了神殿的安全，今天就算是圣女在，我也要查。城主大人，我奥法还是有点手段的吧？您继续在这里打扰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嘿嘿，你以为之前我不与你计较是怕你一个人？别忘了，我嘉岩城可是佣兵工会的。城主，你也别忘了这里是光明神殿，有我在，有光明神在，奥法的力量就是用不完的。城主大人，是不是太久没见过光明神的威力了？
我这全是为了神殿的安全。相信光明神若在，也一定会赞同我的做法。上！至高无上的光明神啊，请庇佑你的子民，请赐予我护卫神殿的力量。奥法！残损的身体复原了，我终于见到了光明神的奇迹。吊坠在发光，而且和前面大殿发出的光连在一起。剑官，头好疼啊！发生了什么？这是哪里？啊！这些树藤怎么盖在我身上？刚刚好像是在旅店门口来着，怎么被狮子划破了？是我眼花了吗？刚刚那好像是地狱之花。光被吸收了，难道是刚刚的地狱之花？你的东西接住。光消失了。看来波波莱卡说的没错，我来到人间界遇到的这些人都有特别之处，不过这家伙除外。这家伙简直像怪物一样。因为有灵子的神圣加护。怎么可能？光明神的加护消失了。灵子大人，我们执意要检查神殿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，您何必如此固执？城主大人，今天的事回到光明神殿，我会一一向上。报告。拉法尔，你在搞什么？我的书啊！就是他，我就知道他藏在这儿。我终于要捉到一只真正的精灵了。精灵，束手就擒吧！今天一定要把你……不可能！明明我在起仙之前找到了精灵，我只要捉到，这不对，我要成功了！不，城主死了。拉法尔，把圣书还给我，让我至少能在这个可怜人离世之前为他祈祷一下。精灵，把圣书还给他，不然我就要动手了。失去了家伙，又恢复到残损的状态。我没空跟你纠缠。拉法尔，还我圣书，不然我以灵子的名义命令此处所有人绞杀你。这里，现在听我的指挥。精灵又见面了，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呢。又是一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废物，居然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吗？这一次不会再让你逃走。那个城主的血消失了，果然我没看错，刚刚那个纤细的藤条一样的东西，正是地狱之花。发生了什么？后院没有变化，地狱之花有了能量和血液的滋润，怎么会没有借机扩张呢？难道我刚刚看错了？不对，我没看错，一定是有其他问题。哼！手段。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把你的力量给我。拉法尔，你在说什么？别再装傻了，
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不是吗？你们是明白，我可糊涂了。希尔弗为什么能控制你？那群精灵又为什么单独关押你？还有，当初我订契约的时候，跟你根本就订不了从属契约。别说你不知道，我知道你有感觉。现在，我只能确保自己安全离开。要我带你们走，可以，那你就把你所有的力量借给我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我听不懂你的话。我就当你真的听不懂。你只需要知道，你们想安全离开这里，只能依靠我。这是光明神的力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光明神的力量怎么一下子不值钱了？只有能借用光明神力量的人，才有可能成为灵子。大家都说我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灵子，很容易就能借到光明神的力量。虽然还有其他灵子做备选，可几乎已经确定我是下人圣女。哪怕唯一有机会与我争一争的吉娜也远不如我。可是这个精灵，光明神明确说过，要消灭的对象竟然能比我借到更多神力。好久不见了，菲利西亚。虽然外形改变了，那种奇妙的力量感仍如之前一般。换来换去，不还是弓箭？少在这装腔作势了！什么？我就竟然被该死的精灵！一定要！哼，算你不走运！今天就算你倒霉，我就是死也得拖个垫背的！奥法，救我！灵子大人，奥法，奥法！被剑射中的残肢又复原了。竟然是修复型的剑士，这么一来，这个身子完全没有人质的价值了。想跑吗？不要追了，奥法。一时没注意，加盐城的卫兵都跑掉了。是啊，城主都死了，卫兵也犯不上把命搭上。又恢复到残肢状态了。虽然是光明神的力量，不过维持时间好短啊。切，那家伙还真是好命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总有办法处于对自己有利的境地。出什么事了？你醒了。总觉得我错过了许多剧情。只不过打退了一波敌人。啊？刚才在小旅馆里咱们就打了一场了吧？现在又打，那岂不是说又要逃？无所谓，有了菲利西亚，我不惧任何敌人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上次你在坎帕城用完这家伙，接着就不省人事了吧？我的力量不够驾驭菲利西亚，上次强行运用它，自然会力量透支。可这次，我从伊林那里借到了属于精灵的力量。你们两个看半天了，能不能过来一个扶我起来呀？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，我们闹得动静这么大，会不会又引来什么麻烦？不必担心，有了菲利西亚，就算希尔弗在这里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拜托你先别立 flag， 每次咱们很顺利的时候，都会出现各种奇葩的幺蛾子。我的力气好像又回来了。怎么会？这下遇到希尔弗，还是照旧逃跑吧。看来现在我们得计划一下下一步了，总不能坐在这里等人来收拾我们。其实我有地方让你们藏身哦，但是你们要带上我，尤其我要跟他近距离接触。我把书还你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不，我跟着你不光为了圣书，我要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借用光明神的力量，
我跟那个什么光明神完全没有关系。精灵唯一的神就是至高神。你要是真跟光明神无关，就不用怕我跟着你。当然，圣书你也得还我。停，别吵了。你从现在开始到我们安全之前，你就是个哑巴。你带我们去藏身之处，如果真的安全的话，随你要把拉法尔怎么样。放开林子大人吧，我知道他说的藏身之地在哪里。这是每个城市都会有的逃生通道。跟我来吧，从这里出去是最安全的。话虽如此，这里藏匿着某种可怕的东西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。会不会地狱之花还在这里？不会的，如果它在这里，我不会感觉不到。我对那种东西的感知。出了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错觉而已。精灵说的没错，这里是光明神殿在当初2个种族大战时种植地狱之花的所在之处。但是无论是这场大战还是地狱之花，都早已成为传说了。奥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命令你说清楚。鹰子大人，让你带了外人进入地宫，已经是破例了，我不能再……奥法，你只是神殿最低等的守门人，你没资格反抗灵子的命令。请恕罪，神殿长者派我前来的时候，已经授予我特别的权利。为了地宫的安全，我可以暂时无视任何一个来到嘉岩城的灵子。切，算你狠！最近是不是有其他人来过这里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从我记事起，所有人都说光明神说精灵神是不好的。现在光明神殿跟精灵有关系，是光明神殿背叛了光明神，还是我们这么多年听到的所谓光明神的教诲都是假的？盒子倒是无所谓，我更想知道的是里面装的什么。没错，当初飙风分团地道里那个盒子里的东西被你藏起来了，如今你只看到空盒子就能猜到取走东西的是精灵。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？取走东西的是不是那个希尔弗，又或者是那些人间界的精灵拿走的？有些事情我也是来到人间界之后才发现的，虽然我没办法说得太清楚，不过这些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，你们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你说要追希尔弗，可是整天只会乱转。你知道他人在哪里吗？你知道那些抓走伊林和我们的精灵是怎么回事吗？你知道所谓的地狱之花是怎么出现在人间界的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娜娜姐，你不要这样说拉法尔。那个至高神给拉法尔的任务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，拉法尔又被一个人丢在人间界，他能怎么办？别帮他说话了。拉法尔必须现在给我把所有事情说明白。让开，没必要对他解释太多。也许我应该让他们再尝尝契约的力量。光明神说的真没错，人类和精灵永远无法和平相处。看吧，又吵起来了。哎，这种感觉好奇怪。给我住口！拉法尔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给你机会让你变强，你却一直没有长进。希尔弗，是你吗？来到人间界这么久了，你难道不怀疑你的任务到底有什么意义吗？你竟然能用武器了？难道伊林已经完全被你控制？
废话真多。希尔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不肯说明呢？你也好，波波莱卡也好，好像你们都知道许多事。天上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还是至高神出了什么事？拉法尔，有些事只有自己找到的真相才是真的，别人说的话最好不要全信。是不是以前我把你教得太单纯了呢？哪怕受了伤，失去大部分力量，你还是那么天真。难道要让你再受一次重伤，你才能成长？可是你的实力已经很弱了，重伤你，万一让你死掉怎么办？你不要太嚣张了，总有一天我会查清所有真相。我说过，时间不多了，拉法尔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你的有一天？可恶！仔细想想吧，至高神派你来的目的，真的是为了抓我吗？你真的以为你和伊林是偶遇吗？所谓至高神，真的值得我们死心塌地吗？你……这个身体使用精灵的武器，真是耗费气力。不过用匕首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拉法尔，伊林，放心，我只是想刺激他一下。如果这么简单他就死了，这是和拉法尔相同位置上的伤口，难道你们订了平等守护契约？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再坚持一下，等下到了分团那里就有药了。你这是白费力气。别这么说，他们肯定会拿最好的药治疗你的伤口的。我跟那里的白骑士有矛盾，他不会拿出好药来治我的。该死！我现在四肢有感觉，但就是动不了。伤口，凭空多出一道伤口。啊，又流血了！稍等一下，我这就找止血药。等一下。咦，白骑士，你能动了？为什么之前几天怎么吃药都不管用，今天突然就好了？之前那些精灵提到过，复刻者、本源者，白骑士8成也会对他们有感知。难道这就是当初父亲命我潜入飙风时，希望我找到的飙风的秘密？大难不死，看来我想做的大事一定可以成功的。怎么样，你要不要跟着我？白骑士大人，我不懂您的意思，我一直跟从您的脚步。别装了，咱们也算是患难与共，把事情都挑明了，才是聪明人，不是吗？无论你之前出于什么目的，从那群精灵手里救了我，总之我领了你的情，否则我不会对你说这些话。你是被坎帕城的城主派进飙风的，而且你在坎帕分团被毁之后还一直跟着我，是因为你想找到飙风的总部，对吧？要知道，坎帕分团才成立不久，你跟大多数成员一样，是我跟黑骑士在附近招纳的手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对飙风忠心耿耿，甚至一而再拼死救我，这有点假吧？你要真是这么忠诚热血的人，怎么会进强盗团？你想怎么样？呵呵，不要这么紧张，我并不是飙风的死忠。我知道城主派你来寻找飙风总部是为了摧毁它，不过现在坎帕城都已经毁了，你就算完成任务也没有回去的地儿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呢？我保证，最后你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，摧毁飙风。我记得，每个分团的白骑士和黑骑士，都是从飙风强盗团总部来，可以算得上是团长的心腹。白骑士一向深藏不露，谁都猜不透他的心思。今天忽然对我推心置腹，难道真是因为我之前救过他？我有更伟大的目标，更可靠的主人，小小的飙风还不被我放在眼里。您说的对，坎帕城被毁，我即使完成任务也无处可去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跟着您呢？反正我一直在坎帕分团，现在分团就剩下您跟我2个人了。好极了，那么我们走吧，绕过贝法城，直接去下一个飙风分团。是，白骑士大人。
不行，伤又没有用，完全没办法止血，这样下去会失血过多而死。喂，那个会光明治疗术的小鬼，说的就是你，别愣着了，赶紧给他们治疗。讲不讲理啊？我的圣书还在那个精灵手里，不过只要他把圣书还我，我可以试试。但是不确定这种治疗术有没有疗效。不用你治伤，我还书，你走，怎么样？哎，不，那可不行！你的秘密我还没搞清呢。别闹了，现在这种时候，能治好伤最重要。你以为这里很安全吗？万一上头的追兵找到入口呢？别那么固执嘛，拉法尔，你现在伤的可不算轻。对于一个没法反抗的精灵，你猜人类会干什么呢？切！啊，有了！哇，血止住了，不愧是光明神殿的治疗术。啊，这里是……依琳，你终于醒了，幸好有安妮斯的治疗术，不然就危险了。哼，如果没有我，你和那个精灵今天就挂掉了，还不赶快！安妮斯，后面，当心！安妮斯，当心！我的脚被缠住了。灵子大人被缠住了，地面在震颤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去，又是这个家伙！谁来救救我呀！鸟群飞而起，出了什么事？声音从森林深处传来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方向应该是……不出所料，果然是，咆哮声是从这归葬之地传来的。嗯，声音消失了。难道刚刚是我听错了？不，当年围剿地狱之花时，我是亲自参加过的。那个声音，我怎么可能听错？归葬之地不允许活着的精灵进入，可是，如果地狱之花在里面，温蒂尼，你在做什么？是高神大人，我在林中散步，不小心走到了归葬之地，还望大人恕罪。不要打扰精灵的安眠。以后换个地方散步吧。归葬之地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高神难道没听见刚才的声音吗？那么大人，我先告退了。哼，还好你走得快，温蒂尼，否则这些藤蔓会要了你的命。不过呢，没想到不仅活了，还长出了主叶，真是好极了。看来距离精灵的新时代又近了一步。救命啊！我不想被这种东西当点心吃掉啊！灵子大人，我这就来救你。不要过去！保护灵子大人是我的职责。别管他了，咱们的处境也很危险。你去干什么？我要去帮奥法。啊！不愧是老情人，关键时刻真可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就别开玩笑。藤蔓绕开了人骨坑，为什么好像在有意识的攻击我们？灵子大人，不要慌，马上就带您。奥法！糟糕！好好站着，别乱动。娜娜，没想到会被你救，看来……不要那么多废话，救你并不是因为我原谅你，
只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一个战斗力都不能损失。喂，咱们一直这样砍来砍去，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！这堆藤条反而越来越多了。要找到主茎的根部，斩断它。啊？你说的主茎啊，就是那个食人花一样的大嘴？那个地方根本就打不到，好吗？没办法，那家伙的弱点又不是我让他长在那里的。好吧，只能尽力一试了。你为什么不用上次在飙风内部时的办法？运气，我们不是每次都有那种好运的，连我自己都没搞明白，上次为什么引来了自修佩德的力量。如果不是希尔弗让我受伤，也许我们还有机会一搏。现在，说不定我们逃不过这一劫了。如果你那套华丽的弓箭拿出来，是不是还有机会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之前把力量借给你，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就像个废人一样。可是就算我有力气，有什么用？根本帮不上忙。好吧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主动借出力量和被动被借力量是不一样的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，大不了就让我在地上多躺一会儿呗。并不是那样，别忘了我们之间有平等守护契约存在。而是这个方法对某些人来说是接受不了的。拉法尔，你这种感觉好像……你放手啊！你要吸到什么？手！这剧情不太对呀，吸取力量的方法不是拉手吗？下次一定要问个清楚。感觉回来了，菲利西亚，再次展示你的力量吧。很好，有效果了。娜娜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被飞溅的枝叶溅到了，好疼啊，就像烧伤一样的感觉。这是和上次在飙风分部时一样的石化症。可恶，当初德尔的药只有1颗。先不要管石化的问题了，把他带过来。拉法尔，奥法，你也过来。可是玲子大人他还没……以你现在的战斗力，救不了他。好吧，精灵，交给你了。好了，碍事的人都走开了。那么，接下来，空放，拉法尔是怎么了？哼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从顶部传来的，顶部有好多只箭矢出来。不只是顶部，地面上也。全部箭矢都在对准已经残破不堪的地狱之花。哼，玲子大人还在那边，不用担心，不会伤到他的。这次不会再让你逃掉了，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吧。真是，如果连都疼歪，被箭矢定在原地，这样就行了。终于得救了。玲子大人，您怎么样？脚上有些轻伤，你背着他吧，奥法。好了，咱们要赶快离开这里，这里马上就要毁了，我们先出去，否则要成陪葬品了。我还以为你要把艾尼斯和地狱之花一起干掉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可不是这么狠心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我当然不会。可是你，等一下，你这么说，难道我的想法会影响到你？是因为你借了我的力量吗？喂喂，这可是光明神殿的地盘，别随随便便发表毁灭宣言啊！把这个地方毁了，不是正好帮光明神殿清除掉黑历史吗？你怎么还不乐意了？好吧好吧，就算你说的对好了，但是现在入口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藤条堵住了，咱们要往哪里走呢？没关系，咱们有路可走。这是密道。
道中的密道。没想到就在墙壁上还能再开出一个通道。那么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。不过，地狱之花为什么不是从人骨坑出来的呢？不是这些东西滋养它的吗？这么有意识的攻击，就好像一直在等我们来一样。你们几个注意，马上会有很强的冲击感，注意防御。爆！不要再前进了，就在这附近找地方停住吧。有些事情需要去确认一下。正领大人，我们就这么听从这个人的命令？你不懂，现在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我们人数已经不多了，如果不能找到生命树，那最终的结果只会是灭亡。可是都这么多年了，根本就找不到回去的方法呀。而且我们没有生命之树，好像也没多大问题。真的要把我们的未来托付给这些连传说都不清楚的天上界精灵吗？不，这不是传说。坏了，坏了！先祖早有预言，当我们再遇到精灵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回归天上界的时候。哦，那还真是恭喜正领大人了。什么人接我的话？希尔弗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别想背着我耍什么花招，我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。不敢！从您第一天出现，我们不是一直很配合您吗？上次你们虽然把拉斐尔一行引到了小镇里，可是最后他们并没有按你说的走向我设定的路线，这算不上是你们的功劳。但是这不能怪我们呐，您吩咐做的已经全都做了。我只看结果，不然我没必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到人间界，更没必要从飙风的手里救下你们。说起来，当初坎帕城的飙风分团，是因为你们弑天强盗团崛起太快，才打算围剿你们的。既然是强盗团，那你们弑天的其他基地呢？为什么从来没见你们联络过？可那是谣言呐，我们也没做过什么烧杀抢掠的事情，只是想回天上界而已。说起来，确实很久没和其他基地的人联络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飙风围剿了。我只是随便问问，放心，我没那么多时间管你。只要你不破坏我的计划，一切都好说。正领，出了什么事？刚刚好像……让开！至高神的步伐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，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必须尽快找到方法布局。就算转机再渺小，也要尽力一试。只是拉法成长的还是太……这那是水晶的王座，这些石头如果拿出去得值多少钱啊！先别说钱的事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会在神殿下面？灵子大人，您难道忘了光明神殿是谁创立的吗？还卖关子，直接说出来会死吗？据说光明神殿的创始之人本来侍奉于光明神座下，
后来光明神离开，于是创始之人便将光明神的神座保留了下来。你是想说，这东西就是光明神的宝座？喂喂，小鬼，你身为灵子，居然还没有他这个仆从知道的多。现在连我自己都怀疑谁是仆从了。明明我是按照当初从神殿出来的时候，长者们教我的方法来联络留守仆从的呀。拉法尔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对王族做什么？至高神殿下，这是我的身体又复原了。好熟悉，这光好熟悉。你们看，王座上是什么？光凝结成了人形。你是谁？这难道就是光明神的神威吗？神讲话都是这种震耳欲聋的腔调吗？不可能，这里没有其他生命存在。我以前下来查看过，为什么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夏燕城这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啊？至高神大人，您的分身来到人间界，是为了指引我吗？我就知道，您不会放弃您的子民，您不会交给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，然后撒手不管。你是谁？拉法尔，快离王座远一点！不，这不是至高神，这是地狱之花的幻形。不是吧？几天不见，这花都会逆行了？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啊！太近了，这是藤蔓好像打在一堵看不见的墙上。啊！发生了什么事？藤蔓消散了，花的本体也随之一起。这是在开玩笑吗？刚出场就消失。能让屏障显示出颜色，说明你体内也有元素力量。至高神说，元素力量是我们精灵的独特能力。难道你也有精灵血脉？别开玩笑了，我若有精灵血脉，怎么可能成为灵子？光明神殿对于灵子的选拔可是很严格的，我还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圣女的灵子呢。话说，这个屏障不会是见到人就发光吧？啊，我是蓝色。啊，紫色。依琳姐姐，该你了。也是白色呀。穿过去了。啊，我是怎么过来的？咦，这墙还可以穿过去，我也要试试。穿不过去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怎么感觉不对劲啊？依琳，要飘起来了！啊，被吸进去了！啊，要撞到墙上了！依琳被吸到墙里去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要看我，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拉法尔，依琳她……不用担心，我跟他之间有契约联系，如果有危险，我可以感觉到，而且他借给我的力量仍在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不会安然无恙。
可以互相感应的平等契约。之前你受伤，依琳姐姐还出现同样的伤口，所以你们之间定下的契约是传说中才有的古老婚契吗？你们这是……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？明明在光明圣殿的记载里，创世神之间就有着这个契约，而且后来很多人想用这个契约结成婚事，但是都不成功。等等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吧？难道我们不应该想想怎么把依琳找回来吗？不，我对这个契约更感兴趣。我只知道这是个平等契约，从来不知道还是什么婚契。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？你有办法解开吗？淡定啊，你这个情绪可真不像当过佣兵的人。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成为自由佣兵后，我才会越来越落魄。我没办法跟那些会抛下队友的人共处一队。娜娜，当年的事，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，除非你想说的是你知道依琳在哪里。拉法尔有契约在，就能感知依琳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这么着急？抱歉，我的情绪有点暴躁，好像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我就有些头疼，我得冷静一下。你真的能感应到依琳在哪里？本来是可以的，可是现在我只能感觉到依琳没有危险，却不知道她在哪里。这是哪里？我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是之前石掉的叶子，就在前面，当心！有人来了，我得先藏起来，看看情况。啊，我的力量回来了，感觉身上能量很充沛呢。是谁？啊，糟糕，被发现了！好死不死的，偏偏碰上了那个希尔弗。你是怎么闯到这里来的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。拉法尔呢？躲到哪里去了？他就在这里，你感觉不到吗？是啊是啊，我真的是感觉不到呢。虽然我借用了你的身体几次，可是每次都是远程操控，没办法对你的身体详细检查。而且我对你的秘密有点好奇，你可不像是个普通的人类呢。乖乖站好，让我看看你身体里到底有什么。干掉了。这女人居然用大石块作为盾牌。你看仔细。中箭了！怎么会？明明用石头挡住了！糟糕，仪式开始。您杀了他吗？怎么可能？他可是很关键的变量，供着都来不及。可是，明明看到他被剑穿透。催眠术的另类使用方法，小把戏而已。催眠？那他现在只是睡着了？没错，不过幻术并非我的专长，他很快就会恢复意识。原来如此，用风元素制造伪剑，再将催眠术灌注其上，难怪用来防御的石头没有任何损伤。风之精灵掌，真是可怕。左顾右盼的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，明明入口早已经被我派人守住了，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不必在意这个，继续带路吧。你不是要让我看一样东西？为什么停下？咱们到了，大人，您要留神观看。这是生命之树，怎么会？脸好疼，我这是在哪儿？是他们前面
什么东西在发光？啊，那光的感觉好熟悉，似乎曾经见过。对了，我不是中箭倒下了吗？现在还能有意识，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光的感觉改变了。树，我们的母亲树复苏了。等下，先别过去。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树，我们的，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接近？你们的东西我不会带走，不过不属于你们的东西，你最好也不要觊觎。现在，去外面等我。明白。我劝你不要动，不然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会跑到哪里去。醒得还真快啊！刚才不会是在装晕吧？你为什么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而且你为什么要警告我？我如果真的从这里消失，难道对你不是更有利吗？好吧，既然不能动叶子，那我来探查一下你的秘密好了。我有什么秘密？如果有，那也是你们这些精灵带来的。要知道之前的10几年，我只是个普通少女。普通少女可以这么快接受一个精灵同伴，而且我越看你的脸，越觉得有一种亲切感。你真的是人吗？我开始跟拉法同行，是因为他救过我，还有我当然是人，不然还能是什么？你们人间界没有关于创世神的传说吗？当然知道，创世神创造了我们的世界，创造了各大种族，后来精灵一族背叛了创世神，所以人类在光明神的带领下与精灵开战。你们人类真能颠倒黑白。有机会。人类与精灵战争的理由大概和现在类似吧。我放过了你，你却时刻找机会偷袭我。这怎么能一样？我是被你抓来的。当初你们精灵是背叛了创世神才引起大战的。你跟拉法尔相处这么久，还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精灵吗？难道在他身上，你还看不到你们人间界的传说是多么错误？拉法尔也许是特例，不过不是还有你吗？他来到人间界就是为了追捕你这个叛徒吧？胆子不小啊！你是第一个敢一而再、再而三挑战我底线的生物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能借用你的身体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探查你的秘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这棵生命之树。既然你能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附近，说不定你的秘密跟它有关呢。试试看吧。被剑挑起来！希尔夫，你要做什么？射！他朝着树飞过去了！撞上了！这么长时间不见动静，难道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但是希尔夫可是精灵长，区区一个人类不可能把他如何。这是复苏的生命之树，新生的叶子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希尔夫把我支开的目的。我同人类一起掠夺生命之树，希尔夫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这里是，又来到了这里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大概就是传说中创世神的遗留之地吧。希尔夫，这些四处散落着的球状物体，应该就是创世神创世的记录。不过，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能进来。看来你身上的秘密比我以为的还要多呢。仔细看看，这些都是创世神当初留在这个世上的各个种族。啊，这个地方我有印象，上次我就被传送到了这个地下城里，可只在里面待了1瞬，
马上又被送到了其他地方。那里应该是矮人的地下城，他们脾气暴躁，精于铸造，能够打造世上最完美的武器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他们被人类逼得无处容身。这个和刚刚那个地下城一样，也是一闪而过。这是那家。奇怪，去了矮人的地下城之后，不应该是侏儒村庄吗？难道这里也出了问题？矮人，侏儒，你在说什么？创世之神最初来到这个世界，这里一无所有。创世之神于是创造人类、精灵、那迦、矮人、侏儒、龙族等等种族，使各族为伴，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。你之前不是说精灵背叛了创世之神，所以才有了精灵与人类的战争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其他种族现在在人间界也看不见了？天上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跟我讨论人类和精灵的传说，谁对谁错吗？我想让你知道，不要随便相信别人说的话，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，自己的大脑去思考。我们人类一向都是这样，只有你们才会将那个什么至高神的话当成唯一的准则。真正有思想的精灵不会剥夺思考能力，就像现在，我就在思考你身上的秘密到底是什么。那些所谓的秘密，说我是什么本源者也好，精灵血统也好，都是你们说的。本源者？谁跟你说的？待我离开这儿，我就告诉你。威胁我？想拿捏我，你还嫩了点。既然是本源者，就给我乖乖回到拉斐尔那里，帮助他尽快成长吧。至于你所有的秘密，我早晚会知道。本来只是想着看看那个正灵所谓的枯萎生命树，没想到竟然有机会进入神遗空间。不知道这里还有些什么秘密。这是排斥感，为什么我会忽然感受到这里的排斥？神遗空间不是只有在有人进入的初始会对进入者进行筛选吗？等等，希尔夫，你居然伙同人类掠夺生命之树，我一定要！是你！我又回来了。只有你一个人，希尔弗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跟他不是一伙的吗？你难道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？这么说，我们是同病相怜呀。我和你一样，都是被希尔弗胁迫来的。你之前来过我们的小镇呢，我们也可以算是朋友吧。希尔弗以整个小镇的人命威胁我，我不得不暂时跟他同行啊。要不是你突然出现，让他改变初始计划，我也不知多久才能脱离他的魔掌。这么说，是我误会你喽？当然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走吧。虽然这个女人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不过希尔夫好像很看重她，把她带回去，说不定可以增加筹码。说的话漏洞百出，还真以为我会相信？
要不是我莫名其妙跟拉斐尔他们分开，根本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，我也才会跟你走在一起。希尔弗这个精灵还真是厉害，无论是在坎帕城、在飙风，还是在这里，感觉他总是能跟人类混在一起。为什么感觉他根本不怕被人知道自己的精灵身份呢？明明在村子里的时候，大家都说精灵是敌人。等等，上次去移动小镇，这个人明明是精灵啊，可是他的耳朵，这个人根本不是精灵。拉法尔不是说了，伊林没有危险吗？可是你不担心吗？谁知道他被什么力量带到哪里去了？伊林的感觉又出现了。之前我明明感应不到他的位置，可是忽然之间就能定位他的安身之处。伊林就好像一下子凭空出现的。那他之前是在哪儿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找到伊林再说。你的问题可以让他亲自回答。好吧。伊林被什么力量送走了呢？为什么这里会有生命之树的浮雕？地狱之花的幻形，为什么给我的感觉跟至高神那么像？难道人间界的这些地狱之花，都是当初精灵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有的？不对，之前我追踪的那株，明明是新生的地狱之花。波波莱卡上次想拿走娜娜的吊坠，被我截下来了。虽然人间界与天上界的通道十分脆弱，可是他不可能不想办法再来到人间界找我。但是为什么一直没出现？希尔弗为什么数次放过我？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等等，这些问题我早就想仔细思考一下了。可是每当思考，好像就会出点什么事打岔。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大脑很混乱，好像多出了许多根本没有印象的记忆碎片？我需要趁现在把记忆好好梳理一下。拉法尔，你怎么了？快走啊！我决定先留在这里。什么？如果我没猜错，影响我的是伊林，在他身边，我的记忆会把所有混乱合理化。不，在我刚到人间界，精灵灰烬破裂时，就有些东西被改变了。哇，好舒服啊！我都忘了自己多久没洗热水澡了，真是享受啊！本来想到了家园城附近就把那个阵灵甩掉，想办法找到拉斐尔他们。不过现在嘛，看样子他不敢对我怎么样，不如我先舒舒服服洗完澡，好好休息一下再说。啊，一洗澡就容易困，看来我还是……拉斐尔，你是怎么来的？打人做什么？明明是你把我叫来的。喂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谁也没碰他，突然自己就这样了。喂，带着我们又折返回来，难道就是看你发神经吗？哎，你的脸……没事。有古怪。该死！我越来越觉得伊林不是人类了。啊切！没想到洗个澡居然会做那种梦，要是再见到拉斐尔，我无法直视他的眼睛了。哎呀，好尴尬。啊，这家伙看来有点眼熟。白骑士大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果然，在这边，抓住他！没时间多说了，我们走。白骑士大人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我的妈呀！你家大人知道你这样吗？咱们见过那么多次了，还能认错人，也是没谁了。这是水？难道是储水仓？完了，澡白洗了。你怎么？
掉在深水槽里的感觉很不好吧？我的白骑士大人。不是吧？都这么近了还能认错？我拜托你去看看眼睛好不好？我当然知道，依林小姐，我就是故意那么说的。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有特意陷害我而来的吗？我如果不说你是白骑士大人，他们怎么能把你关起来呢？无耻！我是奉白骑士之命来救你出去，没想到刚发现你，我的飞行器就出故障了，我只好想办法让你跟我一起进来，这样就省了后面找你的麻烦。等下，绳子，死也得拖个垫背的。这玉碎计划真是给你们飙风玩明白了。放心吧，就算看在盖尔的份上，我也不会害你的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那个飞行器已经毁了吧？现在咱们又被关在这里，怎么逃？喂，你又在做什么？腰带扣。这是临行前白骑士特意拿给我的空间储物品，里面有另外的飞行器。这样啊，跟这家伙离开也好，反正我正准备离开这里，去找拉斐尔他们。说了半天，为什么不拿出来？白骑士说，需要你自己来拿。我怎么会用？这种昂贵的空间储物品，我连见都没见过几次。白骑士说你会，你一定会。而且，如果这里的守卫反应过来，想起搜我的东西，咱们就跑不了了。切，说的这么严重，要是我用不了这东西的话，你就在这等死吧。原来使用空间储物品是这种感觉啊！刚刚那个树影，看着明显是生命之树啊。娜娜姐用这种道具的时候，也会看到这个影子吗？还真是方便呢，想拿什么直接就到手上了呀，在里面都不用翻。哎，等等，这玩意儿只有这一套吗？当然就一套，这可是我们飙风前哨才配备的飞行器，你以为随便什么人穿上就能飞吗？你说的轻松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老办法。简直胡闹！我说过让你们以贵宾的待遇招待依林，谁准你们把他也一起抓起来了？可是真灵，那个飙风的间谍明明叫他白骑士，宁可错杀100，不能放过一个。真要是飙风的人进来了，可怎么办？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，按照安排就行了，少说废话。是。出了什么事？这是飙风的那个家伙带着依林逃跑了。来人，所有防卫力量开动，抓住那2个人！那些蜘蛛一样的东西在瞄准我们了！快飞呀！他们开始发射了！别叫了，我是来救你的，不会让你死。你要是把我害死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怎么样，脱离危险了吧？说起来，这不是你第一次绑架我了吧？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先把我放。喂，你怎么了？白骑士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把他活着带回去，还是先下去检查一下吧。上次是什么记录空间，这次是雾，难道又是和那个创世神有关的吗？啊，有路，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，总之先前进吧。也搞不清到底是真实还是梦境。真实还好，要是梦的话，我现在应该还悬在半空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资修佩德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知道？算了，这个问题等会再说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资修佩德？不像啊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了点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依林，你现实中在哪儿？我在。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……喂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可算醒了。
怎么一会儿一下的，说晕就晕啊？来到人间界水土不服，现在才发现也太迟钝了吧？我刚刚又在梦里见到依林了，还有资修佩德。依林？资修佩德？你不是要想什么事吗？已经想明白了？还有，刚刚你说资修佩德，有吗？也许睡迷糊了吧。奥法，带路吧，咱们出去。我的确会受到依林的影响，依林的力量则与精灵有些相似，他一定与精灵有什么关系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与资修佩德有关系。无论是之前对付地狱之花引动资修佩德的能量，还是在梦里看到资修佩德的样子，都与他有关。也许他的秘密与能量正是我赢过希尔弗的关键。至高神是不是早就料到这些，才会派我来完成抓捕希尔弗的任务呢？已经落地了，你还叫什么？我只是在感慨，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。毕竟飞了快1天了。叶灵小姐，好久不见呀！上次见面还是在精灵聚集地的时候呢。果然是你派德尔前去坑我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个小镇的？你没发现吗？我们之间的联系。我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？自从发现你我面容相似之后，你身边一点奇怪的事都没发生过。自从遇到拉法尔，我身边哪天不是发生奇怪的事儿？要是没有奇怪的事儿，那才奇怪。来吧，别管什么拉法尔了，我们才应该是一伙的。你也听到那些精灵是怎么称呼我们的了吧？复刻者和本源者。我拒绝啊！我信你个鬼！你们标分坏得很，我可不是没脑子的人。切，本来想对你好点的，现在嘛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是这样吗？去把波波莱卡叫来。至高神，您有何吩咐？去人间界，助拉法尔一臂之力。可是，您之前不是说这是拉法尔自己的任务，不许其他精灵插手吗？情况已经变了，我现在需要尽快让希尔弗消失。资修佩德的反应越来越明显了，是吗？您知道了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我认为，不是资修佩德的反应还不稳定。我想，我知道，就算你违背了我的话，也是忠于我的。我信任你，大人。所以我要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，去人间界吧，帮拉法尔尽快完成任务。那个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您怎么在这儿？空间之门附近是不允许精灵们随便过来的。我当然是奉至高神的命令前来帮助你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帮忙？有什么好帮我的？别忘了，两界通道自从当年精灵与人类的大战之后，受损一直未修复，每个月可以使用的次数是有限的。你这个月几次偷偷使用，次数早已用完了吧？现在这通道极不稳定，你若强行使用，不知会被传送到什么地方呢？至高神的命令不会出错，我一定可以平安到达人间界。你这么肯定？是因为这个至高神赐给你的护符吧？真好呢。有埋伏！他们打的倒是挺起劲儿，我还是去找拉法尔吧。正常人不会一直倒霉，但是我肯定会。嗨，又见面了。是啊是啊，我最近老是见到不想见到的讨厌家伙。拉法尔！依林，依林，树
林里什么时候埋伏了这么多的人？依林，你刚刚的弓箭手都消失了，不知道带走依林的是什么人，需要搜寻一下。原来刚刚那些弓箭手是精灵，精灵为什么要带走依林？啊，身后居然会有元素气息传来，难道说还有其他伏笔？奇怪，我明明感觉到强烈的元素气息，但是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？难道我的感觉有误？什么？这些元素碎片居然是从这个女人身上传来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在精灵眼里，我只是个普通人类罢了。现在最重要的，难道不是找到依林的去向吗？我刚刚看到带走她的，好像也是精灵呢。为什么人间界忽然出现这么多精灵？我以前在天上界学到的关于人间界的事，都是假的吗？不，刚来人间界时，我能感受到的精灵元素还没有这么多。难道是有人故意引导我来这里的吗？还是说，希尔弗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？带他一起进去。是。不要慌乱，优先确保依林。不要慌乱，优先确保依林。你就是这些精灵的指挥者吗？我劝你还是乖乖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比较好。把这个依林交出来，否则，我料你也不会背叛我的话，就凭你们。什么情况？我居然……他是来做什么的？刷存在感吗？不过依林，你比我原先认为的更有价值呢。见鬼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被那个叫依林的碰到之后，就莫名其妙的被传送回来，而且传送设施还不能使用。每次见到那个人类之后，紧接着我就会倒霉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难道他是精灵克星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不是之前去过的精灵聚集地啊！而且外面明明已经过了傍晚，这里的阳光居然这么好。虽然看不到太阳，而且这棵树看起来好眼熟啊！我记得它原本不是这样啊。等等，从小到大，我这是第一次出了村子，来到这么远的地方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以前见过这棵树？自从遇到拉法尔，我好像就掉进了重重迷雾。拉法尔当初真的是意外救了我吗？哦呀，看样子他想起了什么呢？本源者就是本源者，只要他想起了全部的东西，天上界与人间界的通道，至高神的真实身份，其他种族的藏身之地，这一切的秘密都将不再是秘密。这叫什么破路啊！出口岸在下水井里，说好的直接出城呢？说实话，嘉岩城的这处地宫我也只见过图纸，以前从来没有真正下去过，至少没走到过出口。我真的以为3处出口中的1处是在城外。3处出口，光明圣殿的分殿是1处，这里是1处。这么说，还有一个通向城外？不，圣殿那边的是入口，出口是另算的。哎，要不咱们……坚决不行！还想钻下水道？你们去！哎，这是最安全的办法呀！
我想，其实我们还是很安全的。嘉盐城城主死了，城里暂时群龙无首。这里的佣兵工会虽然有点势力，可是还没能像中心城一类的地区一样势大遮天。只要我们小心一点，不四处走动，佣兵工会不见得能找到我们。其他人更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了。现在我只想做2件事：第一，找地方洗掉这一身下水道的味道；第二，找到又把我们半路扔下来的拉法尔，弄死他。你还真是想不开，开始不就是拉法尔逼我们跟着他吗？你可是一直因此对他很不满呢。现在是个机会，你还不快跑啊！咱们都是混过佣兵的人，没有好处会一直跟着拉法尔东跑西颠吗？爱对拉法尔跟我要跟着他拿好处是2回事。各怀鬼胎，做人为什么不能真诚一点呢？我就敢直说，我要找到拉法尔，我的圣书还没拿回来呢。没有圣书，被神殿的人知道我会死的。哦，怎么了，奥法？你从刚才就一直在看这一侧的楼，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楼看起来很眼熟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出城的办法就隐藏在这楼内。很遗憾，没有预约的话，不可以进入。搞没搞错啊，喂！自己没本事，为什么把我们拉进这种金碧辉煌的地方，来丢人现眼吗？好呀，说起来，已经很久没有人在我的店门口闹事了，没想到居然是你带来的人，奥法。莉迪亚夫人，好久不见。你们这身打扮还挺有意思的，连味儿都那么接地气。玩笑话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今天来可是吃饭住店买消息的。本来想说你们今天不该来，不过看在和你多年信息交易的份上，就让你们进来吧。不过后果自负哦。对了，你们这身味道，价格要分倍。哦，我倒不知道你这些年还跟这种人有交易。你想说什么？这个老太婆的傲慢让我感到不爽。哼，好呀，这位小姑娘火气很大嘛。别胡闹！莉迪亚夫人身份非同一般，她在门口迎宾，一会儿一定有贵客到。我们现在不宜惹事儿。松手！我一定要。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谁想到会误伤啊？你们和我一起过去，那车里的人无论什么情况，你们都必须负责，不要连累我的店。哼，公爵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有没有伤到呀？虽然只是一场误会，不过我还是把胆敢向您车上扔剑的家伙都带来了。公爵大人，没有动静，难道真的？哎呀，不要说的那么晦气啊！如果是真的，要是那样，我会自己负责，这是佣兵的规矩。公爵大人，您能听到吗？无论怎样，还请回应一下，不然这样很吓人。公爵大人，您没事吗？他脖子上戴的什么？他？不好意思，公爵大人，您说的他究竟是？就是刚刚丢剑那个丫头，让她过来。很抱歉，刚刚的剑是失误所致，如果造成了损失，我愿意。我的象征在发光。怎么？好大的力气！公爵大人，娜娜，我果然没有看错，这个光芒真的是……娜娜，娜娜，差点就被那个什么公爵拽到车里，还好项坠及时发光，才有机会挣脱。娜娜，下来！
做什么？难道还准备训斥我吗？莉迪亚夫人身份神秘，势力庞大。当初城主活着的时候，都会跟他买消息。杀了城主无所谓，得罪了莉迪亚，你真不想活了吗？今天能不能暂时收敛一下？就当是我拜托你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顾全大局。哎呦，我是越来越想八卦娜娜姐和奥法之间的事情了，他俩现在关系很不一般呢。我倒是对娜娜的吊坠好奇起来了，能给自称不是骑士的娜娜以骑士的力量，能让精灵对她产生兴趣，现在又冒出来这么一个公爵，娜娜的吊坠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才对嘛！早说了，来我的酒店就要守我酒店的规矩，和气生财嘛。打打杀杀的，我怎么做生意呢？公爵大人，你也知道我这里一向是有买有卖，强取豪夺可不行哦。夫人说的是，在这里我们全听您的。您若对那吊坠真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嘛。波波莱卡还没有去人间界，叫他来见我。至高神大人，我的任务出了点差错，我正在想办法到人间界去。波波莱卡，你的人间界之行很重要。兹修佩德今夜又有反应了，你应该看到了吧？是。兹修佩德的反应一次比一次明显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是，兹修佩德有可能重启成功吗？不仅仅是这样，兹修佩德之所以沉默千年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初精灵牵制天上界耗尽了他的能量，还因为在那次精灵与卑鄙的人类的大战之后，兹修佩德的一部分被遗落在了人间界。遗落？可是传说不是说……不管传说如何，我说的才是事实。如今，那些散落在人间界的兹修佩德碎片，很可能落在了有心人手里。这么说，谢尔福之所以叛出天上界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秘密。难道兹修佩德的反应，是因为谢尔福在人间界找到了并激发碎片引起的？后一个问题的答案，我无法回答你。所以才让你去跟着拉法尔。可是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我莫名其妙从人间界回到了天上界，然后通道开始排斥我，我根本无法通过，用上您赐给我的护符都不行。波波莱卡，你是我最信任的麾下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在天上界还有第二条去人间界的路，就在我的神座后面。因为传送不稳定，我才没有公开出去。那个大人，怎么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这个刻有奇怪花纹的砖块，就是去人间界的第二条路。站上去。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是传送时的法阵，这种感觉。真的是从天上界往人间界穿梭时才有的。可是为什么天上界传说中都说两界连通的路只有一条？至高神殿下又为什么告诉我这个秘密呢？波波莱卡，你从这里下去，可以直接降落到拉法尔身边。去吧，早点完成你的任务。哼哼。停止了，想必是成功了。去吧，波波莱卡，你很快就会和拉法尔一样。至高神殿下，我感受到了神殿的震动，所以来看看。你没事吧？温蒂尼，没有我的召唤，不要擅自来神殿。你只要管好你该做的事就好，其他的事不必多问。下去吧。王座后面的光芒。什么？我发现每次神殿震动的时候，您的王殿后面似乎都有似有若无的光芒出现呢。
是我看错了吗？很遗憾，那只是你的错觉。不过尽忠职守，值得赞许。多谢殿下褒奖。不过最近天上界真是不平静呢。自修佩德已经不止一次发出异动了，是要重新启动了吗？还有，神殿似乎也震动了不止一次。另外，地狱之花的吼声好像也隐约可闻，是我的错觉吗？还是地狱之花又要死灰复燃？殿下，这些事情随便哪一件都可能引起天上界动荡呢，你要当心啊！温蒂尼，你知道些什么？您这样说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但是我必须向您禀报天上界的暗流涌动才行。温蒂尼，我知道你一向是忠于我的，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你要替我看，好吗？殿下，您该知道，您的命令我一向不会违抗。可恶，看来计划必须快速推进才行。我还以为会死掉，不过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被装在水晶里。至高神，您说我来到人间界可以直接找到拉法尔，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？水晶在向内生长，糟糕，这样我会被挤成饼，必须想办法出去。下次一定要拉法尔。波波莱卡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你和希尔弗一样是偷跑下来的？喏，认识这个吗？至高神赐的护符，看来不是偷溜出来的。至高神的护符上竟然有地狱之花的种子。我当初是遇到偷袭，所以才会以这种半休眠的方式来到人间界，而他持有的护符居然也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到这里。你怎么了？表情很凝重啊。没什么。至高神特意让我来帮你。你的那些人类朋友呢？不介绍我认识一下吗？不小心跟他们失散了，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你这么关心他们做什么？现在你不是应该拉着我去找希尔弗吗？对你来说，这些人类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吧？哎呀，毕竟在人间界嘛，说不定他们能派上用场呢。实话实说吧，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我能打什么主意？当然是完成至高神的命令，帮你完成抓捕希尔弗的任务了。这么说，你不想抢娜娜的吊坠了？我可记得之前你差点就得手了。放心吧，我都说我是来帮你的，在完成任务之前，我可不想和你起冲突呢。现在先离开这里，找到你的那些朋友吧。要是从这里跳出去，估计会摔成肉饼吧。你其实不用这样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你倒是不亏心，都绑架我2次了。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了你的身份。之前你们能那么轻易从我们的聚集地逃走，也是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故意放松了警惕才能成功的。那我还真该谢谢你啊。你们离开之后，我其实一直暗中跟着你们。我想看看你什么时候能想起你该记得的东西。那个从我的聚集地把你救走的精灵，应该是你的同伴吧？你不信任他吗？为什么你跟在他身边还有一丝一毫的清醒迹象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其实你们之间也不能说毫无进展。我把你带走之前，你是从梦里把他召唤到身边的吧？什么？这个事情他怎么会知道？不过你们的进展太慢了，我已经没有耐心等下去了。你想干什么？
好死不死，偏偏在这么高的地方，如果跳下去，就不是逃跑，而是自杀了吧？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来吧，想起你该想起的事。依琳，依琳，妈妈，我又梦到了。依琳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不要老去想梦里的可怕东西吗？梦里也没什么可怕的呀，有好多人在种树，一棵好大好大的树。妈妈，我为什么不能看呀？我说了，那些东西很危险，下次一定要早点醒过来，知道吗？可是那是在梦里嘛，我醒来才知道是在梦里，在梦里的时候我不知道。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以后长大了你会知道的，妈妈全是为你好。拉法尔，一起来玩呀！刚刚我看到的是什么？还好只是梦。依琳，你梦到什么了？妈，你怎么又过来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身体不好，要多休息。先回答我，你这次梦到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是又梦到了大树，还是梦到了特别的人？你怎么知道我梦里有特别的人？你真的见到了？忘了他！不论你见到了谁，都忘了他！我很快就回来，你和依琳在家里安心等我。拿着这个吧，它的力量会帮助你的。我很快就回来，你和依琳在家里安心等我。妈妈，已经等了1天了，今天爸爸又不会回来了。你爸爸是为了你的梦才一去不复返的。依琳，答应妈妈，就算没有爸爸妈妈，你也要好好活下去，千万不要去想梦里的东西。无论梦里见到了什么，你都要尽早忘掉。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爸爸怎么可能会抛下我们？一个梦而已，为什么要这么信以为真呢？依琳，醒醒！快醒醒啊！你这是……依琳？谁是依琳？不会吧？我是按照书里写的做的呀。怎么本原者不仅没有恢复记忆，反而变傻了？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神啊！我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？本原者变成傻子了！不行，我得再去查查。他居然相信了，真是侥幸。我脑子里多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连我早已经不记得的事也一件一件翻出来了。这就是女精灵说的恢复记忆吗？算了，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。万一我不是本原者，说不定这些精灵就会把我灭掉。之前几次在梦里见到拉法尔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再来一次。运气好的话，他说不定又像上次一样，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呢。可是有什么方法才能……没想到运气来得这么快没想到摔晕也管用哎，真的又回来了。那么，拉法尔，别藏着掖着了，快出来吧！切，用不着你的时候，老是往我梦里跑，专门来找你，你倒不出现了。拉法尔，你这个没用的精灵！喂，你说谁没用？有鬼！不是，有精灵！
你把我叫到这里来的，你已经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能在梦里见面了？第一个问题，是的。第二个问题，没有。那你把我叫到这里来是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让你来救我啦，像上次那样，咻的一下从天而降。你直接把我叫过去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还……等一下，我这是要醒了吗？拉法尔，我在。可算把你叫醒了，头脑还清楚吗？我醒了。就不能让我把最关键的一句话说完再叫醒我吗？我还在天上界啊，真好。刚刚做了个好长好长的梦，梦里我好像去了人间界。喂，睡醒了？怎么说晕就晕？你以前可没这个毛病。原来我真的来了人间界啊，还以为发生的那些事都是梦。波波莱卡，如果一个精灵可以跟一个人类梦境相通，可能会是什么原因？你跟谁梦境相通了？依琳，还是那个娜娜？不要那么惊讶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哦，随便问问啊？那我就随便回答一下好了。你真的确定你是跟一个人类梦境相通了吗？说不定他根本不是人类呢。关于这些，你就一点没有怀疑吗？他说的没错，我不止一次怀疑过。可是他老是莫名其妙跟我们分开，都没有机会试探他。也许这次见面，我应该从头到脚把他检查一遍。其实至高神一直很看好你，他曾经告诉我，你的所有潜力都开发出来，将会是最强的精灵战士。我想，这一定是他派你来追捕希尔夫的原因。至高神殿下相信你一定能战胜希尔夫，所以不要让他失望。加盐城，我以为想办法把那个艾尼斯打发到这里来，短时间内就不用再见到他了。没想到这里的分店偏偏出了事，那个没用的艾尼斯也跟圣殿失去了联系，结果害得我也得来这个破烂地方走一趟。说是找到他，一定要他好看。艾尼斯怎么搞的？是找了拆迁队当保镖吗？怎么路过的地方全成废墟了？吉娜玲子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啊？咱们这次来加盐城的任务就是找到艾尼斯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终于有一处没被拆的了。水晶球显示他有可能在这里，不知酒店会不会提供住宿者的信息？嘘嘘，别过来！啊，在上面，总算找到他了，一定要。吉娜玲子，出了什么问题？的确有问题，而且很棘手，有精灵的踪迹，而且就在这附近。怎么会？加盐城里可是有神殿存在的，精灵怎么敢出现在这里？哦，原来如此。看来艾尼斯不是在向我们招手，而是在说不。很有可能这家酒店有什么问题。我决定了，咱们现在就进到酒店内见艾尼斯。哎，艾尼斯玲子不是不让我们进去吗？我们还是先去别的地方歇息，顺便从长计议比较好吧。怕什么？我们可是代表着光明神殿，就算有精灵，也应该是他们躲我们。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完了，吉娜那个笨蛋自投罗网了。我的天，他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难怪整天抱着水晶球神神叨叨的。等下他要是被酒店的人发现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现在正是光明圣女的选拔期，一个分店通常只会有1名灵子前来，怎么吉娜灵子会来加盐城？啊，谁知道她又有了什么鬼点子？这个女人一向看我不顺眼，要不是她，本来我不用来加盐城这种小地方的。啊，等等，咱们被困在酒店，说不定吉娜就是咱们的救星呢，他们可不能让那些人看到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咱们之所以暂时留在这里，是因为想好好休整一下。如果咱们真想离开，走不出去，还打不出去吗？你说的轻巧，
你还记得我的身份吗？我是光明神殿的灵子，灵子。我胡乱打架被长者们知道，会倒大霉的。切，你跟我们混在一起打的架还少吗？那怎么一样？之前打怪兽、打精灵，那都是正常战斗。可你刚才说的是打出酒店，那是跟普通人打架呀。可是跟城主的部队起冲突的时候，你也没手软吧？总之，如果酒店的人把吉娜跟咱们关在一起的话，你们千万不要把我这段日子打来打去的经历告诉他，尤其是你，奥法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密。这个人可是个习惯性背叛者，指望他给你保密？娜娜，一直以来都没能跟你好好聊聊，当年的事已经很久远了。现在我们是同伴，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。切，鬼才信！哎呀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呢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艾尼斯。有段时间没见到你了啊。是啊，很高兴再见到你，吉娜。多谢莉迪亚夫人引领，我和她有私事要谈，请您先回避可以吗？哦，当然，请客人随意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叫服务人员参与协助。你怎么认识那个女人？刚刚认识的时候，我们互通了姓名。不过，你第一件事不是问我为什么来，居然关心我为什么认识新朋友。跟普通人随便交朋友，这可不像你的性格。这比你来嘉岩城的原因难猜多了。艾尼斯，你行事太过分了。灵子在选拔期若被派往各地分店，是要每隔3天向神殿进行一次信息及行踪的汇报的。你算算，你断了多久消息？那个，我遇到的突发事件太多了嘛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。我的水晶球显示，附近有精灵留下的气息。为什么见到你，我的水晶球反应更明显了呢？所以我怀疑，你的这几个朋友，该不会有人是精灵伪装的吧？不是吧？我的圣书、吉娜的水晶球，还有其他灵子使用的武器，都是由神殿传赐下的圣物，各有所长。难道拉法尔遗留的气息这么明显，被吉娜的水晶球发现了？好在拉法尔不在，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艾尼斯，我用水晶球检测一下他们，你不介意吧？喂，谁给你的自信？想检测就检测，不应该问问当事人介不介意吗？你们光明神殿的人，难道都是这样咄咄逼人，自以为是、蛮不讲理的？说的有道理。那么，我用水晶球检测一下你，你不介意吧？我介意。介意也没用，我刚刚只是通知你一下。你这家伙！啊！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的圣灵水晶球对精灵气息很敏感，你们全身并没有测出精灵元素的能量，这说明你们不是精灵。拿个球晃我们的眼，最后就得出这么个结论。所以说，光明神殿的人实在是……但是，在你们身上出现游离的元素能量，这说明你们曾经长时间跟精灵在一起。其他3人暂且不提，光是艾尼斯，身为光明神殿的灵子，竟然跟精灵有勾结，你还真是罪大恶极呢。我没有。吉娜灵子，我想我们可以解释。事实确凿，你们无权解释。灵子艾尼斯一行4人勾结精灵事实成立，我代表光明神殿宣判你们有罪。我以灵子身份宣布，你们都将受到光明神殿的制裁，抓住他们，尤其是艾尼斯。喂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真刀真枪，和他们拼了呗！等等，要打也等出去打，在莉提亚夫人的酒店会惹麻烦。我之前明明强调过无数遍，不要闹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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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还是大耳旁风。管你是什么身份，谁的客人，都别想有好果子吃。哎，我当教团的人有多厉害，原来不过如此。确实有些棘手，不过还是有可以应对的方法。所以，糟糕，他
这是要……至高无上的光明神啊，请庇佑你的子民，请赐予我护卫光明神的力量，请让弑神者清除一切精灵的痕迹。怎么？这几个被打倒的家伙又站起来了！哈哈，没想到吧？我可是有大回复的哦，艾尼斯，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你看到了，只要有回复法术在，我们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无限的。而你们总有累趴的时候，更何况你们不能对身为灵子的我出手，所以……这是怎么会？你抓住那个胸口发光的女人！过来了！我从来没有跟无限回复的对手战斗过哎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喂，你想出什么对策吗？当然，你绊住这4个人，我去拿下那个灵子。Our Link， 都给我闪开！萨尔，哦，这2个交给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来找艾尼斯是奉了神殿长者们的命令。我若出什么事，艾尼斯，你其他人，你们一个也别想逃掉。灵子大人，你恐怕有所不知，我可是职业佣兵。职业佣兵信条就是拿钱办事，从不问对手是谁。看来今天你要付出些代价了。灵子大人，提前向您说一句晚安了。救命啊！我再三强调，在我的店里不允许私斗。奥法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您如果兴师问罪的话，就找这些教会的人，是他们先出手挑衅。教会的人是这位灵子大人吗？哼，奥法，还记得我这里的规矩吗？在酒店内杜绝一切纷争，违者驱逐之。就是这样，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请吧，各位。莉迪亚夫人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公爵大人，您怎么……莉迪亚，昨晚我给你面子，没直接抢走吊坠，现在他们破坏了规矩，你应该不会再拦我了吧？您这种解释方法似乎勉强可以说得通。那么，我有条件。哦，有条件？所有打坏的东西照原价10倍赔偿，而且要记在您的账上。但是我酒店的侍者可以保护您的安全，但是不会主动出手。我还当是什么条件？好说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既然如此，愿您玩得尽兴，我就暂且退下了。好了，店主已经同意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是自愿把项坠交出来，还是想我硬抢呢？注意我的口型，我拒绝。不出所料的答案，那么我就不客气了。没想到那个灵子见面就表明身份，我还以为嘉岩城这种偏远城市不会有神殿的人过来，没想到还是来了。虽然表面看不是来找我的，但是不可大意。没想到奥法也是他们的人，好在他并不算很了解我的底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最好他们不是为了招惹我才来这儿的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这家伙可是空手啊！你在后面藏着干什么？一起上啊！不，我不可以。他的目标是我的项坠，我这样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？那该怎么办？用这个。我的水晶球！你们2个牵制住他，后面的交给我。明白。一次不成又来第2次，真是幼稚。凭你们几个的战斗力，是无法与我抗衡的。得手，正中靶心。水晶球变色了，那个浑浊的颜色，那个公爵是精灵。我倒是忽略了这房间里还有2个灵子在。
水晶球要是被破坏的话，就出大事了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喂，爱丽丝，若水晶球出了事，看神殿会不会放过你？就算你这么说，圣书也没在我自己手里呀。拉法尔，你回来了。我感觉有种似乎是精灵，又有所不同的气息。没想到你们几个也在这里，简直就是混乱之源。喂，你要做什么？为什么又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精灵啊？是我们啊，拉法尔！这下糟糕了。一眨眼就不见了，还以为到哪儿去了，没想到居然有奇怪的精灵气息，看来还是……什么情况？这些人类都是你干掉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看来这种事对你来说已经是稀松平常了。精灵！我慈悲的光明神啊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精灵？难道这里是什么神器之地吗？熟人？不认识，干掉吧。咦？等一下！拉法尔，千万不能伤害他！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咱们就麻烦了。是啊，他可是教会的灵子候补之一，他若是出事，会招来整个教会的战斗力来狩猎咱们。居然还有活口！先不用感慨，外面还有一个。外面？原来这种模棱两可的气息是从那个家伙身上传来的呀。没想到2次到人间界会碰上这种事。好吧，让我来看看眼前这个有精灵气息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人。你是什么人？当然是替天行道的人呀。你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小把戏而已。那个公爵出了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大概是把伪装打碎了。咦，那个人看起来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原来是他，难怪有这种奇怪的揉杂感。上次见面还是在生命之树的地下洞穴里，正好我还有些事要问你。咦，人消失了，居然烟遁逃脱！没想到人类居然还会使用这种方法逃脱，真是无语。习惯就好。其实我也是。还知道回来呀，拉法尔？知道我们被你坑得有多惨吗？看在咱们是朋友的份上，给你个死缓，把原因情况说清楚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，不然这种莫名其妙的架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当初我选择加盐城落脚，是因为我以为这里没有神殿的力量，现在看来也不是一劳永逸。当初我逃走，还带走了圣宫，如果被抓住，那可真是万劫不复了。所以，还是先离开这里比较安全。刚才这个球好像闪了一下，那是共鸣现象。这个水晶球是神殿的圣器，圣器和圣器在一定距离的前提下，彼此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反应。比如，它的圣书，刚刚的一闪肯定是水晶球和圣书之间的共鸣。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但是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圣书现在还在拉法尔手里。不过刚才的确一瞬间出现了其他圣器的感觉。那个，不要说圣器的事了，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最好还是暂时待在这里。现在加盐城里没有比酒店更安全的地方了。店主莉迪亚夫人是出了名的消息灵通、神通广大，另外还有爱财如命，只要给她足够的钱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往往在城主府势力、佣兵工会等武装力量之外，
还拥有一个特殊势力，三方鼎立，方才长久。就像这间酒店。可是，就你们刚刚在这里大闹一通，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吧？确实，但是除了莉迪亚夫人，这里之外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。你确定？就这种前后数波围追堵截的状况？嘉岩城所处地点可谓偏远地区，在这里，城主的势力并不是很大，反而是佣兵工会等武装力量更占优势，而莉迪亚夫人的酒店，则超脱这些势力之外。在许多城主势力不强的城市也是如此。这家酒店就是嘉岩城的第三方势力，除非是非常事态，否则其他势力是不会轻易插手内部的事。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思考的话，只要能够拿得出足够的钱，莉迪亚夫人就会帮咱们摆平一切。那盖尔，你身上带钱了吗？我要是有钱，还用犯愁？钱？对了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先说好，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。嘿嘿嘿，你一个灵子，当然用不到钱。你那些半死的手下可就不好说了。呀，快住手！那些钱是教会给的路费。这是教会专用的消费卡。真有钱！有了这个，可以说胜券在握。你们等我的消息吧。你这是什么状态？成功了还是失败了？莉迪亚夫人不见了，余下的几个临时工也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啊，这不是正好？按你刚才的说法，没人敢来打这酒店的主意。酒店主人一走，咱们正可以鸠占鹊巢，在这里好好提整一下。喂，鸠占鹊巢好像不是这么用的吧？虽然现在情况确实如此。既然这里暂时安全，别的就先别说了，先把你们之前都做了什么说一下吧。看什么看？说的就是你，拉法尔。这个很好解释，我并不是无故离开，而是被伊林召唤去了。召唤？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，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跟伊林能通过梦境联系。现在更进一步，伊林能通过梦境把我召唤过去。不会吧？通过梦境把人召唤过去？从来没听过人类可以有这种能力啊！拉法尔不是向伊林借过力量吗？这次借了力量之后，一直没还给伊林，会不会跟这个有关？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别忘了，拉法尔可是精灵，我们这些人类谁也说不清精灵有哪些本事，不是吗？佩尼斯，你竟然真的跟精灵有勾结！法，你怎么能把这种事随便说出来？不要吵，你什么都没听见。要是想当大喇叭，我就让你看不见今晚的月亮。好的。你既然能通过梦境联系伊林，那赶紧找他在哪里呀？我现在有很多事情想问他。他要是不做梦，我也没办法。况且不知道他在那个人手里会怎么样。喂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防损？哪有把人捆成这样防损的？没办法，本来我们想把你当神一样供起来，你不乖乖听话就算了，还到处乱撞，把自己撞晕死过去。现在算是自作自受了。撞晕其实是个失误。你猜我会相信吗？你都把我绑2天了，难道你要把我一直绑下去？放心，绑不了多久了。之前想让你恢复记忆，结果失败了，我只好换一个方法。准备工作快要完成了，等你成为真正的本源者，你就会跟我们一条心。那个，我觉得之前是我没想清楚。听你的语气，本源者真的是一个很彪悍的身份。如果你们真的会把我当神供起来，那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你变得倒快。我只是想选择最好的路啊。毕竟，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我终将成为那个被你们尊崇的本源者，那我为什么要进行无果的反抗？其实你之前给我恢复记忆的方法还是有效果的。我这2天隐约好像想起一些事儿，比如，天上界的一些场景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转变态度啊？我想你正在准备的让我恢复记忆的方法，一定有什么缺陷吧？不然你开始就用它啦。既然如此，
何不试试我的方法呢？我想起一个可以唤醒过去的仪式。我明白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当然，不过这个仪式需要准备几样东西，你要去准备一下。好吧，我这就去准备。不过，你可别想趁这个机会溜走哦。这里内内外外守卫无数，若是被弓箭射死了，可就是你自己倒霉了。放心，我才不会乱跑。2次被你抓住，我早已知道你有多少手下。在你的地盘，要想跑出去，不拿你当人质怎么行？这2天我千方百计入梦，为什么却联系不到拉法尔呢？被绑住之前，我还能在梦里见面，怎么忽然就不行了？说起来，我跟拉法尔能在梦里见面，好像也是忽然开始的。算了，先不想这个了，我还是先想办法自救吧。啊，来了，已经准备妥当，你什么时候？空气被挡住了。呵呵，你的思维方式真好预测。引精灵，糟了，剑，手被吸住了。没想到吧？想要暗算我伺机逃走，没想到反倒被我利用。所以说很遗憾，这一次你不能得逞了。可恶！引精灵，放箭！你居然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将自己也……唉，真是不会动动脑子。我是引精灵的主人，他们的剑怎么可能伤到我呢？我这是死了吗？对了，我之前要劫持那个狄德利特，以便逃脱，然后被窗外的无数箭矢射中。没想到这么轻松的就死掉了，还没和拉法尔他们道别呢。没错，就是眼前这个可恶的精灵，他居然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将自己也……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睁眼看看你周围，我还活着。当然，只不过因为你死不配合，我只好将计就计，出此下策。切，连自己都不放过，还真是下策。你误会了，所谓下策，指的是要删除你作为1灵的记忆。什么？我之前引导你记忆的方法，会让你在成为本源者后，还有你作为1灵的记忆。可惜失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温和的手法行不通，就准备强上是吗？不要说的那么难听，只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成功之后，1灵这个人格会完全从世界上消失，而本源者则会成为这个躯体的主人。没办法，谁让你这个最后的本源者偏偏不是纯精灵血统的？哼，你也就趁现在逞口舌之力，等拉法尔到了，还不是像老鼠一样跑掉？哦，那个家伙啊，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有些棘手。不过，等他找到的时候，1灵已经变成本源者了。所以说，你就好好休息吧，咱们后会无期了。大概剑的效力还没过去，浑身无力，打也打不过，逃也逃不了。完了，我的人生就这么终结了。看来自从在奥斯洛峡谷里遇到那块水晶，就开始倒霉不断，以至于现在莫名其妙的成了什么本源者，还稀里糊涂的被那个狄德利特拿来做实验，要删除人格。都是拉法尔那家伙，我就算是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他。鬼是什么东西？切，连鬼都不知道，简直就是……哟，来，拉法尔！
要被那个精灵做实验品了。那且不论，变成鬼找我是怎么回事？什么都不是，我乱说的。无趣，我还以为你会某种秘术，不能轻易告人。算了，我这就带你出去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脱险了。脱险？这话说的太早了。太早？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嘛，马上你就知道了。这么快？这是要到哪里？已经搞定了吗？娜娜姐，这是……现在明白了吧？是。很热闹吧？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目的已经达到，没必要和这些精灵继续纠缠。咱们回酒店。依林，这次不会再让你逃走。想法很不错，不过可惜。谁？这里，是你。很荣幸精灵的指挥者还记得我。上次我说过，乖乖让我们把依林带走，不然的话，你会被揍得很惨哦。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？我在等你自动消失。上次那个是失误，这次不会再。这是……拉法尔，你不去帮个忙吗？懒得帮他。你怎么？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大意了，没想到在我对峙之前，你的法术就已经发动了。没办法，你的实力太强，不得不防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听说有些精灵天生力量孱弱，只能通过法术之类的方法进行弥补。怎么可能？我的金箍术居然如此轻易就……但是那只限于力与力之间的较量，因为你的法术多数都用来进行力量的补足，所以一旦遇到法术强大的对手，马上就会败下阵来。糟糕！不过想想，还是算了。我知道留在人间界的精灵日子都不好过，何必打得你死我活？你们不过就是想回到天上界，不是吗？我说的对吧？也许我们商量商量，能找到办法呢。我明白了，你们走吧。但是下次我一定会以命相搏。你又来了。虽然不知道具体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离开了吧？走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错觉。那赶快回去吧，这就算是告一段落了。首领，要追踪他们吗？不必，而且也没有什么用处。看来有些事情的确需要调查一下。这个看起来感觉真的很像。喂，你们两个自打依林回来之后，就一直盯着这条裙子，有什么古怪吗？再确认一些事情。这裙子可能是……先到先得，这裙子是我的啦。你说什么？一个精灵居然要抢夺我们的东西！抢？这裙子明明就是天上界的东西。哎呀！喂，不过是一条裙子而已，拽来拽去的。先等一下，虽然我不是很想要这件裙子，可是那个迪德利特是专门找来给我穿的，难道这件裙子不应该是我的吗？你们几个等一下，这条裙子既然是那个迪德利特找给我的，那么它现在应该是属于我的才对吧？哦，新衣服哎，好久没看见过了，很合适吗？是吗？话说，你们三个在抢裙子？三位女性抢一条裙子，倒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就算是做工和款式都很好，很漂亮。喜欢的话去定做不就好了？
呵呵，这东西怎么可能是普通裁缝能做得出的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条裙子是属于光明神殿的7件圣物之一，绝不能让给精灵。小鬼，你们所谓灵子就是这样谎话连篇？啊？什么？哼，裙子明明就是天上14件神器之一。那都是些啥呀？一条裙子而已，至于编这些瞎话危言耸听吗？女人真可怕。是真的，不是编造。我简短的说明一下吧。创世神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就不多赘述了，重点在后面。创世神消融在了这个世界，他们的遗物就成了光明神殿的圣物。据记载，圣物包括圣书、圣水晶球、圣冠、圣珠、圣裙、圣镯、圣履7件。书、裙子、手镯、鞋子，我怎么听着都是些普通东西呢？而且只加了个圣，就算是圣物了？你这种论调可是有侮辱圣器的嫌疑。话虽如此，但是你们都见过我圣书的力量吧？那种力量是假的吗？还有，之前吉娜使用水晶球时，你们也都看到了呀。娜娜姐，从第一次见面开始，我就觉得你对神殿和神殿的奉献者们抱有如此大的敌意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喂，不要转移话题，继续说裙子的事儿。精灵的传说跟他刚刚说的差不多。传说世上本是一片荒芜，本源之神来到这个世界，世上才有了生机。本源之神？难道所谓的本源者与这个本源之神有关系？本源之神种下了生命之树，这之后世上才有了精灵。本源之神消散的时候，留下了14件神器，这件裙子应该就是其中之一。这听起来就像是同一个故事的2个不同版本，唯一不同的是物件的数量。不管来源是什么，只要用我的水晶球检验一下，就可以知道这裙子是不是圣物。怎样，你敢让我验吗？检验？呵呵。这是……看到了，你们认为还需要检验吗？这足以证明这裙子正是精灵的神器，而且你们不要忘了，这裙子之前的持有者是那个精灵首领。在精灵手上又怎么样？按照你的逻辑，我也可以说这裙子是那个什么首领从人类手中偷窃得来的。海尼斯，把你的圣书拿出来。圣物之间有牵引之力，咱们一起用圣物对付精灵。虽然没人使用圣裙，可它同样会爆发力量。看这些精灵怎么办？我那个……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把圣书拿出来？我没。我想起一件事，这次找到你的时候，水晶球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为什么？这位灵子见情势对自己不利，就开始拉拢同族吗？仔细想想，现在这个屋里只有你才是敌人吧？建议你先认清楚形势哦。区一个精灵居然如此嚣张，在精灵面前，人类应该团结对外。你们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每一个人类都应该知道，来自天上界的精灵是我们的敌人。这就是了，神域是绝对的，那么我退出。看吧，人类一定会……你说什么？我自幼将侍奉光明神当成毕生理想，可是在我即将成为骑士的时候，光明神却抛弃了我。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当初我说过，我来到边城附近是为了找人的，跟精灵打架危险太大，我还得留着命找人呢。我退出。奥法，你可是神殿的人，你也怯战吗？灵子若与精灵开战，我不会回避。但是娜娜，今日如果我不死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滚！怕死的人哪儿都有，不过就算只有我一个，遇到精灵也不会后退。
那个，我呢？穿精灵衣服的家伙没资格参与讨论。事到如今，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人。艾尼斯，我再说一遍，把你的圣书拿出来，咱们共同击退这2个精灵。那个，我觉得圣物威力太大了，不如我们别用了吧，切磋一下就可以了，点到为止嘛。嘿嘿嘿。你说什么啊？和精灵战斗怎么可能点到为止啊？对了，从刚才你一直顾左右而言他，就是不把圣书拿出来。而且，刚刚我问你为何水晶球感应不到圣书，你也没有回答我。难道说圣书出问题了？神殿的长者们总说你是最得光明神眷顾的灵子，所以才把7圣物中力量最强的圣书赐给你。可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代为保管。如果你真的让圣书出现了问题，那神殿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一下你完了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之前遇到艾尼斯的情形你还记得吗？他好像说他是什么第几灵子，然后有一堆怪物攻击我们。光明神殿里实际掌事的人是大长者和长者，可是名义上他们只是光明神的奴仆，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吉祥物——圣女。据说圣女是可以直接与光明神的灵魂沟通的人，而灵子就是圣女候选人。神殿会选出有潜力的女孩子进行教养，最后在其中选出真正的圣女。这么说，这个吉娜跟艾尼斯一样也是灵子，那他们是竞争对手了？差不多吧，不过我看艾尼斯压根没这想法，倒是吉娜想得很，她这疯疯癫癫的样子可真是被光明神殿坑害不浅呢。是啊，我看只有脑子有毛病的人才会主动去当那什么圣女，一旦成为圣女就要进入光明塔，终生不得外出，死后也要葬在塔里。什么？那跟软禁有什么区别？不仅如此，夜间除了圣女，不能留其他人。你想想啊，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时，之前死了的圣女棺材就在自己旁边，我都替这些小姑娘害怕。喂，你们说的太大声了，我们都听到了。喂，你也听到了？哦，圣女终生在塔内不得外出，死后在塔内安葬，夜间除圣女之外，不得有其他人逗留。这些听起来似曾相识，而且他们所说的光明塔，在天上界似乎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存在。温蒂尼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？您做事自有您的道理，因此我一向对自己说，我只需听您吩咐，不用多做猜测。不愧是水之大精灵长，我可以完全相信的精灵其实并不多，但是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是我可以相信的精灵之一。进去吧。奇怪，这里不就是放置自修佩德的地方吗？虽然每次我走的不是这条路，不过这3条路都通往自修佩德所在之处吧？他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？难道这到底是？墙壁上都是精灵的残骸。每次检修自修佩德，我们走的都是其他2扇门，中间这扇门，我们因为您的吩咐，从不敢开启。原来这才是禁止其他精灵进入的原因吗？温蒂尼，你刚刚不是说相信我做事自有我的道理吗？怎么，这么快就开始质疑了？不，殿下，我只是……这些都是当初死在人与精灵的战争中的英雄，哪怕死后，他们也在为我们精灵做着贡献。死在之前的大战中的精灵，
死难者不是早已经回归母树了吗？你说的不错，生命之树对精灵来说既是起点，也是终点。而且参加过当年战争的精灵，活着的已经不多了。可是殿下，这并不能成为封锁信息的理由。那是自然，我并不会无故违背自然规律，把它们保留至今。他们的死因很可疑。死因可疑？这些精灵的战力并不低，人类中少有他们的敌手，然而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死了。这些精灵都是死在大战末期，人类极有可能在那时掌握了对精灵的杀手锏。如果不是大战及时终结，那最后胜负如何还很难说。我有种预感，人类与精灵必将还有一战，在大战再次来临前，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。殿下，希尔弗的叛变与此有关吗？也许有吧，希尔弗还是太天真了。有些事，并不是随着时间久远就可以湮灭的。今天带你来这里，不是为了这些过去的事，而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事。我相信所有事情都在您的掌控之中。大概从希尔弗叛逃开始，您已经在布局了吧？不然，为什么您会只派出一个拉法尔去追击希尔弗呢？何况波波莱卡最近刚刚被您派到了人间界，现在还有什么事能脱离您的预测呢？可惜，还真是有事情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比如……本来按预计，兹修佩德应该逐渐复苏的。有了兹修佩德的力量，就算再次爆发大战，精灵也可立于不败之地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兹修佩德的复苏停止了。本源之神留下的14神器中的项链，一直在你那里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您是怎么知道？还回来了。我知道你是最忠心于我的，这些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您既然下了令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温蒂尼，你疯了吗？我的，是我的，谁也不能抢走，谁也不能抢走。这是，没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变化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只需要一点点的外力进行协调。兹修佩德明明已经被我控制住了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一直认为他受到的影响不深，所以才能一直活到现在。没想到隐藏的这么深，我的计划被发现了吗？头好晕。哎，殿下，这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温蒂尼，你一点都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吗？您带我来到了安置兹修佩德的通天塔，然后怎么来着？不要再想了，先跟我出去，然后我会告诉你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您一向为我们精灵指引迷途。本来我想让温蒂尼留在天上界理事，然后我自己找个借口去人间界一趟，没想到，反而排除了一个隐患。我要先观察一下温蒂尼，他手里的项链，可以等人间界的事有了结果再去拿。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所有妨碍计划的人都得死。来到人间界越久，我越觉得人间界与天上界很相似。其他的还可以说是因为当初精灵在人间界生活过，可是当年精灵与人类大战，最终精灵退居天上界，而人类占领人间界。无论是光明圣殿圣女居住的塔，还是天上界的通天塔，都是大战后才建立的。为什么也这么相似？拉法尔，通天塔是什么？什么？你怎么会？
拉法尔，泄露天上界机密可是叛变行为。我没有。哼，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通天塔的？等一下，不是他说的，我是自己知道的。一个人类能凭空知道天上界的事，那你接下来是不是还想说，你做梦的时候去过天上界？是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虽然你不信，但这是事实。梦里的我好像还认识小时候的拉法尔呢。说起来，我这些关于梦的力量好像越来越强了呢，还都跟拉法尔有关。难道之前抓我的那个女精灵说的是真的？如果像你所说，你对精灵的事都知道些什么？怎么知道的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因为不只是身为灵子的我和艾尼斯，好像其他人也很感兴趣。其他人？难道……你们简直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。因为的确好奇嘛。好吧，其实我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知道的。刚刚吉娜和艾尼斯吵架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忽然就模模糊糊有个印象，天上界也有一个类似于光明神殿那个圣女塔一样的地方。那座塔好像很神秘，很古老，很恐怖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很想把你带回天上界呢。至高神对你这种非同一般的人类一定很感兴趣。喂喂，这里可不是天上界，不要无端挑衅。哼，无端挑衅？咱们现在这种亲密接触的距离，应该算送货上门吧？上次若不是拉法尔出手，我就拿到想要的东西了。这次我该拿你和你的吊坠怎么办呢？喂喂，我说，你们能不能暂时冷静一下？还有人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？大家要好好沟通一下。艾尼斯，就算你不把拉法尔当朋友，可他也没害过你吧？甚至之前被精灵抓走，还是拉法尔救了我们。而这个吉娜，他明显对你不怀好意，难道就凭他的几句话，你就真的想把拉法尔这样的精灵当成敌人？可是教导我要把精灵当成敌人的不是吉娜，是光明神啊。你自己的想法呢？你从有记忆开始就住在光明神殿里，从来都是别人告诉你要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。现在有机会让你自己做一下决定，你不敢吗？说的很有道理呢。吉娜，我们去那边，我告诉你我的圣书出了什么事。怎么扯上我了？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沟通一下了。好啊，你先来呗。喂喂，不要这种态度好不好？你给个方法，我照做。简单，大家都把自己觉得别人有问题的地方说出来。娜娜，你不是一直对拉法尔很不满吗？依林，你不是对拉法尔也有许多问题要问吗？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怎么，只有这些人对拉法尔有疑问吗？哼，怎么看都好像你在挑拨拉法尔和他们的关系。你想的太多了，我只是被拉法尔强行雇佣来做队友的，并且根本不给我佣金。我只想着快点帮他完成任务，这样我才能重获自由去做自己的事儿。那时候我刚来人间界不久，在我之前学到的精灵知识里，人类都是低等生物，所以我给你们下了从属契约。可是，在相处中，我从来没有把你们当成奴仆吧？而且你现在还揪着之前的事不放，你是想逼我像其他来人间界执行任务的精灵一样，真的把你们当成奴隶对待是吗？我不是在帮你们忙吗？俗话说，男士优先，咱俩这不是为依林和娜娜做个表率吗？你们都不说，我来说好了。你的吊坠呢？你们为什么对一件纪念品这么感兴趣？哎呀，纪念品！你真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类啊！这是我的东西，我愿不愿意给别人看，想不想告诉别人它的来历，都是我的自由，用不着你来告诉我。唉，几句话没说完，又是剑拔弩张的。
可以看一眼你的吊坠吗？不要。哎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确认一下，以备防范。给。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啊，那个吊坠刚刚一闪，啊，那个闪光的感觉，那吊坠是骑士之心。喂，你们两个要干什么？那个有点小激动。一个吊坠有什么值得激动的？这不是普通的吊坠，是光明神殿认证给出的骑士之心。啥？这东西就是骑士之心？拿来，你们看仔细，骑士之心是这个颜色吗？刚刚太激动了，骑士之心都是正红色，之后骑士的作为会逐渐影响骑士之心的颜色，使骑士之心或深或浅。但是现在这个吊坠的颜色完全是另外一种色系。但是这个吊坠除了颜色，其他都和骑士之心一模一样。娜娜姐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当初我没有通过光明神殿的骑士认证，没能得到骑士之心，所以我很失落，就出去散心。在一处海边，我遇到一个跳海自杀的人，他在临死之前将这枚吊坠送给了我。他说，这个吊坠跟骑士之心一样，可以给它的主人以力量，因为他不再需要了，所以便传递给了我。还有这种操作？一颗骑士之心只能认证一个主人，从此便与主人休戚相关。骑士之心碎裂，骑士也会死；骑士死亡，骑士之心自动破碎。为什么这个吊坠可以送给别人？你们这种反应就好像怀疑我在说谎一样。但是的确很可疑。就算你们这么说，力量的确是真的，不是吗？那个女人将吊坠给了我，便跳进海里。我想去救她，可是她就像融化在了海里一样，消失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是一个女人给你的？她是谁？你在哪里遇到她的？这件事对我很重要。你自己说要冷静下来，好好对话，现在为什么这么激动？不，娜娜，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原因，你一定要……哎，我是怎么躺在地上的？离那个吊坠远点，那可不是你这个人类能觊觎的东西。喂，伯伯莱卡，出来一下，有事问你。切，不知道这两只精灵想搞什么鬼。拉法师不会伤害我们的，不要去给他添乱。拉法尔，你要做什么？难道又要给这些人类出头？你不会在人间界停留了一段日子，就把自己当成人类了吧？别忘了，你只是来执行任务的。不要这么激动，我只是想起来之前那个人的身份，我还没有跟你说，而且他好像也对娜娜的吊坠有兴趣。什么？你说的是谁来着？这种时候不适合犯二，就是之前被你打跑的那个家伙。哦，你说的是那个家伙呀？一个遗留精灵与人类的低等混血而已，有什么特别？你只是看了他一眼，居然能看出他是低等混血？哎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这种精灵血脉之间基本的感应，你应该也有啊。精灵是由生命之树衍生而出的生命，因此所有的精灵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。而对这种亲缘关系，精灵是天生就有感应的。哪怕那个人是混血，他身上微弱的血脉力量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在天上界的时候，我一向是我们这一代精灵中的佼佼者，但是自从来到人间界，我好像就不是我了。刚刚来到人间界的时候，我失去了记忆，是随身的精灵徽章中保留的记忆让我想起了事情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徽章中的记忆好像有些错误。精灵徽章是每个精灵成年时由至高神亲自赐予的，怎么会出错？波波莱卡，你一向是至高神殿下的亲臣，你能为我解答一下吗？很遗憾，我做不到。等完成了任务，你可以亲自询问殿下。
本来还有许多问题想问波波莱卡，可看他的态度，有些事我还是自己想办法找到答案好了。是屋内传来的声音。这是影子。是他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是你呀！这么明显都能抓错，要你们有何用？好机会！这是，怪不得影子会抓错人，原来他身上有这个。等等，要是连这个女人都一起抓住，岂不是事半功倍吗？尹精灵，不要让这个女人逃走，抓住她！老虎不发威，拿我当病猫，非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！圣物。准确来说，这只是不完全状态，或者可以说是半副铠甲。半副？它的吊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可以催生出骑士铠甲，必然有光明神的力量在里面，可从未听长者们说起过呢。难道真的如那个波波莱卡所说，圣物的数量是14件，而且是属于精灵的？我的妈呀，跟鬼似的！吊坠的力量竟然比以前增强了，难道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对吊坠的力量有加成？怎样？你不是想抓住我吗？不要得意的太早，马上就要给你点颜色瞧瞧。不是吧，这么多！哦，这下他有麻烦了。所以呢？当然是去帮他了。人类，没想到居然是我，对吧？切，并肩作战什么的倒是没想过，不要拖我后腿就好。彼此彼此。等等，2打1不公平吧？影精灵可不是人啊！拉法尔，你不准备下去帮忙吗？你刚刚也看到了，我的攻击对那些影子没有效果，但是他们2个不一样。唉，其实我也想去帮帮娜娜姐，但是他们的目标本来就是我，下去的话不就等于去送菜吗？他们2个的战斗力比预想要高得多。好吧，你就暂时在房间里待着好了。啊，你要下去？不是说攻击无效吗？是啊，不过我并不是为了和那些影子战斗，是怕他俩上头把首领给杀了。看来就剩你一个了。喂喂，太没有自觉了吧！你那些影子把戏都已经被玩坏掉了，还不赶快！这种感觉和吊坠的完全一样，这些东西怎么会流落在人间界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这次出行的收获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真该早点来。哼，以为这就结束了？我的影精灵可是无穷无尽的。你们是在打我的脸吗？本来可以回收再次释放，没想到因为那个女人，影子的数量大幅减少了。管他多少，赢上就好了。哼。喂，你怎么突然间跳出来？我和依琳说是要阻止你们2个玩太过火，干掉那个精灵首领。你这种说法感觉我们像施虐狂一样。不过现在看来并没有。哼，果然，我出手是打不死这些东西的。不过，怎么看起来好像小了一些？是错觉吗？唉，
明知没有用，下去也是徒劳啊！好像只有娜娜姐的攻击可以真正伤到影子。如果娜娜姐的力量能再强大一点就好了。啊！这股力量，这是本源者开始觉醒了吗？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。也许本源者的力量可以让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这是出了什么事？耶，为什么只有他？这是……哇，这下就算是穿上全部的铠甲了。不，虽然战力再次增幅，但仍然只是半副铠甲。出了什么事？这个人类战斗力突然爆发式增长。体精灵，拦住他！糟糕，影子全部被……完了，万世修影！啊，那个首领头上戴的难道是……娜娜姐，快住手！刚刚感觉有人挡了我一下。不过，问题不大。等等，手下留人啊，娜娜姐！还好，能听得见我的话。啊！果然，这不是你要用来做那个什么唤醒仪式的东西吗？你竟然把它带上了，它能给我们带来的力量，你无法理解。呵呵。刚刚的感觉果然没有错，看来不只是吊坠。这个头冠我也要找机会带回去。至于这个叫依灵的，这里所有的东西好像全是被他吸引来的。要不要把他也带给至高神呢？娜娜，你在干什么？不允许任何人对依灵起歹心。读心术？可是我怎么不觉得我对依灵有歹心呢？而且，就算我有歹心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可以试试。他这是借用到的力量更强了吗？算了，没必要现在硬碰硬，万一后面能找到更多的。虽然我一向不认为人类能跟精灵相提并论，不过你们怎么说也是拉法尔的朋友，我们也算是一伙的。现在这个精灵怎么处理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还以为又要开始窝里斗了，还好你还记得主要目的是什么。喂喂，刚刚开始战斗时怎么没看见你？抱歉，当时脑子一热，没来得及等电梯，跑去走楼梯下来。没想到这层楼那么高，还不如坐电梯呢。话说回来，每次内斗都是因为你这个不安定因素。要不是还想叫你问他的下落，我现在就……等等，出什么事了？哪来的铠甲？娜娜，以前他就经常这样。爆发之后就会虚脱失力，我送他回去休息一下。走掉了。娜娜姐好像很讨厌这个人，她说的话可信吗？不知道啊。不过听平时说话，他们好像真的认识很久呢。可是，娜娜姐明明就是用的骑士的力量，可是她为什么不承认呢？她可不是骑士。只有神殿册封的骑士才是真正的骑士，他的力量，很可疑呢。力量？难道？他们两个这是要做什么？
伯伯莱卡，你在做什么？哎呀，拉法尔，你不要这么紧张嘛。这位迪德利特可是个精灵呢，比起你的人类朋友来说，他可是跟咱们亲近的多了。他是追杀我们追杀到这来的，这就要结为同盟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可是比你更将至高神殿下的命令放在心上。况且，我只是为了任务，立场什么的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猜，如果至高神在这里，他会支持谁？所以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……啊！伯伯莱卡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还用问吗？伯伯莱卡这是不信任我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他一直就对我与人类交朋友看不惯，他难道以为我会做什么对精灵不利的事吗？拉法尔，你这是在怪我们吗？看到没有，这就是精灵，信口雌黄，两面三刀，居然连同族都抗。你们还妄想和这种东西当朋友，简直花天下之大忌！那个，拉法尔，你不是能通过什么元素碎片来找到其他精灵吗？找到又有什么用？波波莱卡不想告诉我，我还能逼他吗？可是至少你可以向他去解释一下，你早晚会完成任务，回到天上界的吧？就算我们现在是朋友，可是你一旦离开，我们就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呢。我知道了。这是元素碎片，竟然呈复合颜色状态。对了，刚进加盐城不久的时候，我已经遇到过这种情况了。明明除我之外，应该没有其他精灵在，可是却有许多元素碎片存在。当时因为出了意外，我没空多做查问。而且，这元素碎片并不是希尔弗的，它们属于不同系的精灵。是因为迪德利特的存在吗？不对，迪德利特有自己的精灵聚集区，不会长久在人类城市停留，不应该留下这么明显的元素碎片。难道还有其他精灵在城里？没想到你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嘛。这里再怎么好也是人类的世界，我们还是想去母树身边。可以啊。至高神是不会放弃他的信众的。为了表示你的诚意，是不是该把你答应的东西都给我呢？放心，我说话算数。这是之前的约定，请收好。我传承的记忆里有生命之树，有精灵王，甚至有远古史诗，可就是没有什么至高神。没想到，如今为了回到母树身边，我居然要信奉这个我完全不了解的神奇。也许你们这些没能退回天上界的精灵不了解，至高神是我们所有精灵的救星。你们会被遗留在人间界，就是因为当年人类与精灵的大战。大战后期，精灵损伤惨重，正是突然出现的至高神扭转了战局。如果不是至高神，也许精灵根本无法撤回天上界。从此以后，精灵中最尊贵的存在便是至高神。可是，我怎么记得精灵应该是占上风的？精灵的力量应该远高于人类吧？至高神当年的作用真的这么大？那又怎么样？你也是精灵，为什么只能躲在这种边野之地？行了，我们之间只能算是交易。你将你手中的几件神器给我，我保证带你们回到天上界。我这不是正带你过去吗？我们滞留人间界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有了回去的机会，一定不会放弃的。好大的风啊！5、4、3、2、1。
其实我们早已经找到了回母树身边的办法，不过条件还没有成熟，暂时无法回去。说起来，我对你还是很不错的呢。这门后面藏着回去的路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你可以回到天上界。你以为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些话是向你示弱？我只是想消除你的戒心罢了。什么精灵王，什么至高神，当年竟然抛弃了我们，现在就是我们的敌人。你们这些占据了天上界的精灵，跟人类一样，都该被消灭。可惜，为了取得信任，把发卡给了他，现在被他带到了门后，想取回来，恐怕要大费周折。算了，先想办法得到本源者再说吧。拉凡尔，在想白天你说的城内还有其他精灵的事吗？不，我在想这里，这个酒店的老板娘好像跑掉了吧？可是酒店好像一点也没受影响，仍然歌舞升平。一个人的消失如此轻描淡写，人类就是这么冷血。你口口声声说人类如何，这都是你在天上界学到的吧？真正与我们这些人类相处之后，你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的呢？你早已经知道人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吧？不然你就不会跟波波莱卡出现分歧了。不过实事求是的说，我没能给你帮到什么忙，对不起。当初跟你从村子里出来，我是想帮你的。你从怪兽嘴下把我救了出来，我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精灵在人间界是人人喊打的，我以为我在你的找人之行中能帮你掩藏身份，打探消息，所以才跟你同行。可是实际上，我根本什么用都没有，反而三番两次给你添麻烦。我想过了，明天我就走，回村子里去。我在村子里生活了这么久，从来也没有遇到想抓我的精灵。也许回去之后，我的生活也能重归平静。现在你还想往哪儿跑？什么平静生活？别自己骗自己了，面对现实吧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你才不是人呢！不对，你本来就不是人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并不是人类，至少不单纯是一个人类。其实，早在你能跟我一起看到精灵徽章里的记忆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能发现这一点。可惜我现在才想清楚，不过还好不算太迟。老板，你饭可以多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现在也可以质疑，你不是精灵。我肯定是精灵，但是你肯定你能是人吗？我当然，我当然。刚刚脑中浮现的回忆，之前明明，我难道真的不是人类吗？还有，你大概不知道吧？我们两个之间的契约是精灵间的平等守护契约。那时候我只是试了一下，没想到契约居然就成立了。你胡说！我去问艾尼斯，他一定知道你是在撒谎。逃避现实吗？不过那个灵子八成会将契约解释成为古老的神圣婚契，希望他别被吓到。艾尼斯现在应该就在客房里吧？我一定要让他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到底。你真想继续这样下去？这样有什么不好？咱们现在也算打入内部了吧？打入内部？你不就是想顺藤摸瓜找到更多的精灵，再报告神殿吗？当心如意算盘落空。嘿嘿，反正咱俩是一伙的。自从之前你被精灵捉住，明明快死了，还惦记着让我逃回去给神殿报信，我就有点喜欢你了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艾尼斯竟然是这样的人，好可怕！难道娜娜姐也是这样的吗？算了，先去看看再说。
来看看娜娜姐。自从解放了骑士之心之后，就一直处在昏睡状态中，也不知道……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娜娜姐的吊坠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从娜娜晕倒后，我一直没离开她呀。难道说，是我们这些人中的一个拿走了吊坠？啊，人间界的夜跟天上界很像啊。虽然我并不喜欢这里，刚刚那些话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想通。只要不从心里排斥自己可能是精灵的事，那我就有机会弄清楚他血脉中的风元素碎片，纯度居然高到肉眼可见。看方向是城内外交界的地方，即使不使用搜索也能知道，如此高纯度的风元素的原因只有一个：希尔弗就在附近。看来有必要到这嘉岩城外去探索一下了。很好，到目前为止，元素碎片散布的都规整有序，只要不出意外的话。守城门的士兵，奇怪，城主死了之后，城里好像一点没有变化。难道已经有后续管理者接任了吗？元素碎片在贴着城墙移动，围着嘉岩城转圈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无论如何，先跟上去看看吧。哦，这是嘉岩城另一处城门。这么说，我绕着城墙最少跑了半个城，能感到希尔弗的气息就在附近。但是莫名其妙的混乱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些草看起来有些奇怪，是木灵之树，难怪周围元素比较混乱。可是木灵之树只能促进草木生长，没有其他作用啊。那个是洞口，周围都是这种草，难道是在遮挡洞口？有古怪。这里是之前教会的地宫通道，不，这里离教会已经很远了，大概是地宫的其他分支通道。希尔弗刚刚在外围转圈，他好像是特意找到这里来的，可是他怎么知道这里的呢？风元素碎片沿着通道一直向深处前行，看来想要知道答案，只能跟着深处走了。震动，停止了。看来这里必然发生了什么事，要赶快到通道的尽头看看。这个地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是希尔弗干的？风元素移动轨迹还在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。这里是之前到过的地下广场。可恶，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终于到了地面上。啊，这里是之前来过的教会后院。难道他和教会之间还有什么？风元素碎片完全消失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是城内的干扰？不对，以希尔弗的能力，想要隐藏自己的气息是很容易的事。糟糕，他是故意引我进地下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本源者力量在恢复的关系，要找的东西好像容易探测了。其他几件毫无头绪的东西，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出现。也许我应该再给拉法尔和本源者一些刺激。怎么还没追上来？拉法尔现在变得这么迟钝了吗？看来因为我太久没有出现，拉法尔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安逸了。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。我还想让他和本源者在今后能给我帮上忙呢。怎么回事？
我的力量好像在流失，而且流失的是依琳借给我的那部分力量。可是这么久了，依琳又没有像之前借力一样出现全身力量被抽空的后果。我以为这些力量已经为我所有，难道是因为依琳说了要走，所以她的东西也要被带走了？拉斐尔应该会有感觉吧？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呢？没有了这个，也许我可以再试试支配本源者。到底是谁拿走了娜娜姐的吊坠？艾尼斯、吉娜、奥法、盖尔？算了，我管那么多做什么呢？我以为是朋友的人，却心怀鬼胎。娜娜姐，谁知道真正的她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不如……怎么回事？胸口突然……糟糕，呼吸困难，人来救我！我已经……来人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打探过了，加盐城主多日未曾出现，酒店之主莉迪亚夫人失踪。混蛋！谁要你们去打探这些了？该死，我的身体好像已经到极限了。如果能及时回到母树身边，也许我还能活几十年。否则，都怪那个希尔弗。若不是上次他跟那个女人弄伤了我们精心培育出的生命之树，也许我们可以拥有一棵自己的母树了。可事到如今，也只能靠他带我们回归天上界了。那个叫拉法尔的精灵就在加盐城里，希尔弗极有可能去找他。如果见到了希尔弗，就想办法带他来见我。是。什么？出了什么事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嗯，你不是要找我吗？算了，不和你开玩笑。我要你做一件事，找到加盐城附近的地下通道。又要我帮你？之前是你说可以带我们回归天上界，我才同意跟你合作。可是现在我们一点好处没得到，你还伤害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培育出的生命之树。我没让人杀了你，已经是看在你我同是精灵的面子上了。你以为你们培育出的树真的是生命之树吗？笑话！也许它有生命之树的3分特征，可假的就是假的。你也许不知道吧，天上界的精灵曾经险些被一种叫地狱之花的植物吞吃殆尽。这个地狱之花最初就是有野心的精灵培育的山寨生命之树。你以为你们在培育生命之树，其实你们不过是在培育恶魔。你们的失败其实是你们的幸运。胡说八道！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让你找的地下通道看一看呢？按照我的推测，加盐城附近的野外应该会有至少2条地道，而这些地道很有可能是地狱之花留下的。身为一个血脉不纯的精灵，你会很容易受到地狱之花的影响，哪怕是早已被它弃置的地方。去吧，去试试看。试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听我的话，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别睡了，小懒虫。是你，浑身发软，怎么回事？有些像之前把力量借给拉斐尔时的感觉。可是上次借力给拉斐尔之后，
他身上属于我的力量没有收回，我自己也不再浑身无力，怎么忽然又出现这种没有一丝力气的情况？喂喂，我这么没有存在感吗？难道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你不是跑了吗？怎么又冒出来了？还把我带到这儿来？醒了就起来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的。你打算赖在这不走？你大概不知道，现在应该很多人在打你的主意，任你落到他们谁手里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觉得，你说的打我主意的人，其中也包括你吧？哼，你说的对，可那又怎么样？你是打算回去面对一群敌人呢，还是打算先留在我这里，面对我这一个敌人呢？要不你先说说你为什么也打我主意？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吧？就算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也知道你是本源者，天地间独一无二的本源者。好像有力气了，而且还在不断恢复中。我得快点回去，看看依林现在怎么样了。依林在哪儿？依林，你们两个一夜没回来，难道不是在一起吗？昨晚我遇到了意外，并没有和他在一起。他既然没回来，等等，没回来，难道和我一样遇到了意外？还是跟他自己说的一样，回他的村子去了？总之，依林应该离得不远，先把他找回来再说吧。怎么回事？依林到底是出事了，还是有其他什么状况？依林出事了！娜娜，你感觉到什么了？我只是感觉他现在很危险。危险？难道被波波莱卡抓走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依林有危险？你第一个会想到波波莱卡？你和依林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？我一直搞不懂一件事儿，说说看，本源者究竟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有点离离原上谱了。看来你身边的精灵也没把你当朋友吧？这么重要的事都没告诉你。用你管！所以现在是你的好机会啊，说不定你说清楚了，我会跟你合作呢。好吧，传说中世界本是一片荒芜，直到创世神出现。创世神创造了这世上所有的生命。停！啊，后面的故事我知道。后来创世神在虚无之地陷入永久的沉眠，而世间的生物则各自繁衍。错，创世之神根本不是在虚无之地沉眠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我不太理解，所谓永久的沉眠和死亡，这有什么区别吗？两位创世神身上有些具有神力的东西，在他们死后流落人间。神若不死，这些东西只会属于神；神若死亡，这些神器就有可能为他人所用。那么，你所描述的这些和本源者有什么关系？离开了创世神的神器，最多只能释放出1/10的力量，而本源者可以让神器发挥出全部的神力。所以，这就是拉法尔一直跟着我的原因。不对，当初遇到拉法尔根本就是个意外。如果当初没遇到他，我早已经被怪兽杀死了。他可是个精灵，为什么会随便出手救你？这难道不奇怪吗？的确，开始的时候，他好像根本没把人当成跟精灵一样的智慧生物，后来才慢慢改变的。这样说来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会救我呢？他说他是奉神的命令来人间界追捕叛徒希尔夫。这么说，是这两人中的一个操控了拉法尔和我的相遇吗？会是谁呢？精灵的神，还是那个希尔夫？喂，说了这么久，你还不打算动一动吗？要知道，现在你大概只有跟我待在一起才是安全的。我明白，你费了半天唇舌，
无非是想让我相信你。可是，你到底是谁？说起来，我跟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呢。其实，我原本也是光明神殿的灵子，只不过我遇到了一个人，于是千方百计逃离了神殿。拉法尔，那个波波莱卡到底对伊林有什么企图？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？谁跟谁是一伙的我不关心。拉法尔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伊林现在安全吗？我不知道。波波莱卡会来到人间界，我也很意外。至高神以前从来没有把一个任务派给2组精灵，天上界向来和人间界水火不容，而且波波莱卡是至高神的亲臣，他现在却联合了迪德利特。也许抓捕希尔弗只是个烟雾弹，天上界真的出事了，必须去找他问个清楚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身体还没好。我大致知道波波莱卡去了哪里，你要是过去，他们肯定不会出现，而且你根本跟不上我们精灵的跃迁步，带着你太累赘了。给你吊坠的人到底去了哪儿？你还没跟我说清楚。喂，你的吊坠呢？我昏迷的时候，吊坠不知被什么人偷走了。什么？被偷了！我认为一定是那个伊林干的，他害怕被抓住，所以干脆走掉。胡说八道！虽然我当时神志不清，但还是有感觉的。下手那个人并不是伊林。原来如此，不是伊林的话，那一定就是你，奥法。你在娜娜昏迷的时候借机偷走，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可没想到还是被本离子发现了吧？虽然你也是灵子大人，但请不要无端怀疑好人。虽然我对这个家伙很反感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支持他的说法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东西又不是你的，你在这鸡头白脸装好人干什么？虽然不是我的，但是从它里面蕴含的力量就能看出来，那应该是光明神殿的东西。光明神殿？哼，你们那个组织爱抢别人东西的习惯，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。你说什么？辱骂光明神殿已经是异端之行为，更何况是在我这个灵子面前。Who care？ 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吗？灵子大人，请不要太过分。好了，奥法，再怎么说他也是灵子之一，别忘了你还是神殿的人。你们要闹自己闹吧，我是一定要去找伊林的。我知道你嫌我累赘，不过我保证不会给你添麻烦。等我换下装备，必须要尽快知道伊林的消息。好吧，如果你坚持的话。不过记住，遇到状况，我是不会等你的。这些家伙害怕阳光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竟然在地底，还盘踞在假的生命之树根部。没想到这些滞留在人间界的精灵还有点本事，居然真的培植出了假的生命之树。从这些小怪兽的战斗力来说，他们的生命之树似乎还真具有真正母树的某些力量。而且，按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这些家伙很显然并不希望我离开，但是面对阳光，你们又能怎样呢？这些家伙疯了吗？竟然群体进行自杀攻击！没有选择，只有还击了。只要我站在阳光下，就拿我毫无办法。
怪物就这么多了吗？好在有阳光加护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为什么力量如此不稳定，连武器都无法正常使用，害得我被他们追得逃来逃去的？这种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。话说回来，被那个精灵族长推下来之后看到的那个，大概就是贾母树的根部，而刚刚被消灭掉的这些东西，就是栖息在根部的魔兽。但是从大致数量来看，他们并没有全部出动来围攻我。要不要回去看看呢？总觉得这棵贾母树有点古怪，这群人间的精灵不会折腾出了什么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吧？啊，还是算了，这种状态去了也是送死。不过，这种情况和拉法尔倒是很相似。他是因为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伤，可我又是因为什么呢？什么？你也要一起去？我说了，带上娜娜一个就已经是极限了，更何况你还得看着安妮斯他们。切，我可不想干这么麻烦的事儿。我知道你跟这些光明神殿的人天生不合，谁让光明神殿一力主张弄死所有能见到的精灵呢？既然这样，趁此机会跟他们分道扬镳，不正好吗？他们身上的东西很眼熟，说不定和伊林有关系。伊林借给我的力量和这些东西里的力量很像，得多观察。喂，不要一脸不情愿好不好？安妮斯他们3个可是跟你要找的人有关系呢。什么？他们跟你一样，对给我吊坠的人十分感兴趣哦。所以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？拜托你从他们嘴里套点有用的信息了。加油！话都说到这里了，好吧，我只能说祝你们2个好运了。这就是你的目标场所？之前我为了救伊林，曾经追踪着狄德利特的气息来过这儿。菲利西亚可以引起这强的共鸣，不知道普通的精灵长弓是不是也可以？为了从伊林那里借来的力量，我竟然召唤不出菲利西亚，而只能用普通的长弓。但愿……切，果然不行。那个，你要是想过这道墙的话，跳过去不就好了？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些藤蔓被设定成排斥人类，若是要强行通过的话，会被藤蔓活活搅成碎片。大概正是因为这个，流落人间界的精灵才能艰难生存下来。要是不带你，我倒是可以自己从上面过去。说的好像精灵多好一样，现在跟在你身边帮你的可全是人类呢，给你添乱的倒全是精灵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先进去看看伊林在不在，如果需要你出手，再想办法让你进去。好吧，一切都为了伊林的安全。哇，这么轻松就过去了。我要是也能像他一样，呵呵，精灵的东西真那么厉害？我倒要试试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。来了，看来拉法尔说的倒是不假。好在我有所防备，无论怎样也不会让你得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根本就没有威胁嘛！他刚刚说的那么严肃，难道就是为了扔下我，独自一人前往吗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既然都到了这里，就要进去确认一下。我倒要看看那些精灵有什么手段。拉法尔那家伙跑到哪里去了？算了，听天由命吧。是谁？这不是那个精灵族长上次使用的那些影子一样的东西吗？白给的人头不要白不要，来的真是时候。啊！果然，总算出现了。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就是单纯的把门打开呗。算了，现在没时间细说这些，赶快离开这里。你没找到伊林吗？没，不光伊林，波波莱卡他们也不在。都不在的话，那些影子一样的东西是哪来的？也许是预设的陷阱。没想到失去了伊林的那部分力量，
有些陷阱我居然没有及时觉察到。我一直以为我受暗钻时受的伤已经在逐渐好转，现在才发现一点都没有。喂，不要愣神了，咱们已经回到入口了。实在难以置信，这些藤蔓竟然对你不起作用，简直就是……这些家伙原来没有退却，而是去找帮手了。拦住那些影子，去开门！来了！喂，门开了，赶快出去！真的被他打开了，先走为上。似乎没有追上来，暂时算安全了。刚刚我开门时，为什么只是防守？你忘记上次在迦岩城内，我的攻击无效吗？只有你才能完全消灭那些影子，但是，只要在迪德利特的领地范围内，那些东西就会被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。何况他本人也不知道藏在哪里，所以先行撤退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最重要的是，依琳不在这里。真的？你有认真找过吗？这点无需担心，精灵的感觉比人类强得多。只不过我现在有些疑惑。干嘛？你为什么能够打开那扇门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就是碰了一下，它自动就打开了。奇怪，他完全不像在说谎。就连我对那扇门也没有办法，他又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他和依琳一样有精灵血统？不对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不可能以前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唯一的解释是，身上大概也有和精灵有关的秘密。好吧，既然依琳不在这里，那么就改变既定的计划。你先回酒店跟盖尔他们会合吧。那你呢？要去做什么？我去其他的地方继续寻找依琳。又来这套。放弃吧，我一定会跟着你，直到找到依琳的。更何况我可是佣兵出身，追踪这种事简直家常便饭。好吧，随便你。被甩掉的话，我是不会回头找你的。成交。话虽如此，但是以我现在半吊子的力量，总会处处受制。所以我的下一个目标并不是依琳，而是坎帕城。哼，自称在雪乡的山里长大，这体力真是令人堪忧。都连续走了2天多，休息一下难道很过分吗？要离那些精灵以及教会的人尽可能的远，不能不快走。那我们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？奥吉尔城。那是什么地方？从来都没听说过呀。像你这样的平民没听过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奥吉尔是一座战斗的城市，在这里没有普通人，只有各种职业的佣兵。听起来就像是满大街都是肌肉凶贵和战斗狂的样子。倒是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是基本形式倒是很贴近。我们真要到这么夸张的地方去吗？当然，到了那里之后，你就会了解原因了。好吧，反正都已经到这里了，回头不如继续前进。喂，还没到吗？那边。看到了。那个，看是看到了。这怎样才能到达对面？难道要爬过去？你白吃了吗？这种地方怎么能爬过去？那你倒是给出个办法呀！难道有人接？答对了。你要去做什么？哦，有了。这是号角。就是这个。接下来就是等待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只号角就是进城的通行证，只要吹响它，里面就会有人来接你。记住号角的位置，
下次进出就由你自己来了。这么随便就告诉我，看来这个通行证也不是什么秘密吧？唉，既然如此，还设这么个机关干嘛？好玩吗？哼，这可不是什么满脑子战斗爽的童话世界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奥吉尔城好进不好活，更别提你这傻傻的姑娘了。如果我不带着你进去之后，活不过10步。真的假的？唉，想当初在村子里时，本姑娘可也是有名的暴力分子呢。只不过现在跟一群武力值比较高的家伙在一起，显不出来罢了。嘿，海狸，你这次怎么带了这么一个小妹妹来？她恐怕连仙人期都熬不过去吧？这些事不用你操心，我带的人自有我的教导，带好你的路就行。是，海林大人，我错了。2位抓紧，马上就要到了。这就是奥吉尔城？开什么玩笑！不光没有城门，城墙还是金属的，怎么才能进得去？你忘记我刚才说过什么了？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奥吉尔城好进，但却不是好活的。所以，对于现在的你，首要做到的就是进城。啊！刚刚已经看到了，不是吗？没有城门，城墙又是这种光滑的金属。我承认你很强，但面对这种情况，咱们又能如何应对呢？这你可算问对人了。第一次嘛，肯定不会为难你了。推荐你使用这个东西。这是箱子吗？用这个能爬墙？站上去就知道了。啊？那么准备，咱们一会儿见。但愿那时候你还活着。要摔死了！完了，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以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。没想到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还能活着，真是幸运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居然打断正在进行的擂台战，胆子不小嘛，人类。没想到还是个小姑娘。嗨，大家好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嗨，怎么算打扰呢？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不如就把这个小姑娘交在战利品里吧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战利品的问题下次再说吧。喂，塔塔，你要对我妹妹做什么？海林，怎么是你？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不会真的下手。真像个白痴。一段时间不见，需要再教育了。呀，误会。海林，多日不见，你不会连这城里的规矩都忘了吧？上了擂台，只有战败或者战死者才可以下去，就算是你的妹妹，也是一样。很有精神嘛。既然如此，我代替她上场好了，并且让给你们2人一个便宜，我准许你们2个一起上。要不要一起娱乐一下？我的提议如何？那个，既然战败也可以下去，那么我认输好不好？毕竟是新人嘛，能力不及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年轻人还是需要不断磨练自己才是啊！这就结束了？时代变了，海林，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切，还想用那2个家伙练练手，没想到被你化解掉了。
他们明显是被你吓退的。哦，对了，这城里似乎只有擂台那边人很多，街上却看不到什么人呢。现在正是任务旺季，大多数人不是在做任务，就是在准备做任务。刚刚擂台旁那些刚进团的小崽子还没能通过任务考核，除了训练，也就只能打架了。这样啊，你带我到这里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自保能力的人呀。你刚才犹豫了一下吧？你可是珍贵的本源者，如果不把你训练成钢铁战士，万一被人干掉，那我前面的准备不是全白做了吗？所以就跟过来吧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进去就知道了。我的馅饼呢？怎么还不上来？再来一杯！这是我的任务物品，敢抢，找死啊！给我7星难度的任务，5星的不过瘾。这里是餐馆吗？是综合型佣兵集会，主要业务就是各种任务管理、受助、训练场以及餐厅。难怪乱哄哄的。海玲姐，真的是你啊！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。再不回来的话，福慧佣兵团都要把我除名了吧？海玲姐这么厉害，团长才舍不得赶你走呢。对了，我们的小队现在在哪儿？稍等，我找一下。这样啊。不是姐姐我不疼你，你这次可能是真的要吃点苦了。听着就有不祥的预感。沙歇塔，这次又是什么地方？当然是让你进行训练的地方。训练？等一下，情况变得有些突然。难道现在不应该是你对我好吃好喝的招待，然后求我帮你们发挥神奇力量吗？说好了要利用我本源者身份，万一又把我抓到佣兵的地方对我进行训练是什么鬼？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耗尽全部精力，也顶多可以发挥1、2件神器的力量。全部的神器你知道有多少吗？更何况现在多的是人对你虎视眈眈。不让你练点自保的本事，你就会像一块小甜饼一样，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你吃掉。为了让你不那么快就挂掉，所以要让你接受训练，直到我认可你的能力为止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很好，那么欢迎来到沙歇塔。把我迷晕了带到这里来，居然是为了训练我变强。莉迪亚真有那么好心吗？算了，就当他说的是真的好了。增强战斗力的训练也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就当是增加生存率的筹码好了。奇怪，1楼居然没有人。什么声音？下面小心，掉下去了！什么啊？大石头？还真是有趣。开什么玩笑？哪有一上来就玩这么高难度的训练？高难度？这东西在这里只能算是个入门级的东西啊！听好，你如果能单独战败这只沙蝎，可以由你自行决定去留。不过，你若败了，让我出手相助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吧。好了，去吧。这明摆着就是小瞧我，马上教你刮目相看。要上了！没想到他居然有自己的武器。海玲姐，为啥这次回来还带回一个战斗力低下的小妞？阿扎西？难道是因为颜值？咱们可是佣兵，那种东西可是会要命的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做事了？这是我的妹妹。咦，妹妹？就是因为她太弱，我才带她来这儿。最近你们带她，10天训练期，
10天后带他出任务。怎么可能？我了个豆啊！海灵姐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带这样的新人去出任务，绝对是送死哎！流水弹！这家伙外壳简直阴得犯规一样。射击无效的话，只有冒险进圣战。钢圈攻击也不行，这也太犯规了。怎样才能打败这家伙？我你怎么？不用疑问了，你输了。沙蝎这种东西，看似无懈可击，其实很好对付，只要找到它的弱点，然后一点击破。从今天开始，阿扎西会教你这些有关战斗的知识和学识。你学得越快，走得就越早。你带他去安排一下，到分配住宿的地方再领一些日用品和装备，划我的份额。好久没回来了，我去看看大家。又把带新人这种麻烦事推给我，不过也好，找我可算找对人了。对不起了，妹妹酱，当年海灵姐对付我的招数，现在要全部用在你身上了。你这是公报私仇吧？绝对是吧！放开我！我不想到这里面去！哦，你难道忘了？海灵姐交代，你的训练由我全权负责。可是，不用废话，进去吧。沙血，而且这么多！救命啊！我不要训练呀，放我出去呀！没办法呀，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。不训练你的话，出门在外是很容易死的。啊，没声了，这么快？或者是全部击破？就在这么一会儿的时间里？喂，你这家伙，难道故意隐藏实力吗？如果那样的话，你就……耶，这是什么状况？不会真死了吧？我的天，海灵姐会杀了我的！是你，跟我来。怎么回事？难道出了变故？带路。你不是忙着追查世天那边的地狱之花吗？怎么有时间来找我了？难道是出了什么变故？并没有，我只是有点不太放心。依琳我已经平安带出来了，训练也在进行中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们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，依琳和拉斐尔的觉醒实在太慢，以他们现在的能力，根本不可能拯救所有人。话虽如此，但我们也尽力了，不是吗？你要相信他们。不仅是这样，至高神手里的那个复刻者至今下落不明。那个女性复刻者是最接近本源者的复制品了。如果至高神成功，那么依琳……这你大可放心，我蛮喜欢依琳这个小丫头，肯定会保护好她。但是拉法尔呢？他真的能看清真相吗？拉法尔是我最骄傲的学生，即使他现在不信任我了，我也不能白白看着他成为牺牲品。上次就是在这里，依琳不知怎么打开了入口，找到了那棵假的母树。那时候我带着的种子似乎也提供了一定的能量。现在依琳不在，我用精灵的力量，能不能找到入口呢？
要来了，有了。很好，安全着陆，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掉在水里。看来这里和上次的位置不同，接下来就要……一定要收好母树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是他。镇领，去加盐城附近找地道的人证明，那个希尔弗没骗我们。可是，为什么我还要把希望寄托在他说的这棵假母树身上，是吗？是的。希尔弗终究不是我们自己人。无论是精灵还是人类，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同伴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把他们任何一方当成同伴，我们只做有利于我们的事。希尔弗的话不可不信，但也不能全信。我也调查过地狱之花的事，人间界的确出现过地狱之花，但是地狱之花跟山寨母树根本不是一回事。那希尔弗为什么信誓旦旦地说地狱之花是假母树衍生出来的？他只是想控制我们，根本回不到真正的母树身边。我们所有的可能就全在这株我们自己培育的母树上。一旦这株母树被毁掉，那我们还有何路可走？没想到这些人居然都是半精灵，在人间界滞留这么久，现在想要回到母树身边也情有可原。他周围只有一个人，不如趁现在。算了，不论是人类还是精灵，都给他们留3分活路吧。催眠剑，阻断意识的流动，使人昏倒。这个时候倒是挺好用。那棵假母树就在前面，如果有入侵者！入侵！催眠效果消退得如此迅速，看来那个正领没有骗人。精灵对这种东西的抗性远高于人类，他们已经有所警觉，一定要赶在大批守卫到来之前完成母树的确认。该死的拉法尔跑到哪儿去了？之前明明跟得好好的，怎么到这儿忽然就不见了？这个人是哪儿冒出来的？看服装像是哪里的守卫。守卫？看来这2个人8成是从某个出入口跑出来的，拉法尔一定就在那里面。只要顺着脚印朝反方向走，一定可以。刚刚的吼声难道是地狱之花？按照之前的状况来看，似乎不太可能。虽然每次都命大没死成，难道说他压根就没有？什么毛病？又来！下面是水源，和上次一模一样。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……果然有漩涡，这应该算是幸运呢，还是不幸呢？总算安全着陆。不出我所料，这里应该就是上次来过的，被拉法尔他们称作假母树的地方。不是吧，哥们儿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记得原来这个洞穴没那么大呀。还好顺着之前那2个守卫的脚印找到这里，不过一个破通道搞这么多岔路干什么？汗流浃背了呀！刚刚的吼声似乎停止了，难道是拉法尔把他干掉了？这根本不是什么母树，明明就是地狱之花。
刚刚听到的吼声，就是这家伙吗？上次离开这里，是被传送出去，并不清楚退路在哪，而这家伙绝不会让我轻易离开。看来我必须要独自面对这个一堆触手的怪物。没想到误打误撞，把自己送进了绝境。好久没有这种燃烧起来的感觉了，今天就杀个痛快吧！气罡术，一口气斩断，暂时可以。怎么上面还有？糟糕，来不及了！娜娜，这边，快！稳了。没想到你真的能一路跟到这里，我倒是不得不佩服你的跟踪技术。拉法尔，客套话就免了，那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清楚，但是之前到这里时完全不是这样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逃跑吗？不，那样的话被藤蔓追上只是时间问题。喂喂，你该不会是想要趁这个时机杀掉他？开什么玩笑！这东西哪里是2个人能够杀得死的？别急，这家伙和第一次遇到的那个是不一样的。他现在是右滑，而且只完成了藤蔓的转化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弱点就在根部。我用弓箭阻拦树藤的攻击，你用剑斩断树藤的根，用这个基本战术摧毁它。好吧，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。上！气罡术，不要回头，继续进攻。知道。气罡术，力量还不够。娜娜，让开！这就算搞定了，感觉比之前飙风老巢那个弱很多哎。那是自然，幼体的战斗力和成体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当年在天上界为祸时，曾经有许多精灵为此而死，幸亏如此，不然凭我们2个根本无法击败他。这种幸运我可不想再来一次。但是地狱之花应该是天上界才有的，为什么现在会在人间界出现呢？对哦，而且是接二连三的出现。我觉得是有精灵故意让地狱之花出现在人间界的。我好像落在一个圈套里。从我来到人间界开始，一直以来，我忙着寻找希尔弗，追踪地狱之花。我以为我遇到伊林，遇到你跟盖尔是巧合，可是现在，我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的。这么来看，咱们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很离谱啊。别的不说，好端端的干嘛有那么多奇怪的人要抓伊林啊？他们说伊林是本源者，为什么我对这个词这么熟悉呢？反正对于伊林来说，肯定不是什么好头衔。实在不行，抓个人问问吧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我感觉到伊林好像有危险。伊林好像有危险。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清楚。很难描述，只是一种感觉。奇怪，如果伊林真出了什么事，应该是我有感觉才对啊。别在这废话文学了，赶紧去找伊林，那可是我唯一的伊林啊。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伊林在哪儿。我知道。什么？你又知道了？真的，我能感觉到伊林的方向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和伊林之间的契约没反应了？为什么娜娜能感应到伊林了？难道娜娜也有精灵的血统吗？再来！我服了，爸爸，都2天了，打沙仙还占不到上风。出门之后千万别说是海玲姐的妹妹。阿扎西，训练怎么样了？海玲姐，略有进步，但是收效甚微。太慢了，这样下去根本就逼不出他的极限。明天直接带他去执行任务。什么？这种水平不是去送死吗？只要不到他死亡的地步，你们就不要救他，看看他能到什么程度。
要逼出他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真正实力。因为带着你，我们接的是最简单、最安全的任务，在离城不算太远的山谷里找一些草药。不过草药附近会有一些怪兽，到时候战斗必不可少，你可别下软腿啊。知道，这种任务我以前在村子里也没少做，我不会拖你们后腿的。要是真看不起我，就把我放了嘛，别让海玲知道不就行了？喂喂，这话你可别乱说啊！海玲姐的命令，我们可不敢违抗。我很好奇啊，海玲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这么怕她，是因为她的强大吗？其实我也很好奇，你既然不是海玲姐的妹妹，她为什么费尽心力让我们训练你呢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谁看不出来啊？你出门在外的人设就是这样的傻大妞嘛。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村子里的普通女孩，可是现在我好像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了，感觉多了许多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份。队长，搞定一只臭虫。很好，保持警戒。明白。怎么了？对自己身处险地感到惊讶？海玲姐可是特意要把你带到这里来，你可不要让她失望。这是灰神种，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而且这个种类正好是当初……喂，害怕可以，但是别拖后腿。别忘了，你还有突破极限的任务在身。说的我好像只窜来躲去的老鼠一样。好歹也锻炼了些天，就拿这家伙当是考试吧。好吧，以你为主，我们辅助。注意，魔兽是没见过的种类，行动要谨慎。上！进攻！得手了，接下来是我。比想象中容易得多。不太对劲，灰神种是群居型怪物，怎么只有这一只？队长，周围我们被包围了。狩猎者反而成了猎物吗？数量太多了！全员注意，状况有变，放弃任务，全力撤退，离开这片树林。明白。喂，你不是连杀蝎都不放在眼里吗？这就逃跑了？废话，被这种海量的怪物围住的结果，只有打消耗战到死，而且这都是预料之外的状况。话说，你对这些东西似乎很熟悉。都是不堪回首的回忆。不过唯一能确认的是，这些家伙极度危险，你下令撤退是很正确的选择。哦，能看见前面的谷口了，加把劲，马上就要离开。这里也有，强行突破！有惊无险，继续向前冲，离开这里。知道。什么？连这边也……好熟悉的感觉，我又要死了吗？上次有拉法尔来救我，这次呢？拉法尔还会出现吗？是阿扎西和他的队友。依林，依林，怎么办？他死了吗？这下不用接受他的训练了。不过海林一定不会饶了他吧？队长，那些东西又追上来了。该死！去把他们引开，我送依林去最近的安全点，安置好他，我就回来跟你们会合。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好安静。这下我算是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面的情景似乎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现在我应该……我真是要被刮吸走了吗？刚刚是幻觉吗？一瞬间感到了资修佩德发生了强烈的异变。资修佩德的异动越来越频繁了，本源者到底何时才能苏醒？难道是我在人间界布下的暗棋还不够吗？你确认夷陵就在这附近？没错，具体来说，就在那边的木屋里。厉害了，我的天，这么精确吗？就是一种感觉，具体的无法用语言描述。好吧，我信了。话说回来，这附近能藏人的地方也只有这屋子了。夷陵，出了什么事？他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啊！喂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想办法给他治疗啊！不用着急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上一次他比这伤得更严重，可我仍然将他救活了。什么？你忘了我和他之间有契约了吗？肉体修复，开始。重新确定生命能源导向，确认生命迹象再度活化，精神固定，并修复至正常水平。修复成功。我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这是第2次救你了，你以后可不能……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？刚刚活过来，记忆混乱了吗？看来需要给你些更强的刺激。喂，你要干嘛？让他再昏倒一次，2次醒过来，说不定就能恢复正常。魔怔了吧你？你不会想让夷陵开香槟吧？总比维持现状要好。趁着2个人没有注意，赶快逃跑啊！糟糕，逃跑了！夷陵，出了什么事？那2个人是谁？那个矮个子的似乎要攻击我，难道是来追杀我？夷陵，你不是刚刚已经死了吗？他就在前面。哦，就是这2个人在追你吗？虽然人数劣势，但是也只好应战了。那家伙是谁？还把武器拿出来了？谁知道？挡住去路的，大概不是什么好人。那就击倒他，再把夷陵带走。他们3个打起来了。听他们话语之间，似乎是因为我才开战，但是感觉他们都不是好人。还是趁这个时候赶快溜走。这一幕好熟悉啊！似乎以前也曾经有人为了抢夺我而起了争斗，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奇怪，想不起来。我的头要裂开了。检测到本源能量，全面搜索，定位，本源复苏，重启，开始。他发现我了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最近资修佩德异动频频，说不定就要重新启动了。资修佩德的力量不能让他一个人独享。太好了，资修佩德的力量终于注满了。我早就知道我的想法没有错，为了实现目的，之前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
意识在远去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依琳，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放心，我这次并不是为你，而是为他而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们这些精灵都对我的吊坠有兴趣，之前那个波波莱卡就想抢过，不过很可惜，现在吊坠已经融入了我的身体。什么？我知道吊坠不见了，你们都以为有人拿走了它，其实不是的。我能感觉到，最近随着战斗增多，我借用吊坠的力量也越来越多。每次战斗之后，我跟吊坠之间的感应都很密切。上次受伤之后，吊坠就自然而然与我融合到一起。不要说了，看来拉法尔想到了，融合无关紧要，只要杀了你，自然可以重新提取出来。希尔弗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如果你真想杀娜娜，直接出手就是了。我相信我们挡不住你。如果不是想杀人，说这么多废话，究竟想表达什么？拉法尔，你跟人类越来越亲近了呢。看来我把你引到人间界来，果然是正确的决定。你心里其实早有疑虑了吧？至高神真的是高洁圣明的神奇吗？你想说什么？难道你来到人间界的时间这么久了，没发现记忆上的错乱之处吗？难道你没发现，你记忆的错处是来自至高神给你的精灵徽记吗？难道你没发现，一直告诉精灵们要远离人间界的至高神，在这里其实早建有自己的势力？你若真的一无所知，那我可真是太失望了。妖风，什么？你说的至高神在人间界的势力，是飙风强盗团吗？哦，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在人间界停留的久了，我的脑海中慢慢多了一些记忆片段。片段之一就是，当初在天上界偷袭我的人，跟飙风强盗团里的人戴着相似的面具。拉法尔，你这么容易就相信了他说的话，不要随便被别人影响。也许他说的都是真的，可是你要有自己的判断，别从被一个人当枪使，变成被另一个人当枪使。全给你懂完了，不听我的话，问题可大了去了。你知道真实的精灵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吗？你知道那里发生的什么事情吗？拉法尔，你以前问过我，为什么教导你一定要听从至高神的我会背叛他？想必你的看法绝对有所改变了。如何？加入我们吧。拉法尔，你没事吧？就这么走了？听完一通歪理就走了？我只是觉得，至高神和希尔弗都不值得相信。在搞清楚失忆前发生的事情之前，我不能轻易交付自己的信任。依琳，拉法尔，你想走可以，不过不要妄想把依琳带走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来到人间界，为的就是找到他。如今他快要觉醒了，我当然不能让你轻易把他带走。就是这里吗？之前曾经追踪感应到希尔弗出现过的地方，一时间找不到拉法尔的踪迹，那就先找到希尔弗吧。拉法尔早晚会出现。快闪开！卫队集合！好混乱，那个据点似乎发生了什么事。那是地狱之花，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必须去看个清楚。完全被破坏掉了。希尔弗说的成真了，我们的生命之树。喂，希尔弗现在在哪儿？先消灭眼前这些东西，再问你希尔弗的事。光源旋风，没有主藤生成，整株不高，看来是新生的蜘蛛。
刚才那个人提到希尔弗，还说他说的话成真。难道希尔弗早知道这里有地狱之花？可他为什么没有及早把这些东西除掉呢？每一个精灵都应该知道，地狱之花曾在天上界掀起腥风血雨。等等，我之前在天上界似乎看见过地狱之花的藤蔓。难道一直以来，至高神培育的种子不是希望之花，而是地狱之花吗？不，我当时一定是看错了。糟糕，还有幸存的！不好，被他逃掉了！别跑！这家伙完全缩回去了。逃药！这没有反应，下去看一看吧。这是根系抽走后留下的孔洞。我本以为这家伙刚刚才转化，根系可能还没有展开，没想到，该死，他会跑到哪儿去呢？人间界应该不止这一株地狱之花，要是让它们融合到一起，就糟了。没有我们小队的人陪同，你最好不要在这里乱走。之前你说要想事情，不让人打扰你，怎么还没想明白？那你也不应该打扰我，你不是人吗？火气别那么大嘛！我上来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是你这边的。你明明是希尔弗那边的。唉，那你可就说错喽，说不定用不了多久，我就得为了你和他翻脸呢。所以咱们也没什么不能好好谈的。翻脸？你们不是朋友吗？看来你在人间界停留的时间太短。正所谓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原来是这样吗？我还以为……哎呀，怎么这副表情？看来你完全不懂人类的小心思是吗？闭嘴！我只是没想到你们的关系是这样的。希尔弗以前一直教导我们说要遵从至高神的指示，要消灭人类。可是他忽然背叛了至高神，逃到人间界，还好像站在了你们人类这一边。现在你又说和他不是战友或是盟友，这真是把我搞糊涂了。希尔弗虽然因为执行至高神的任务而来过人间界几次，可是他在人间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。你们是怎么联合在一起的呢？你绝对不会想知道我跟希尔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。为什么？哼，因为那会破坏希尔弗在你心目中的导师形象。我终于出来了，哈哈！这是谁家小姑娘，竟然敢一个人往城外跑？唉，现在外面乱得很。前几天又有一个村子被怪兽给夷平了。是啊，神殿出手一次的费用太高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村子就请不起了。那下次消失的，就是我们村了。喂，不是要说希尔弗吗？为什么是你先出现？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再过几个月，神殿就要从我们这些灵子中选圣女了。长者说我很有可能中选呢。其他人都那么想成为圣女，其实我还真不想当呢。关在那座塔里，一辈子也不许出来几次。都说圣女是最接近光明神的人，可以听到光明神的声音。可是长这么大，我都没见过光明神什么样。唉，神真的存在吗？唉，不能想这种事了。长者说，这种想法是对神的不敬，会遭到惩罚。很可能就剩这2个月自由自在的日子了。快点完成神殿交给我的任务，然后痛痛快快大玩一场吧。嘉岩城是往哪边走来着？
哎，好像是那边吧？海灵灵子好像走错路了呢，要不要追上去告诉他？我们应该跟灵子保持距离，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存在。我们去嘉岩城方向的路上等着，他发现走错了，肯定会改道过去的。放开我！是强盗！希尔弗还没有出现，你是在耍我吗？你礼貌吗？这点耐心都没有。在这个紧急时刻，我果断地拿出了我的圣弓，对准了那个带头的强盗。我屏住呼吸，瞬间一箭射出。判断很准确。这个时候就应该优先击杀首领。然后呢？本以为优势在我，没想到事情走向越来越尴尬。就在我的箭矢即将射中那个强盗时，一个身影从天而降。这个意外，真是让我意外啊！谁说不是呢？那个身影不偏不倚，正落在剑士和强盗之间。幸好只是擦伤，不过这一下让他出了大糗。你想的没错，那个倒霉鬼正是你的导师希尔弗。出了什么事？我居然会被人类暗算！嘿嘿，有人告诉我，抓住这些杂种就能引出精灵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我居然射中了精灵！精灵我是抓定了，不过在那之前，乱走的老鼠，给我滚出来！杀人啊！救命啊！又多了2个送死的，跟精灵勾结的没好人，灭了他们，一个不留。坏了！一边好像是好人，但是是精灵；另一边好像是坏人，但却是人类。我要帮哪边啊？如果神殿长者们在，肯定要我以消灭精灵为先。可是，先解决掉那个精灵再说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，精灵都不太好惹。怕什么？你看他刚出现时那怂样，恐怕只能用外貌来吓唬人。狂妄的人类！不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嘿嘿，精灵大人，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很能打，总之轻举妄动的话，这些小鬼就没命了。什么？人质？我明白了。嘿嘿，哈哈哈哈哈！看到没有，束手就擒了。要是把这个大的交到教会，赏金会比这些小崽子给的多得多。喂，精灵姐姐，低头！今天要发一笔横财。挂了。我真的动手了。下次小心点，赶快到聚集地去吧。不是我。怎么办？一时没忍住就出手了。要是让长老们知道……喂，还好吗？非常感谢你刚刚出手救了那些孩子。还好。那个，刚刚那些强盗说那些孩子是杂，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些孩子是拥有精灵血统的混血儿，强盗抓他们大概是为了到你们教会那里换取赏金。还有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要记住，恶人之恶远不及一族之恨。你救了精灵这件事，一定不要对别人说起，否则你自己也将陷入危险之中。然后呢？说了这句话之后，他就离开了。难以想象希尔弗会笑着和一个人类说话。那且不提，他的话很快就应验了。你自己多嘴说漏了吗？那倒没有，忘了刚刚有2个悄悄尾随的护卫吗？那2个护卫一路尾随，本意是保护我的安全，但是整个过程被他俩看个满眼。海灵灵子，没想到您居然和精灵合作，这种行为教会是不能允许的。我们现在要把您带回神殿，请长者定罪，请不要反抗，否则就要就地将您正法，请您理解。就这样，我被2个护卫送到了神殿，交由长者审判。最终，我的行为被认为是违背光明神教义，按律执行死刑。好在我命大，逃了出来。
可他们毕竟只是无辜的孩子，就算有一半精灵血统又怎样呢？这样的教会，实在是没必要再待下去了。因为这些，你就抛弃了自己的信仰吗？这只是导火索而已，更黑暗的还没说呢。我怕污染你这个纯洁小精灵的心灵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又不是3岁小孩。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，才相信至高神做的那些烂事儿。你不是纯洁小精灵，谁是？怪不得希尔弗对你慢吞吞的成长不满意。你说什么？他要是不出手推你一把，哪怕到至高神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可能还在做梦呢。什么？至高神毁灭世界？天地二界本为一体，至高神怎么会毁灭自己赖以存在的世界？我知道你对你的神是什么感情，我也是自幼在光明神殿长大的。若非认清了所谓神的真面目，我又怎么会叛出神殿呢？你下去吧，我要好好想想。好吧，好吧。啊，对了，你需要记住一点，不要把至高神当成神来对待，那样你永远不会想明白的。不妨想想别人做了至高神做过的那些事，你会怎么想？先回去了。不把至高神当成神来看待吗？既然至高神要毁灭世界，那又为什么派我追捕希尔弗呢？这两者间有什么关系吗？还有这颗奇怪的种子，原以为是地狱之花，可是后来帮了我们很多次，甚至那些人说是什么光明神的神谕，他似乎有意识的想让我看见什么东西。也多亏有他，我才发现是至高神的精灵徽章在篡改我的记忆。这颗种子真的很神奇啊！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呢？当初在荒野中，我能感应到山寨生命之树，并进入它的空间，似乎就是因为那棵树与这粒种子产生共鸣。现在想来，那次根本不是意外啊！可是自从那次之后，种子就再也没有动静了。要不是莉迪亚刚刚说起至高神，我都快把他忘了。听着了吗？种子不见了。声音从下面传来的，难道说依琳出了什么事？依琳，出了什么？这到底是希尔弗？你怎么？现在不是战斗的时候，拉法尔。对了，刚刚的藤蔓是床上。藤蔓从依琳的身体里生长出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依琳胸前怎么会长出藤蔓？刚刚从窗口突然窜进来一个发光的东西，打进了他胸口，瞬间就成了这样。什么？刚刚一定是那粒种子。看来必须要从根部斩断这些藤蔓。你疯了吗？那样会杀掉依琳的。不做任何行动的话，依琳也会死掉。不如趁这个时候冒险。慢了一步。拉法尔，不要反抗。什么？希尔弗，你疯了吗？完了，被彻底捆住了。拉法尔，不要慌张，连视线都……仔细感受一下，这些藤蔓想告诉你的东西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又做梦了吗？好奇怪，在天上界的时候，我好像从来不做梦，到了人间界却总是做梦。每次做梦，似乎都跟依琳有关。依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又能像之前一样在梦里联系了吗？还给我！什么？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依琳，你紫修佩德。据说，当年人与精灵的大战之后，紫修佩德便不再对外界有任何反应，只偶尔有些散逸在外的力量。现在这是复苏了吗？体内的伤，来人间界之前被偷袭，以及坠落到人间界所受的伤，好像一下子痊愈了。
等等，每次自修佩德在我梦里出现，都跟异灵有关。至高神给我的种子，又因为异灵而萌发。难道异灵是这一切的钥匙？所以至高神让我来人间界的目的，根本不是追捕希尔夫，而是通过我找到异灵。不对，至高神如果知道异灵在何处，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找呢？而且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命令我找人，倒骗我说让我来抓希尔夫？依林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跟依林又有什么关系？该死，慢了一步。自修佩德的反应越来越明显了，也许我该让计划加速。传我的命令，提前进行下一步计划。所有的暗棋都该动一动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浓郁的木元素气息，简直就是花的绝佳温床啊！你在说什么？花又是什么东西？刚刚在这屋里发生的一切，你不是也看到了吗？等到拉法尔从这绿结里出来，他的力量就会提升一大步。之前我们担心拉法尔成长得太慢，等他醒来就不存在了。你疯了！那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忽然袭击依林，然后就长出这些枝条。现在你不除去它们，反而说它对依林和拉法尔有好处，你真以为天上会掉馅饼啊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说刚刚的种子对拉法尔有好处，我可没说它对依林有好处。什么？拉法尔之前所受的伤都会痊愈，他还能在这里得到孕养。但是这些好处总不可能凭空冒出来，有得到的，就有失去的。你是说，种子是靠依灵的力量得以萌发和生长的？难道它也会被这些藤蔓吸干所有力量，最后死去？你想的太多了，这并不是地狱之花，而是……糟糕，你赶快！啊！这藤条不仅变色，而且还开花。等等，姐妹，你好像啊。慢了一步，还好只是睡着，没有其他危险。不过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沙蝎之塔只有我自己还清醒着了。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？话说，他体内的力量竟然可以让神梦花都开出来。这个叫依琳的小女孩可真不简单呢。在精灵的传说中，能让诚实之种发芽的精灵就已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了。若有精灵能让神梦花开，那她简直可以媲美至高神。不知道至高神见到这个小女孩跟拉法尔都在我手里，会有什么感想？关键的棋子落在别人手中，大概会暴跳如雷吧。回去跟你主人说，我知道了。我正愁不知道那几个带着神器的女人跑到哪儿去了，没想到马上就有人主动给我提供线索。追杀拉法尔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虽然不知道拉法尔跟希尔弗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显然，拉法尔对希尔弗很重要，这是一个让希尔弗付出代价的好机会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、很美好的梦。很正常，这正是神梦花名字的由来。神梦花开的时候，花香所到之处，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会梦到生命中最好的时光。那你呢？梦到了什么？很遗憾，我从来就不做梦。
把你外面的那些手下都叫起来，拉法尔应该快醒了。那依琳呢？他体内的力量既然能维持神梦花开了这么久，就说明不会轻易枯竭，死不了。好吧，听你的。没想到依琳身为人类，居然可以让精灵的神梦花开花，难道是他身体里的精灵血脉很纯粹吗？本源者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觑呢。我本以为本源者存在的意义就是给神器提供能量，难道还有其他秘密？依琳醒过来了吗？这边也成功了。似乎做了个好长的梦。好长的梦。拉法尔，你梦到了什么？希尔弗，我觉得我有能力做你的对手了。如果之前我追捕你是不自量力，那现在我至少跟你有一战之力，打一场吧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不错嘛，精神状态遥遥领先了。那就和之前上课那样，把你们这些小孩子打服。拉法尔，你是不是有些小瞧我了？这种司空见惯的设法，对我根本不起作用。果然，那么试试这个吧，破散剑。都说了，这种东西没有效。弹，全方位攻击，让你无所遁形。不错嘛，拉法尔，有进步。可惜啊，进步有限。在这种距离你还能……什么？现在有什么感想？怎么可能？这种虚化自身的方法，对于元素的消耗量是很大的。人间界的元素纯度远无法和天上界相比。它究竟是……说你年轻，你还真是年轻。我之前展现的战斗力，只是为了教导你们这些小孩子而做出的意志之后的结果。我敢反抗神，自然有我的资本。我承认你比我强，但是又能强多少呢？如果要对抗至高神，这点力量远远不够。就算力量对比再悬殊，我也不想等死。何况我并不是只有自己。拉法尔，你在梦里看到了不少东西吧？我现在已经不相信我自己的记忆。从来人间界开始，我的回忆中多了太多碎片。我对至高神起疑，是因为我带来人间界的精灵徽章，给了我一份虚假记忆。那刚刚的梦，为什么不会是另一份虚假记忆呢？刚学会怀疑，便看什么东西都带问号了。连精灵界自古便有传说的神木花给你的梦，你也敢怀疑？干脆我打你一顿，让你再晕一次。到梦里好好分辨一下真假。拉法尔，希尔弗是可以相信的。依琳，你没事了？我和你是一起醒过来的，难道忘了吗？小姑娘，看来你在梦里看到的东西也不少嘛。娜娜姐呢？我记得我睡前看到她跟你一起来的。我把她忘了。小姑娘，这么无视我不太好吧？你说的那个娜娜只是个普通人类，她继续跟着我们会死的。娜娜姐不会死的。什么？拉法尔到了人间界会陆续遇到我们，并不是巧合，因为我们几个都不是单纯的人类。你这话是在自黑吗？少废话。也许你觉得只有能开启神器力量的我才是有用的，可是你错了。我原以为只要找到本源者和神器就够了，没想到这其中还有不少秘密。看来之后的行动还有待考虑了。娜娜姐去哪了？还有盖尔和艾尼斯。我跟盖尔和艾尼斯早分开了，也许他们还在迦岩城，也可能已经走了。我在梦里看到一些事，感觉还是不要和他们分开的好。也许后面他们能帮我们大忙。
你说的还真不确定。要回嘉岩城打探消息的话，还是让我的人去吧。另外，那个叫娜娜的被带回来后总是鬼鬼祟祟的想偷溜，我把她打晕关起来了。阿扎西，你去吧。是。对了，你的记忆恢复了？其实我并不是失忆。那个，就算想确认，能不能换个方式？你真的被其他人控制过吗？我否认的话，你会相信吗？喂，如果依林被控制，能做到的只有你了吧？我当初都是为了方便引导你，如今你就在我眼前，还要那么麻烦做什么？用别人的身体，我的力量连一半都发挥不出来。不是紧急情况，我并不会一直用。切，说的那么危急，其实就是在放水而已。反正你也没打赢，不是吗？闭嘴！我还是给你详细检查一下吧。要是真有人操控你，我应该可以发现。唉，不必了。唉，我有些累，能让我去之前住过的屋子睡一会儿吗？那间屋子除了藤蔓就是破窗，换一间吧。不，就住原来那间。真是难得意见统一。算了，我带你过去。好。有点不妙啊。怎么了？拉法的实力虽然比之前略有进步，但还是有点太弱了。至于依林，我几乎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变化。什么意思？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海林姐，不好了！全城所有全副武装的佣兵都过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，让全城的佣兵？喂，全城的佣兵在哪儿？你小子眼花了吧？是真的！我要出城，被人在气球放置点埋伏，他们眼睛都红了，追着我来到沙歇塔，一路上人越来越多。这次收获可真不小，嘿嘿，回去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了。那是什么？爆发了！拉法尔，不要！是睡眠攻陷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地狱之花乃是至高神试验出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用你现在的力量感受一下人间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吧。怎么可能？地狱之花明明是人类制造出来，用来伤害精灵的。至高神万岁！至高神，还差一个东西就修好了。拉法尔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借用依林的力量吗？是因为我是本源者吗？不仅如此，而是因为拉法尔是复刻者。至高神制造了那么多复刻者，就是为了反推本源者。可是至高神明明是让我来抓捕你回去的，和这个有什么关系？那是因为只有你才能让依林觉醒成为本源者。终于明白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可是至高神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知道，但就凭这一点，至高神不过是虚伪的神，不值得我侍奉。不好了！
什么事情这么大惊小怪？城里的人疯了，都红着眼要杀进酒店，被酒店的人拦在大门口。我去跟他们拼了！奥法，等等，你怎么醒了？应该是伊林那边有情况。盖尔，麻烦你把其他人叫过来吧。不用了，嘉岩城外有一株巨大的地狱之花。传说中吞噬万物的地狱之花？哼，就这，大惊小怪。我和拉法尔杀过不少地狱之花呢。我接到光明殿的来信，需要赶紧回到光明殿。我也是。那我们赶快回去吧。不，爱丽丝不回去，吉娜也不回去。啊？有什么好奇的？我还要找拉法尔算账呢。我的圣器还没要回来，回圣殿还不被塔波亚长者宰了。拉法尔这个王八蛋，老是玩失踪。拉法尔机操了，咱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。我知道拉法尔在哪，在奥吉尔城。水球弹，怎么打都打不退的。受地狱之花的影响，他们可是会不吃不喝的一直战斗到死的。那该怎么办？里面还有不少我的朋友呢。只要除掉城外的地狱之花就可以了。送我们过去。那现在我该怎么办？你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还记得我之前交代给你的吧？我知道了。那我呢？你负责善后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居然还敢过来！哼，你们的生命之树不是已经变成了地狱之花？为什么你也这么执迷不悟？我们只是想回到生命之树旁边，有错吗？那就听我的安排。我保证你们能在1个月之内上天上见。凭什么？你不过是被天上追捕的叛徒而已。哼，叛徒？那你们的首领暗通至高神又算什么？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？啊！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希尔弗，至高神真是严重低估你了。弑天盗贼团的成员们听着，你们的首领早在2年前就换人了。你住口！你动手啊！我知道你代表了弑天精灵们的心意，也知道你寿命将近。不过你要知道，你在至高神手下，就只是一枚棋子罢了。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别卖关子了。我要你归顺于我，同时我需要征用你的飞船。温蒂尼，我需要你去做一件事情，去把他给我抓回来。尊敬的至高神殿下，属下不是质疑您的抉择，只是好奇您为什么要抓一个普通人类？温蒂尼越来越不正常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不小心而已。还好你我的力量都提升了，不然就跑不出来了。这东西真棘手，把你的力量借给我。不行，你又想自己一个人秀了。使用合击，合击！成功了！你看那些佣兵，好像不动了。发生什么了？我怎么在这里？先别说了，赶紧回城，这里很危险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这里的地狱之花死了，佣兵也没事儿，但是不清楚其他地方到底怎么样了。希尔弗呢？他说要去找移动小镇的人，
哎，他回来了。准备接下来的战斗吧。奥吉尔城是唯一的防线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有人攻城？我的老天爷，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精灵啊？地狱之花爆发了，海灵姐已经去搬救兵了。我们必须死守奥吉尔城，不然大家都完蛋。